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她打招呼：“你好呀。”叶景怀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女孩心里却乐开了花，这可是开学以来第一个搭理她的人，她没无视他，也不是想套路他的异能，她鼓起勇气又凑近一步：“你好，能坐我旁边吗？”叶景怀的目光扫过后面4个空位，又低头看了看女孩踩在他影子上的脚，竟然答应了。好，他答应了。长长的睫毛遮住了眼里的思绪，他的精神污染异能愈强则强，精神力越高污染越猛，对自己的反噬也越大，可他竟没感到半点反噬。叶景怀抬眼打量着女孩，他居然还在笑，完全不像被污染的样子，那就只有2种可能，要么是个没异能的普通人，要么他的精神力远在他之上，直接免疫了污染。可异能学院怎么可能招个普通人进来呢？而女孩作为一个毫无异能的传输者，她听到他那声好，心里暖洋洋的。虽然大家好像都很怕叶景怀，但她感觉这个转校生人还怪好的嘞。就在这时，班主任孙浩走了进来，他是女孩最害怕的老师，只因孙老师是教体术的，这才开学3天，他就已经快废了，因为每天都要绕着校园跑，说什么异能者身体素质最重要，尤其他们 F 班精神力垫底，就得靠体术缩短能力差距。结果女孩接连跑了3天1万米，简直要了他的老命。孙浩掐着点进教室，看见叶景怀做好了才松了口气，看样子他也不敢离叶景怀太近，生怕一脚踩到影子上，落个口吐白沫当场抽搐的下场。孙浩站在讲台上清了清嗓子，叶景怀因为特殊情况转来他们 F 班，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以后大家和平共处。他带头鼓起了掌，班里瞬间掌声雷动，女孩也跟着拍手，心里却泛起了嘀咕，感觉孙老师好像也挺怕这位新同学的。他脑子里瞬间上演了一出天之骄子被害，跌落神坛变废柴，最后逆袭打脸复仇的大戏，这简直妥妥的男主剧本。他表面不动声色，悄悄侧过头打量着叶景怀，那五官简直绝了，颜值就跟其他同学不是一个图层的，更别提那股生人勿近的冷气，长成这样不是男主都说不过去。而叶景怀也感觉到了他的偷瞄，这种目光他太熟悉了，好奇中带着恐惧，还藏着恶意，而背后却骂他是怪物。突然一张小纸条出现在他桌上，叶景怀一偏头就看到女孩飞速缩回手，坐得笔直，跟个小学生似的，生怕被老师发现。他心想，为什么他踩了他的影子没事，还非要他坐旁边，到底图什么？叶景怀迟疑片刻，还是打开了纸条，上面写着：你好，我叫林岩，可以和你做朋友吗？叶景怀心里冷哼一声，朋友？这世界需要那种东西吗？真是可笑至极。而此时班主任孙浩大手一挥，带着全班浩浩荡荡杀到操场，先跑2000米热身。他这话说的云淡风轻，女孩听得心都凉了。不过这估计也就是他一个人的硬伤，其他人都在那嘀咕，才2000米，这跟散步有啥区别？不会是照顾那个吊车尾吧？就没见过跑那么慢的。你们说他是不是藏实力了？谁问出他异能没？拜托议论能小点声吗？真是要命。对这群异能者来说，2000米确实只是个开胃菜，可对他这个无异能的废柴来说，这简直是夺命跑啊！眼看同学们都上了跑道，他回头一看，叶景怀正懒散地坐在长椅上，半眯着眼，不知道在看哪里，完全没有要跑的意思。也对，他可是 A 级异能者，身体素质爆表，估计是瞧不上这2000米吧。突然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你跟我一起跑吧。他猛地回头，一个1米9的大高个处在他面前，阳光下他火红的头发像晚霞一样耀眼，是他的前桌王涛。女孩亲眼见过他打架，就在昨晚，他还看见他把人脑袋往土里摁呢。他吓得手心都出汗了，但还是强装镇定的拒绝，不了吧，你这人好怪，干嘛非要跟我一起跑？肯定有鬼。王涛明显愣住了，估计是没想到他会拒绝，他直勾勾的盯着女孩，看得他心里直发毛。女孩这才反应过来，他居然拒绝了 F 班头号危险人物，他是不是活腻了？我跟叶景怀约好了一起，他赶紧瞎掰了个理由，顶着王涛要杀人的目光一步步挪向叶景怀的场。树荫下的他慵懒的靠着，浑身都笼罩在阴影里。他缓缓抬起眼皮，冷冷的目光落在女孩身上，有事。声音跟他的人一样冰冷，他更确定了，叶景怀就是男主，这种看着不好惹，绝对是外冷内热的经典款，全班同学都怕他，这不就是万人敬畏型男主吗？太好了，只要抱紧他的大腿，他就是全场最安全的仔。有事有事，他赶紧点头，满眼期待的发出邀请。叶景怀，你能不能陪我一起跑步呀？跑步。叶景怀轻声重复了一句，垂下眼帘。突然他脚下的影子里咕噜咕噜冒起了泡泡，咕噜咕噜。女孩盯着那泡泡，好奇的眨了眨眼，这是你的异能吗？叶景怀嘴角微微上扬，他第一次看他笑，瞬间没了那种距离感，眼睛弯弯的，也太好看了吧，我能摸摸它吗？他蹲下身，手指悬在泡泡上方，看起来跟果冻似的，他对这种软乎乎的东西毫无抵抗力。可以。叶景怀歪了歪头，一脸纯良无害，心里却不知在打什么鬼主意。叶景怀笑盈盈的看着他，奇怪女孩为什么离这么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既不觉得恶心，也不觉得窒息，更没有精神混乱，而他只是眨着眼笑，脸颊上露出2个浅浅的梨乌，真是个不知道危险的傻瓜。还是说他的精神力比他还强，所以才这么有恃无恐？算了，答案很快就揭晓，是他自己主动靠近的，待会儿发生什么可都怪不了他。咕噜咕噜，女孩感觉这些泡泡就像在勾引他上手，事实也确实如此。叶景怀刚一点头，他还没动呢，那泡泡就自己弹了过来，像块史莱姆似的，黏糊糊的缠上了他的手指。这么热情，他心里简直乐开了花，2只手开始拉扯揉捏那团泡泡，泡泡还发出了享受的咕噜声。叶景怀看到这一幕，睫毛猛地一颤，满脸的难以置信。舒服，咕噜，好喜欢。他赶紧解释，这东西也太黏了，他可没想玩弄它，虽然这手感真的好好。叶景怀深吸2口气，身体却止不住的轻颤，他眯起眼，
黑色的瞳孔里竟浮现出诡异的粉色。通过共感，他感觉自己正在被抚摸、被揉捏、被玩弄，这从未有过的感觉，又麻又痒，这让他喉咙一阵干涩。叶锦怀的喉结猛地滚了滚，泛红的耳尖在发梢下轻抖。去跑步！他猛地用手捂住脸，指缝里透出的皮肤是浅浅的粉色，声音也沙哑的不像话。好的。女孩连忙松手，感觉每根手指都被仔细舔了一遍，手里的泡泡才恋恋不舍地滑走，还发出了委屈的咕噜声，脸上的热度还没退，叶锦怀就捂着脸快步冲向了操场。怎么回事？泡泡居然攻击不了他，反而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不仅不抵抗，甚至还很享受。难道说他的精神力比他还强？有意思。此时跑道上已经站了不少。他和叶锦怀一站过去，周围的同学瞬间散开一大片。女孩想了想，开口道：“你跑那么快，不用管我。”说完，他就迈开腿跑得比体测还慢，可没跑多远，他就感觉身边好像空了。一扭头，刚才还在旁边的叶锦怀竟然不见了。他朝前看了看，没见到那件黑斗篷，再往后一瞧，叶锦怀居然在后面慢悠悠地晃着。女孩满头问号，他跑得比他还慢是几个意思？A级异能者不该像火箭一样嗖就飞了吗？而且这才跑了不到200米，叶锦怀同学的脸怎么红成这样啊？他瞬间懂了，他一定是怕他跑太慢被嘲笑，所以故意跑得更慢，好把火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这就是小太阳男主吗？他心里顿时暖洋洋的，脚步都轻快了不少。腕表提示任务完成时，他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跑完了2000米。孙浩站在终点瞥了眼数据，不错，有进步，下次争取及格跑进5分钟。他大口喘着气，努力平复心跳。叶锦怀呢？他回头一看，跑道上哪还有黑斗篷的影子？你找叶锦怀吗？他跑一半就超近到溜了，现在正在树底下歇着呢。女孩猛地一扭头，王涛不知何时站到了他身边，吓了他一大跳。还好他演技够好，脸上一点没露怯。这家伙3分钟就跑完了2000米，连气都不带喘的。他一直怀疑他是身体强化系的，毕竟亲眼见过他一拳干翻一个倒霉蛋。可王涛非说自己是元素系。女孩顺着他的视线望去，果然看到叶锦怀又坐回了那个老位置，风正吹动着树叶，斑驳的树影在他身上轻轻摇曳着。叶锦怀抬眼，视线隔着老远与他撞上，四目相对。恰在此时，集合哨声吹响 ，F 班全员向着射击 C 馆进发。这学期第1堂体术课竟然是玩枪，刚到射击 C 馆就有同学按捺不住。老师，这节课是学射击吗？用的是不是稀有能源枪？没错。操场瞬间爆发出一片欢呼，然而全班都在狂欢，太好了，竟然是稀有能源装备，而女孩却吓得腿软。她心底疯狂祈祷，千万别太丢人了。只要能扣动扳机就行。原来精神力越强，能用的装备等级就越高。这下谁是班里的真大佬就一目了然了。还好第1节课是射击，不是格斗，毕竟格斗课他上去就是个活靶子，肯定会被当场打死。所谓的稀有能源装备，只有异能者用精神力才能玩得转，而他没异能也没精神力，自然扣不动。不过听大家的意思，能扣动的人本来就不多，这么说他到时候扣不动扳机，应该也不会露馅吧。紧接着他跟着大部队到了装备区，在冷白的灯光下，玻璃柜里摆满各式枪械。他站在队伍最后，仰头看着那通到天花板的柜子，瞬间眼花缭乱。可就在他仔细观察那些枪械的关键结构时，一股莫名的熟悉感猛然涌上心头。孙浩刚打开玻璃柜让同学们排队挑枪，可他话音未落，一个洪亮的声音猛然传来：老孙，这要巧啊！来人竟是一班的体术老师陈阳，他身后还跟着一群一班学生，个个趾高气扬。陈阳走到柜前，理直气壮地开口：我们一班先来。 F 班瞬间炸锅，不是先来后到吗？谁知陈阳一脸不屑：先来后到那也得看实力，你们 F 班有几个人扣得动扳机？别在这浪费时间。这话一出，刚刚还摩拳擦掌的 F 班同学瞬间像泄了气的皮球。紧接着一班的学生一拥而上，叫嚣着排后面去，免得连标配枪都用不了，在这丢人现眼。眼看自己学生受欺负，孙浩刚想开口，然而他想到极剑的鸿沟，默默摇头。老师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陈老师，你们班先吧。凭什么？就在 F 班陷入绝望之际，一道怒吼突然响起：我们班可是有叶锦怀的，放眼整个联邦，登记在册的 A 级异能者才多少人，而叶锦怀更是其中的顶尖存在。听到叶锦怀的名字，一班那边顿时一阵骚动，他们满脸不可思议：什么？叶锦怀？一个一班的尖子生转到你们 F 班，开什么国际玩笑？他要不在一班，我倒立吃饭。此时 F 班所有同学朝着角落里努了努嘴，那里一个黑斗篷少年正蹲着，旁边还蹲着一个扎着高马尾的女孩。一班的人之前也瞟过，还以为那团黑乎乎的是个垃圾桶，就那家伙还叶锦怀。一般有人当场嗤笑出声，谁不知道叶锦怀半步之内不能进人，随便套个黑麻袋就敢冒充他，笑死个人了，蠢货！那人的笑声格外刺耳，而整个 F 班已经安静的可怕。而此时女孩正跟叶锦怀小声嘀咕着营养液没味，冷不防就感觉无数道视线猛然射来，紧接着就听见了那句刺耳的蠢货。叶锦怀眼睫微垂，低低的笑了声，站了起来。1.9米的身高瞬间带来窒息的压迫感，斗篷下摆被风带起，军靴踩地发出沉闷巨响，所有人不由自主地为他让开一条路。只见叶锦怀眉梢轻挑，淡漠地瞥了那个爱笑的男生一眼，一道黑影瞬间落下，扑通一声，那人直挺挺倒地，两眼一翻，四肢开始抽搐，看来异能没出问题。叶锦怀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又转身走回了角落。从他起身到解决那人，全程不到半分钟，真会装啊！女孩心里默默吐槽，不过她还得谢谢地上躺着那位帮她验证了猜想。叶锦怀的异能是精神攻击，难怪除了他没人能靠近。叶锦怀回到角落，经过试验，他的异能没有出错，于是用影子来回扫女孩，她怎么就不晕呢？女孩见他扭来扭去，关心道：叶锦怀，你怎么了？是腰不舒服吗？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她打招呼：你好呀。
女孩见他扭来扭去，关心道：“叶锦怀，你怎么了？是腰不舒服吗？”叶锦怀无语蹲下，而此时的枪械馆内气氛已经压抑到冰点。叶锦怀用实力震慑了全场，在场精神力最高的无疑就是叶锦怀，所有人也都认为他最有资格优先挑选装备，可他却蹲在角落思考人生。原来真的有人精神力比他强吗？他倒要看看他的精神力如何。他扭头问身边的林岩：“你去吗？”然而林岩只想低调，因为他清楚自己没有精神力，根本用不了那些高级枪械。于是他果断摇头：“我不急，等他们都结束，我最后去。”他盘算着等会人都走光，他就算扣不动扳机也没人看见。他简直为自己的机智点赞。紧接着 F 班的学生排队上前，可现实却无比残酷。第一个学生用尽全力，扳机纹丝不动；第二个、第三个，接连9个人全都失败，他们连最底层的标配枪都无法起动。站在后面的一班学生脸上嘲讽的笑意再也藏不住。就在这时，一个嚣张的身影推开人群：“别浪费我时间了，让我先来。”一班的刘凯带着2个小弟直接插队到最前面，他轻蔑地扫了一眼 F 班的学生，随即走到玻璃柜前装模作样的挑选。下一秒，他拿起第3排的手枪，疾风是疾风，只听咔嗒一声，枪管红光一闪，代表成功。小弟们立刻疯狂吹捧：“刘少牛逼，这可是第3梯队的枪！”刘凯被捧得飘飘然，甚至假装惋惜：“要不是昨晚受了点伤，我就选第2梯队的赤羽，这我也能拿下。”他话音刚落，谁知一道人影猛然从他身旁跃过，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那人长臂一伸，直接拿下了最顶层第1排的枪械。雷鸣，全场死寂。只见 F 班的王涛手指轻轻一扣，扳机瞬间压下，枪管红光爆闪，他甚至都没用什么力气就完成了完美的设计。在一片鸦雀无声中，王涛看向呆若木鸡的老师，平静地问：“孙老师，我选好了，接下来做什么？”王涛这波操作直接把刘凯干懵在原地，他本该是全场焦点，此刻却像个小丑，手里的疾风瞬间步枪。这下一班没人再敢吱声。 F 班后面几个同学竟然也顺利拿到了标配枪，眼看就轮到林岩，他想最后一个去的小算盘彻底落空，因为拿到枪的人一个都没走，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角落里的那个男人叶锦怀，大家都在等他。终于，叶锦怀站起身，他径直走向枪械柜，人群自动为他分开一条路，他看都没看别的，长臂一伸，直接取下最顶层那把通体漆黑的枪 ，C 管的镇馆之宝星宇。在所有人默认他能行的目光中，林岩也觉得男主装逼的时刻到了。可谁知叶锦怀食指搭上扳机，用力一按，纹丝不动，他竟然按不动。正当林岩以为他要出糗时，叶锦怀却眸光微动，猛然转身，下一秒，他竟将那把星陨朝林岩抛来。林岩，给你用！林岩下意识伸手接住，肌肉本能的一个标准持枪，手指顺势扣下扳机，瞬间，一道极致纯粹的红光从枪管口爆闪而出。星陨，一级异能者都未必能用的枪，此刻却被他轻松拿下。林岩人都傻了，救命！原来我才是那个最能装的。说好的废柴呢？难道我也有异能？可他脸上却是一副不过如此的淡定表情。这波操作直接让 F 班老师的心脏彻底麻木，而一班那群人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就在这时，远处靶场传来一声脆响，子弹精准命中靶心，10、4环。孙老师牛逼！孙浩谦虚一笑，心里却暗自叹息，要不是精神力拉垮他，早进神机影了。接着，他开始巡视全场，纠正学生们的姿势。可他刚走2步，就看到叶锦怀和林岩竟然又双若着蹲在了角落里，一个黑斗篷，一个小不点，像俩蘑菇。孙浩内心疯狂吐槽：这叶锦怀是要带坏我班上的好学生吗？不对，我有什么资格说他？挣扎一番后，他还是没忍住好奇，悄悄凑了过去。只见2个脑袋正凑在一起看林岩手上的光芒，一个类似于超薄折叠的手机。林岩正在飞速检索星宇的信息，他是身穿来到这个世界，按照小说套路，觉醒异能必定伴随发热、头痛、昏迷、神清气爽、力量充沛等一系列过程。可这3天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异样，但今天他却能用这把稀有武器，问题到底出在哪？他飞速跳过那些神神叨叨的玄幻器物，结果发现这把枪因为没人能用，因此从第1异能学院被一路流放到他们这个垫底的第4学院。无数维级大佬都证明这就是一把废枪，直到他看到最后一行字，专家推测能否使用星陨和精神力无关。林岩瞬间悟了，搞半天不是我牛逼，是这枪有问题。而一旁的叶锦怀看着满屏的字，头都晕了，他的视线悄然滑落在了林岩白嫩的后颈，看起来好脆弱，轻轻一掐就会断掉。可一想到自己刚才偷偷试了好几次都按不动的扳机，林岩却轻松搞定，他瞬间打消了摸他脖子的念头，精神力比我强，肯定会被发现。就在这时，被无视半天的孙浩终于忍不住清了清嗓子：林岩，上课呢，别偷懒。他当然不敢说叶锦怀，这突然一嗓子吓得林岩差点一屁股坐地上。千钧一发之际，一只手从后方伸来，掌心精准地贴住他的后颈，轻轻一拖，又触电般的快速收回了手。是叶锦怀，少女柔软细嫩的触感让他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又跳得好快。虽然奇怪他为什么扶脖子，但林岩还是道了声谢，站起身走向射击位，独留叶锦怀一人蹲在原地，失神地回味着刚才的感觉，好软，稍微用点力真的会断掉吧。与此同时，射击区的枪声此起彼伏，成绩却惨不忍睹。怎么没分？兄弟，你拖把了，哈哈，3环跟我差不多。就在 F 班才技互啄时，陈阳带着一班的人来了。他扫了一眼成绩，满脸不屑，枪法这么烂，用稀有能源装备简直是暴殄天物，天资不行，再练几百年也是白搭。这摆明了是在嘲讽 F 级和1级的差距。刘凯被戳中痛处，当即站了出来：陈老师，让我来示范，他家有的是钱，私教课1节就4位数。只见他自信上膛，瞄准，扣动扳机，砰，10、5环，漂亮，刘少牛逼，枪神啊！刘凯故作轻松，心里却爽翻了，他享受着万众瞩目的感觉，目光扫过全场，却猛地顿住。林岩竟然没看他，再看到他手里的星陨，刘凯顿时眼红，张口就嘲讽：星陨说白了就是把废枪，能不能用还不一定呢。话音刚落，砰砰砰，一连串急促的枪声炸响，短短3秒，20发子弹瞬间出膛。紧接着，远处的电子屏疯狂闪烁，20个10、9环全都是满分，全场死寂。下一秒，林岩转了下枪，对着面如死灰的刘凯灿然一笑：看到了吗？
你才废！他本想控分，只打出 F 班的平均水平3、6环，可刘凯偏偏要说星陨是废枪，那他只能违背初心了。毕竟他穿越前可是射击队的王牌，当然他很清楚，在这个异能世界，光靠射击还不够，抱紧叶锦怀的大腿才是王道。而此刻，射击馆有人用星陨打出20个满分的消息已经炸了。刘凯的小弟本想拍下老大的高光时刻，结果却完美记录了灵岩的封神瞬间。帖子一出，瞬间冲上新网热搜，只因星陨这把废枪实在太出名，再加上学院有意买热度，压下叶锦怀转校的丑闻。几分钟后，帖子直接登顶第一。卧槽，这谁啊？怪物新人，肯定是 A 级异能者。第4今年招到1级了，破案了，肯定是位爱转学的孙家少女。喂，视频里明明是个女生。帖子瞬间引爆，是 F 班的灵岩。一句话，评论区直接炸锅。F 班 F 级异能者。这视频绝对是 P 的，你们一思想出风头想疯了。然而帖主亲自下场硬刚，光脑直出绝无剪辑，假的倒立吃键盘。紧接着科技局大佬证实视频为真，星陨是真的，9环也是真的。这下全网彻底懵了，一个 F 级异能者网上竟然搜不到任何信息。就在这时，一个惊天爆料出现，唯一4探子来报，叶锦怀转到 F 班了，灵岩和他待在一起，屁事没有，真的假的？那个移动污染源去了 F 班，卧槽，B4的 F 班才是真神班吧？网上吵得天翻地覆。而另一边，班导孙浩直接冲进院长办公室，他本是为叶锦怀而来，现在却多了一个更大的疑问。院长苏伟却一脸淡定，叶锦怀在 F 班对大家都好。孙浩气得发抖，对我学生造成的污染最小，但他们的抵抗力也最差。一班已经有人晋级就是了，难道我 F 班的学生就不是人吗？苏伟却打断他，指了指窗外。孙浩顺势望去，呆愣在原地。只见窗外灵岩正和叶锦怀并肩走着，他甚至还踩着他的影子，两人近在咫尺，他却毫发无伤。孙浩彻底没话说了，但他还有疑问：院长，叶锦怀转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苏伟却卖起了关子，下星期4校新生考核你就会知道。孙浩只好压下疑惑，拿出另一份档案。那灵岩呢？他今天用星陨射击满分，可你给我的档案里关于他除姓名外一片空白。说罢，孙浩翻开档案，那是一张比草稿纸还干净的白纸。苏伟看着空白页沉默2秒，缓缓吐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给你的档案已是全部。灵岩是开学前一天突然出现在新生系统里的。孙浩还没反应过来，院长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我上报科技局，他们的回复是 EVO 没有出错。EVO 联邦的智慧中枢，人工智能的巅峰， EVO 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孙浩瞬间倒吸一口凉气，原来不是查不到，是 EVO 不允许被查到。这个灵岩来头大到连 EVO 都要为他隐瞒，他潜伏在 F 班到底图什么？孙浩冷汗涔涔，院长却拍了拍他的肩，笑得意味深长，这届 F 班辛苦你了。与此同时，操场上刚跑完2000米的灵岩正坐在树下休息，他猛地打了个响亮的喷嚏，他还不知道一场围绕他的巨大风暴已经悄然降临。此时叶锦怀偷窥着他白皙纤弱的脖颈，喉结滚动，他心虚地问：怎么了？灵岩摸摸鼻子，一本正经，一想二骂三感冒，肯定是冰激凌在想我。叶锦怀满脸困惑，冰激凌？灵岩捕捉到他的迷茫，眼睛瞬间一亮，你不会连冰激凌都没吃过吧？叶锦怀暗骂：毁灭吧，这女人竟然在嘲笑他。可下一秒，灵岩却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亮晶晶的眼睛里写满雀跃。明天我们翘课吧，我带你去吃冰激凌。接着他点开光脑，开始规划去下城区白云区的路线，那里全是普通人的美食天堂。灵岩甚至冒出一个念头，要不干脆辍学去白云区打工算了。就在这时，他远远瞥见班导孙浩从行政楼走出，灵岩立马飞奔过去：孙老师，我明天要请假。孙浩手里还攥着他那份空白档案，一见是他，瞬间又汗流浃背。请假？好的，可以。孙浩竟然连理由都没问，灵岩却是个好学生，请假理由张口就来。叶锦怀吃不惯学校的营养液，身体不舒服，我得带他去医院瞧瞧。异能学院没有食堂，有的只是随处可见的自助贩卖机，里面满满当当全是袋装营养液，就和煎好的中药似的，只不过营养液无色无味，管饱的白开水，而异能者只吃营养液。孙浩看了一眼跟过来的叶锦怀，哪敢多问，只能满脸关切，身体一定要好起来啊。第二天一早，灵岩换上一身清新连衣裙，早早来到校门口，没想到那个熟悉的小黑斗篷已经等在那里。叶锦怀内心天人交战，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等一个刚认识的人，竟然还早到了半小时。他一边告诉自己灵岩是个小骗子，接近他必有阴谋，另一边又嘲讽自己昨天都没跑掉，今天还怕什么？就在这时，肩膀被人轻轻一拍，叶锦怀回头，瞬间愣住。阳光下，少女笑容灿烂，漂亮的黄眼是他从未见过的色彩。叶锦怀，早啊，快走了，现在赶工去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包子。叶锦怀一开视线，滴滴哦了一声，两人刷了请假信息，校门应声而开。下一秒，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她打招呼：你好呀。叶锦怀一开视线，滴滴哦了一声，两人刷了请假信息，校门应声而开。下一秒，一个联邦的定时炸弹跟着一个身份成谜的 F 级异能者踏上了前往普通人世界的未知旅程。有钱人可以直接坐私人悬浮车前往白云区，但黎若还是个穷学生，只能步行前往学院附近最近的新轨站。异能学院除了学杂费全免外，在校生每月都有补贴，而 F 班每月补贴一切新人，这才是灵岩选择来这鬼地方读书的唯一原因。于是他揣着这笔巨款，熟练的在新轨站买了2张票，直奔下城区的花溪小吃街。一路上叶锦怀就像个人物，灵岩给他票，他就刷票；灵岩让他走，他就乖乖坐旁边。他呆呆地看着他做的美食攻略，满眼都是问候。半小时后，他终于忍不住开口：还没到吗？灵岩数了数站牌，还早呢，还要再过7个站，我们这可是要跨过半个联邦。半个联邦，叶锦怀这才意识到有多远，可他心里竟然没有半分被拐卖的忐忑。
其实林岩昨晚就查清了叶景怀的底细，他的异能是精神类的污染系，不能接触异能者。不愧是男主，连设定都这么苦。但好在他可以接触普通人，所以林岩才敢带他来这99%都是普通人的白云区。刚下星轨，一股破败又充满烟火气的景象扑面而来，这和科技感十足的上城区简直是两个世界。林岩却迫不及待拉着叶景怀就冲进一家20年早餐老店，当热乎乎的包子入口，他感觉自己瞬间活了过来。然而对面的叶景怀却只是看着，他眼睛亮晶晶的催促：“你不吃吗？”叶景怀这才学着他小心翼翼地咬开包子，下一秒他瞳孔微眨，松软的外皮，浓郁的豆沙。原来这世上竟有比营养液好吃这么多的东西。看着他赏心悦目的吃相，林岩却注意到一个问题，他这身神秘的黑斗篷在人群中实在太扎眼。于是他一口吸完豆浆，拍板决定走，我们去买新衣服。然而刚进商场，林岩的脚就像被胶水粘住，他死死盯住一家巧克力店的柜台，草莓、抹茶、牛奶味，各来2块。付完新币，他立马把一颗粉色爱心巧克力递给叶景怀，尝尝。叶景怀低头就撞进他满是星光的眼，在林岩期待的目光下，他咬了一口，一股奇妙的味道瞬间在嘴里炸开。他笑着问：“甜不甜？”他呆呆回答：“甜。”原来巧克力是这个味道，原来这种感觉就叫做甜。可下一秒，林岩却一把将巧克力收进口袋。他说：“这宝贝得带回学校配着没味道的营养液，喝一口，再舔一下，这才能发挥出它10星币的全部价值。”叶景怀瞬间怔住，原来巧克力是要这么吃的。紧接着，林岩话锋一转，拉着他直奔服装店。进店后，他简直杀疯了。这件粉色好看，这个蓝色好清新，你简直是天生的衣架子，不愧是男主，这样的样貌，这样的身材，套件麻袋都好看。叶景怀满头问号，衣架子是在骂他吗？可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推着进了试衣间。在一声声又帅了的夸赞中，他竟试了整整6套。然而当林岩拿起吊牌时，笑容瞬间凝固，每件衣服的价格都堪比高定，而他的光脑里只剩800多新币。这下尴尬了，他深吸一口气，决定自己买单，毕竟是他拉着人家出来的。他问叶景怀最喜欢哪件，叶景怀看着他裙子上的蓝色装饰，指向了那件蓝色套装。林岩一看吊牌，500新币，他眼珠一转，冲老板开口：“老板，150我要了。”老板嘴角狂抽，500的衣服你砍到150，进价都不够。可林岩却不放弃，咬着嘴唇轻轻晃动马尾：“老板，就当交个朋友嘛，250不能再少了，250太难听了，220行不行？”最终交易达成。叶景怀看着他闪闪发光的眼睛，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付完钱，林岩兴奋地把他推进试衣间换衣服。就在这时，老板娘突然笑着开口：“小姑娘真会砍价，你男朋友穿什么都好看，多带2套呗。”男朋友？林岩当场呆愣住。恰好此时，叶景怀换好衣服从试衣间出来，他到底听没听见？林岩大脑一片空白，连忙解释：“不是，我们只是同学。”可老板娘却一脸我懂的表情。明白，还在暧昧期。林岩脸颊泛红，再也待不下去，拉起叶景怀的手转身就要。叶景怀垂眸，感受着手心温和的柔软，然而这份触感却只有短暂3秒。一出店门，林岩立刻松开手，仿佛刚才的触碰从未发生。他全然不在意，反而双眼放光。走，我们去买好吃的，烤串、奶茶、炸鸡。他在小吃街大杀四方，吃到满足。最后他手里还多了一袋糖果，巧克力太贵，只买得起2颗，但糖果能买一大袋。谁知这甜腻的气息竟引来一个黑暗中的存在。他感觉手上的袋子忽然一紧，低头一看，一个黑粉色泡泡正鬼鬼祟祟地粘着他的头。他瞬间明白，抓了一把糖塞给他，还摸摸他的头，小心点，别被人发现。可就在泡泡还想亲密地凑近他时，一股寒意袭来。叶景怀只是冷冷瞥了他一眼，那泡泡吓得一哆嗦，裹着糖果瞬间钻回了影子里。临近下午5点，天幕忽然暗下，刚才还晴空万里，顷刻间乌云密布，狂风从4面8方卷开。他抬头看了看天，要下雨，然而雨并没有下，街上的广告牌却被狂风卷成漩涡。在万米高空之上，似乎有什么东西悄悄睁开了眼。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机械音响起，检测到污染值在持续上升，人群发出一阵惊呼：污染值怎么会上升？是变异生物来了。播报音还在继续，78、80、83，直到最后一句，掷地有声，变异生物危险评级1级。瞬间，狂奔的人群像是被定在原地，所有人的脸上只剩下绝望。1级，那可是需要顶尖异能者联手才能解决的怪物，而 S 级则代表无人生还。紧接着，狂风撕开云层，一张猩红扭曲的巨脸缓缓浮现。完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联邦绝不会为了他们派出宝贵的一击执行。与此同时，天都区监测中心警报器疯狂闪烁，监测员夺门而出：“站长，下城区出现级变异生物。”可站长头也不抬，冷冷打断：“让他们自己解决。”监测员懵了，可是站长，他们最高只有 B 级。站长这才抬起头，嘴角勾起一抹不屑：“正是因为是 A 级，所以才不能让我们的 A 级异能者涉险。上次的 A 级污染，你知道导致了多少 A 级异能者受伤吗？他们自求多福吧。”监测员怔住，站长品了口茶，下达最后命令：“把警报压下来，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媒体。”下一秒，街道上空那猩红的怪物从天而降，张开黑洞般的巨口。林岩呆若木鸡，脸上是惊吓过度的震惊，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早知道要死刚就该把新币全花完。叶景怀却一动不动，只是偏头看向林岩，他嘴角微微勾起，似乎在等待什么。可就在这时，林岩根本来不及反应，手里的糖果袋竟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拽走，直直飞向怪物。紧接着，地面瞬间被墨色吞噬，在一阵诡异的咕噜声中，一个庞然黑影猛然钻出，又来了一只。刺耳的警报再次响起，变异生物危险程度重新评估：89，极限趋近 S 级的1级。这下人群彻底绝望，直接闭眼等死。可林岩心里却安全感爆棚。
他差点忘了，男主就在身边，强大又可靠的男主是不会见死不救的，他一定会救下所有人。果然，那黑色史莱姆化作一道闪电，冲向巨口怪物，接触的瞬间，别级怪物竟像蜡烛一样融化，秒杀。他眼冒星星，扭头就抱住叶锦怀的大腿狂吹：叶锦怀，你太强了，太帅了，我又活过来了。谁知他一抬头，却见叶锦怀脸色惨白如雪，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伸手想去扶他：你没事吧？叶锦怀却冷着脸猛地躲开他：别碰我。没事。眩晕和呕吐感接连顶了上来，是反噬，泡泡吞灭一级变异生物，负面的污染被它吸收，随之而来的呕吐味下水道味在体内混乱一片。区级变异生物，他肯定能轻松应付，而他却变得虚弱。虽然林岩嘴上在夸他，但心里一定觉得他很菜吧？为什么暴露实力的是他，还被他看到了泡泡最丑陋的一面：黑暗、污浊、狂暴、扭曲。狂风过后，废墟般的街道上只剩他们俩。他想去扶他，可他靠近一步他就后退一步，直到他躲到倒塌的雨棚后，彻底将自己藏起来。他身上散发的污浊气息连自己都觉得恶心，为什么要靠近他？是在证明他很厉害不怕他吗？两人隔着一道雨棚，仿佛两个世界。他以为他会转身离开，他什么也不说，就这么走了吗？不是朋友吗？酸涩的苦意挤满了胸腔，负面的污染在体内翻江倒海。明明他已经压制过一遍，为什么更痛？叶锦怀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弓着腰，透过雨棚布撕裂的缝隙往外看去。下一秒，他看见了林岩的背影，飘逸的发尾，裙摆在空中扬起弧度。他本该一尘不染，可此刻却站在一片漆黑里。下一秒，那个膝盖高的小泡泡不允着回头，头上还顶着他的糖果袋。林岩蹲下身，竟一把抱起那个软塌塌毫无光泽的泡泡。对，就是那个在叶锦怀看来最丑陋的泡泡。林岩却学着泡泡的声音，疯狂夸赞：你好可爱，你好厉害，你最棒了，好像果冻软乎乎的，你最可爱。他觉得这泡泡可爱到犯规，心里软得一塌糊涂。吧唧一声，他竟直接亲了泡泡一口，脸颊擦过温软的触，一触即逝。而雨棚后，叶锦怀的瞳孔猛然一张，胸腔里的酸涩苦意像是潮水般退去，心不受控制的砰砰乱跳，耳尖瞬间染上绯红。他亲完泡泡，一抬头就对上叶锦怀的目光，他捂着胸口，眼神躲闪，似乎心跳的厉害。他觉得自己现在这样的情况很不对，林岩竟然敢亲泡泡，他很危险，要离他远点。下一秒，要远离的少女就抱着黑粉色的泡泡，直接掀开了雨棚的一角。叶锦怀，你好点了没？虽然你说没事，但我还是想陪着你。叶锦怀告诫自己他很危险，但是此刻他好想接近危险。与此同时，联邦监测中心的警报还在咆哮，污染值已经飙到89GBF，监测员冷汗直流，正要上报。可就在这时，屏幕上的污染值竟像心电图一样剧烈波动，最后陡然变为0，从89到90，在瞬间归0。这组数据简直诡异，怎么会突然飙到90又突然变为0？90的污染值可是 S 级，这足以让一座小型城市顷刻间覆灭。难道是仪器坏了？紧接着，下城区执行中心的电话被捅爆，区内最强的 B 级战队此时已经奔赴死亡，可他们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到。突然，执行员叫道：什么？没有发现变异生物？等等，有人从污染区走出来，我去问问看情况。此刻，林岩将兜里的巧克力给了泡泡后，叶锦怀只是冷冷瞥了一眼，泡泡就一溜烟回到了影子里。叶锦怀超级逞强，走了，我没事，不用你扶。林岩，那好吧。叶锦怀心里暗道，不坚持一下的吗？那么快就放弃了？不是说要陪着他？世界毁灭了，我搜到一家糖果专卖店，泡泡看起来很喜欢，我们去买一袋吧。叶锦怀却冷邦邦的开口，泡泡不喜欢糖。他满脸问号，难道是他眼瞎？为了糖，刚才的泡泡可是大战级怪物。叶锦怀又补了一句，你也别乱亲泡泡。他更疑惑了，泡泡不喜欢我亲他吗？叶锦怀喉结滚动。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她打招呼：你好呀，泡泡不喜欢我亲她吗？叶锦怀愣了下，脑海浮现林岩亲她脸颊的幻想，随后硬邦邦吐出2个字：不喜欢。真是没被亲过的嘴就是够硬。他哦了一声，忽然又话锋一转，那叶锦怀，你总喜欢我给你买的衣服吧？我可是为你花了220新币，你不可以不喜欢。听到这个数字，叶锦怀沉默片刻，终于开口：喜欢。林岩这才满意，那我还是要去糖果店，营养液太难喝了，我要就着糖喝。话没说完，一个穿制服的男人猛地拦住他的去路。你们好，我是白云区执行中心的李强，我见你们2位是从污染区出来的。李强的瞳孔骤然一缩，紧紧盯着眼前2人追问：请问你们看见变异生物了？或者有什么异常吗？林岩坦然点头，有一个 A 级的变异生物。话音刚落，叶锦怀却淡淡瞥了眼李强，直接与他擦肩而过，解决了。他头也不回，只留下一句：走了，去买糖。与此同时，学院里早已炸开了锅。众所周知，学院里传播最快的永远是八卦。听说了吗？有个学妹开了星陨20枪，枪 10.9，消息一传十，传百，版本瞬间升级。我们学院出了个神枪手，100枪10.9。网上都说我们校队是废物，比不过一个新生。这下校队彻底被激怒，一个区新生也敢这么狂，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可事件的主人公对此却一无所知。吃喝玩乐了一天的林岩，回到学院后完成日常任务万米跑，他累得虚脱。回到教室，却发现桌上多了一封黑底红字的挑战书，他满脸问号，给错了吧？他一个低调的无异能者，谁会来挑战他？于是他想也没想，随手就将信扔到了前桌，那肯定是给狂战士傅炎杰的。第二天，前桌的傅炎杰看到挑战书，只觉得无聊，看都没看，直接扔进垃圾桶。而林岩昨晚学习到3点，踩着铃声进教室，吃了颗糖就倒头大睡。叶锦怀随后进来，竟也在他旁边趴下补觉，2人完美错过了一切。与此同时，射击馆却早已怒火冲天，那个新生怎么还没来？太猖狂了，让我们这么多人等他一个。
一个 F 级，真把自己当回事。半小时后，耐心耗尽，他不敢来了吧？怂货，走，我们直接去找他。一个 F 级，老子今天必须教他做人。几分钟后，一行人怒气冲冲杀到 F 班教室门口，教室里空无一人，只有一个清洁机器人正推着垃圾桶往外走。而就在那垃圾桶的最顶上，赫然躺着一封连拆都没拆的挑战书。靠，他压根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而此刻的林岩刚跑完了今日份的1万米，感觉这2天体力好了很多，是锻炼的效果，还是觉醒异能的前兆？他不得而知。树荫下的长椅上，叶锦怀正静静睡着，眉眼微合，睫毛在眼下投出浅淡的蝶影。他轻手轻脚坐下，打开光芒。网上关于他的骂声更多了，就是一个作秀的 F 级废物。第4学院是没人了吗？竟然营销一个废物，星陨就是把废枪，废物配废枪，绝了！他却毫不在意，直接关掉光芒。本以为这阵风波很快就会过去，可他不知道的是，一场更大的风暴正朝着他席卷而来。新生考核迫在眉睫，他废寝忘食苦练了1周，不为杀敌，只为跑路。就在这时，肩膀猛然一沉，林岩愣了下，叶锦怀的脑袋竟靠了上来，过长的刘海遮住眉眼，挺直的鼻梁和流畅的下颌线勾勒出清冷轮廓。他睡得好香，林岩心头一跳，收回视线，这算不算是抱上大腿了吧？可他也明白，危机四伏的世界不能总靠别人，他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枪法。于是他立刻打开学院内网，直奔武器库。系统默认价格从高到低，排在第一的是一把他看一眼价格就会心肌梗塞的步枪，他反正都买不起，就当欣赏了。直到他在第3页看到了那把熟悉的星陨，价格468万新币，没错，整整468万，是他这辈子都买不起的价格。他正叹着气，耳边却忽然响起一道沙哑的声音：“你喜欢吗？”叶锦怀不知何时醒来，清澈的琥珀色眼睛正静静看他。他猛然意识到2人距离太近，脸颊瞬间爆红。下一秒，叶锦怀像触电一样弹到长椅另一侧。林岩看得一脸不解，不就是靠着他睡了下吗？用得着反应这么大？叶锦怀是嫌弃他吗？空气瞬间凝固，他刚想说回宿舍，叶锦怀却率先开口：“你刚才看的是什么？”“我刚才在看学院的武器装备库，下星期就要新生考核了，我想看看有什么能租的装备，学校的装备能买还能租。”于是林岩便凑过去教他如何登录武器库。可就在2人头挨着头浏览光芒时，一道嚣张的声音炸响：“找到了，你这个狂妄自大的 F 级！”林岩猛然抬头，一个满脸不屑的男生正冲他叫嚣。话音未落，扑通一声，那人倒了。他缓缓转头看向身旁的叶锦怀，他却一脸无辜。后面几个队员看到这一幕当场吓傻，他们竟然忘了林岩身边有那个污染怪物叶锦怀。在少年冰冷的视线下，2人扛起同伴就跑。剩下2人正犹豫要不要开溜，叶锦怀却笑了：“怎么了？有事吗？”那冰冷的语气让他们头皮发麻。没事。可就在他们转身的瞬间，射击队队长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这届新生已经狂妄到这个地步了吗？”“队长。”2人连忙打招呼，像小鸡仔找到了母鸡大人，站到队长身侧，介绍一下：“我是校射击队的队长，3年级叶丹苏浩轩。”叶锦怀只是淡淡瞥他一眼，哦了一声。林岩却在心里同情地看着这位学长，他明白，这又是一个来给男主送人头的炮灰。看他现在笑得如此自信，待会儿怕不是要哭出来。苏浩轩见状当场愣住，他原以为被1级异能者叶锦怀无视也在情理之中，但没想到这个 F 级的林岩也仅仅只是扫了他一眼，这是什么态度？狂妄、嚣张、目中无人。于是苏浩轩看向他，将一连串罪名扣下：“你就是林岩吧？在射击馆百发百中，扬言我们校队不是你对手，而今天你一句解释都没有就把挑战书扔了。”他满头问号。等等，昨晚桌上那封挑战书原来是给他的。苏浩轩步步紧逼：“你如此挑衅，敢不敢和我们比一场？”林岩立刻否认：“我没有挑衅过你们。”可这礼貌的微笑在苏浩轩看来就是赤裸裸的嘲讽：“你现在就是在挑衅。”他彻底无语，搞了半天原来麻烦是冲着他这个炮灰来的。他赶紧解释：“我没有扔掉挑战书，这是个误会。”苏浩轩却冷笑一声：“明白，你这是不屑和我们比。”他再次辩解：“我没有这个意思。”可在苏浩轩听来，这阴阳怪气就是在说他们校队菜。他直接下战书：“既然如此，那就比一场。”而林岩只想息事宁人：“我枪法很烂，全靠的是运气，别浪费你的时间。”苏浩轩彻底炸了，这话的意思不就是嘲讽他们枪法烂，比试就是浪费他的时间吗？就在这时，叶锦怀站起身，冷冷吐出3个字：“回宿舍。”突然被一群人打断2人的交谈，他早就很不爽了。现在这男的还和林岩说了这么多话，要不是昨天精神力消耗太大，眼前这男的早就是一具尸体。林岩正要点头，苏浩轩却急了，他脱口而出：“等等，我们定个赌注，我赢了，你给我道歉；你赢了，我承认你是神枪手。”林岩听完直接无语，谁要当中2神枪手啊？还有道歉是什么玩意儿？他做错什么了？可就在他准备拒绝时，一个念头闪过，他眼珠一转，直接开口：“我可以比，但我赢了，你给我5000新币，行吗？”这话一出，苏浩轩瞬间倒吸一口凉气，这是在羞辱他，用区区5000新币羞辱他，太狂了。他咬牙切齿地吐出一个字：“好。”下一秒，射击 A 馆人声鼎沸，射击队队长和 F 级新生的惊天豪赌瞬间传遍整个学院，异能者好战，同样也喜欢观战，所有人都想看看这个把挑战书扔进垃圾桶的嚣张新生到底有几分实力。队长亲自和他比赛，这也太把他当回事了吧？那你这是不知道这学妹有多准，他可是把我们送过去的挑战书扔到垃圾桶里，根本不把我们的挑战当回事，所以队长今天要亲自教训他。听着周围的议论，林岩这才反应过来，他本以为只是简单比试来轻松赚个5000新币，结果现在全校围观，这下不赢都丢不起这人。
就在这时，苏浩轩走到他面前，一脸笃定：“你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林岩直接懵了，他哪后悔了？算了，可能学长眼神不好。于是他平静地认真发问：“比什么？手枪、冲锋枪还是步枪？”这淡定的语气仿佛每样枪械他都了如指掌。苏浩轩心里瞬间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他咬牙选了自己最擅长的600米步枪。可林岩听完不仅没慌，反而继续追问：“固定靶还是移动靶？”苏浩轩彻底怔住，他以为他会选简单的，没想到又把选择权交给他。那股不祥的预感瞬间炸裂。既然如此，他直接选了难度最高的移动靶。好，林岩点点头，紧接着却提出了一个更离谱的要求：“学长，公平起见，我们用同型号的最基础步枪，行吗？”苏浩轩沉默2秒，死死盯着他。最基础的步枪是要用最差的装备来羞辱他们，这简直是杀人诛心。他透过那平静的微笑感受到的是冲天的嚣张。他发誓，今天必须消一消这个新生的锐气。射击业馆，一切准备就绪。苏浩轩看见林岩拿出耳塞，轻蔑地嘲讽道：“只有弱者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为此，他礼貌又挑衅地问：“100发子弹，你先还是我先？”谁知林岩丝毫不客气，直接开口：“我先吧。”一句话直接把苏浩轩给整不会了。这个学妹怎么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然而，更让他看不懂的还在后面。只见林岩把那对软乎乎的耳塞放在手里揉了揉，他喜欢软乎乎的东西，而这个耳塞是和他一起穿越过来的。可下一秒竟然又把他揣回了口袋。苏浩轩愣了，这波操作是什么意思？就在这时，600米外的移动靶猛然划出，林岩瞬间侧身，脸颊贴紧冰冷的步枪，他的大脑在此刻飞速运转。速度、方向、提前量，所有可能的瞬间都预演完毕。紧接着，他抬起枪身，准星与靶心重叠成一个完美的同心圆。砰！他果断扣下扳机，子弹带着炽热的气流呼啸而出。就在众人紧盯靶标时，又是一声枪响，他竟然没有停下。紧接着第2枪、第3枪、第4枪，20发子弹瞬间打空。他秒速换上弹匣，又是20发连射，结果不到1分钟，100发子弹全部射完。他这才放下枪，随意的按了按有些发烫的右键，随后他看向电子显示屏，1090分，一个意料之中的满分。然而一旁的苏浩轩却彻底看傻，他本以为第1枪后就该轮到自己，可林岩的速度快到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显示屏上闪过一个又一个满分，那可是600米移动靶，不仅枪枪满分，甚至不到1分钟就打完100发，这根本不科学。就在他脑子嗡嗡作响时，林岩的声音传来：“学长，轮到你了。”这下苏浩轩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可他刚站上射击位，明明还没开枪，后背却瞬间被冷汗浸透。完了，他心态崩了。整整5分钟过去，他才打完最后1发子弹。电子屏上显示出他的成绩：1079分。虽然维持了正常水平，但和那恐怖的1090分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他输了。隔着一道玻璃，队友们的声音他虽听不见，但他们的口型却是一清二楚。队长，你是没用过这烂装备。对啊，这种破枪赢了有什么用？我们用的是稀有能源装备，他能行吗？可苏浩轩却猛然打断他们：“闭嘴，输了就是输了。”他双眼赤红，真正的狙击手用最差的装备也能赢。就在这时，林岩却完全无视这边的气氛，直接加大音量：“我赢了，学长，记得给我转钱。”话音刚落，5000新币瞬间到账，他这才喜滋滋的转身离开，根本不在意周围炸开锅的议论。然而他没有直接走，反而径直走向观众席一个孤零零的角落。叶景怀周围空无一人，他一屁股坐到叶景怀身边，献宝似的亮出光芒。当当当，我赢了5000新币。他眼睛亮晶晶的笑起来像月牙。叶景怀也弯了弯嘴角，恭喜你。说着，他竟从斗篷里拿出一样东西，这个给你。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她打招呼：“你好呀。”她眼睛亮晶晶地笑起来像月牙。叶景怀也弯了弯嘴角，恭喜你。说着，他竟从斗篷里拿出一样东西，这个给你。灯光下，他修长泛白的手里赫然拿着的竟然是星运。与此同时，整个校园论坛彻底炸了。F 班的林岩竟然赢了校射击队队长！卧槽 ，F 级都是怪物吗？你确定他只有 F 级？他可是能在叶景怀身边丝毫不受污染的狠人。不止，昨天还有个学长被他抬进了校医室，有人直接在论坛开扒，琥珀眼瞳，樱花唇瓣，这女人绝对不简单，尬死了！我看她的异能是魅魔吧，把你们一个个迷成这样。而这几天，林岩听着关于自己的离谱传闻，只想翻白眼。一会说他是流落在外的顶级世家真千金，一会又说他是伪装傻白甜的超级大佬，甚至还有人猜他是潜入联邦的帝国间谍。他简直无语，为什么就没人猜他是外星人呢？明明距离真相就只差一步。他觉得现在就算自曝没有异能都没人会信，低调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不过无所谓，反正现在跟着男主混就是最安全的。他现在就是叶景怀身边最横的小弟，谁再敢乱传谣言，他就拿出叶景怀送的星云把他们通通毙掉。等等，这么嚣张跋扈的剧本应该是反派小弟才对。他还没想明白，一个重磅消息就突然砸下来，新生考核即将开始，而且不同于往届，这次竟然是史无前例的4校联考。一时间，所有老师都在疯狂押题，4校联考肯定是阵营战，每个学院一个阵营，主考官是保守派，考核内容8、9不离10，就是在低危隔离区清扫变异生物，清扫的越多积分就越多，而积分最后将全部转化为新币。突然有人爆出内部消息，我舅舅是命题组的，这次绝对不是生存战而是对抗战。一瞬间，全校师生都炸开了锅，可林岩却压根不理，他每天只是看书、跑步、练枪，他也看过往届资料，上千个隔离区，上百种考核模式，这怎么押题？因此他早就想明白，与其瞎猜，不如拼命提升自保能力。再说了，他还有男主大腿可以保。很快，考核当天到来，
所有新生搭乘飞行器前往隔离区。不过半小时，四大学院就在空间站齐聚。就在这时，广播突然响起，第一届四校联考正式开始。然而当考核模式公布那刻，所有人都傻眼。紧接着一条条规则砸下来，本次考核模式生存，根本不是对抗战。本次考核时长3日，成绩评判方式积分，击杀变异生物，系统自动判定1到10分。考号已发送至各位考生手环，现在请立刻找到你们的队伍。不是吧？怎么是生存模式？有 N 多年都没考过生存模式了，让我们新生去高危隔离区，这不就是去送死吗？众人一阵骚动，考核地点在高危隔离区，大部分人的第一想法是抱团。林岩更是当场傻眼，自己处心积虑接近男主，为的就是能抱紧男主大腿躺。谁知命运弄人，他和叶景怀竟被分到不同队伍，这下彻底凉凉。他欲哭无泪，只能抱紧怀里468万的心意。不行，他告诉自己，为了468万，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就在这时，叶景怀见他揣着星允一副神游天际的模样，突然在他面前晃了晃手，想什么呢？他下意识实话实说，没和你分到一起，很伤心。没想到叶景怀对上他诚挚的眼神，竟猛地一怔，瞬间移开视线，他竟然觉得他离不开他的样子，好可爱啊，好想捏捏他的脸。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叶景怀心跳加速，赶紧收回思绪，接着不知从哪掏出个东西，这个给你。进隔离区后，我找你。林岩低头一看，竟是个黑粉色果冻般的泡泡。他刚伸手，那泡泡啪叽一下就粘了在他手上。叶景怀解释，这是个分裂的小泡泡，那就是泡泡的宝宝吗？他很喜欢软乎乎的泡泡宝宝。瞬间爱不释手，捏扁又揉圆。可谁知他刚一上手，叶景怀竟浑身像触电般猛地一颤。他万万没想到，这只是个分裂的子体泡泡，共感也会这么强烈。他开始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把泡泡的，这和把自己给他玩有什么区别？他极力压低声音，丢下一句走了，接着头也不回的快步离开。和叶景怀分开后，林岩按照考号登上18号飞舰，结果一进去就听见队友在疯狂吐槽，我们队也太菜了，一个1级都没有，有1级才恐怖好吗？万一分到那个怪物怎么办？谢天谢地，还好没和叶景怀分到一起。林岩不动声色扫过那几张脸，都是第一、第二异能学院的，心里默默记下小本本。紧接着他走向最后一排的角落，然而下一秒他却猛地愣住，一个熟悉的身影斜倚在那，是王涛。他双手抱胸，闭目养神，鸦青色睫毛垂在深邃眼窝，挺直的鼻梁投下利落斜影，薄唇抿成一道冷硬直线。就在这时，他仿佛察觉到林岩的视线，倏地睁开双眼，那目光锋利无比，像一头猛兽死死盯住了自己的猎物。林岩身体一僵，硬着头皮打招呼，好巧。谁知王涛看到是林岩，那猛兽般的视线瞬间变得平和。好巧。林岩别无选择，只能默默在他身边坐下。王涛找不到什么话题，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片刻后，再次闭上了眼。他需要休息。林岩知道这个男人极度危险。就在昨晚，他亲眼看见王涛一挑三，把3个高年级学生揍得满地找牙，而现在这个狂战士就在身边，他弱弱缩成一团。就在这时，飞剑猛然起飞，带队老师的声音响起，10分钟后降落 B 级隔离区，一直易售的情况已下发至各位考生的手环，如遇到危险或放弃考核，请立刻按救援键。闻言，林岩赶紧摸向座椅下方，只摸到一个小小的物资包，3袋营养液，一个急救箱和一个便携污染值检测器。其他考生瞬间炸锅，只有3袋营养液，这是要饿死我们吗？简直是疯了。可谁能料到这次会考生存模式呢？老师一声厉喝，飞剑瞬间安静。紧接着，林岩开始研究手环里一直易售的信息，形态特征、攻击方式、要害、积分。10分钟转瞬即逝，90辆飞剑轰然落地。然而，林岩和王涛刚走下飞剑，就听见那6个队友的激烈讨论，带不带这2个 F 级？2个累赘有什么用？让他们做梦去吧，还是带着吧，万一遇到厉害的变异生物。很明显，他和王涛被当成累赘，被直接抛弃。那个 B 级的队长更是双手抱胸，一脸傲慢。他以为林岩和王涛会像其他人一样，主动上交物资，祈求入队，可谁知这2人竟没一个也看他。林岩下了飞剑，口袋里的小泡泡迫不及待钻了出来。乖，别乱动，我们先找条安全路线。他的想法很简单，规划一条最安全的路线抵达终点。他的目标很明确，宁可绕远路，也绝不碰变异生物。地面堆积着层层叠叠的枯叶，空气里是腐殖质和潮湿的气息。林岩走到一棵树下辨别植物，根据植被的分布确定自己在隔离区的方位。而另一边的王涛看着面前的分岔路口，犹豫往哪条路走。这时，那个 B 级队长见自己被彻底无视，终于忍不住发话，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喂，你们2个 F 级，要想活命就跟着我们。林岩和王涛下意识看过去，那人竟大发慈悲地说，交出营养液我就同意你们入队。下一秒，王涛冷冷吐出2个字，不了。林岩也立刻跟上，我也不用。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F 级在队伍里根本不是被保护，而是遇到危险时第一个被丢出去的炮灰。可那个 B 级队长瞬间被点燃怒火，自己主动抛出橄榄枝，竟然被2个 F 级废物拒绝。要在平时，他绝不会搭理2个 F 级废物，但现在营养液不够，更是身处高危隔离区，可太需要炮灰了。喂，你们俩不要不识抬举。他话音未落，一声枪响猛然炸开，灼热气浪擦着他的脸颊飞过。林岩手持星允，枪口冒着白烟，竟还歪头冲他笑。那个队长又惊又怒，这是赤裸裸的挑衅。他正要发动异能，紧接着林岩又往地上开出一枪，然后弯腰从枯叶下揪出一株一指眼镜蛇草。他手环一扫，叮，4积分到账。那个队长瞬间僵在原地，冷汗浸透后背。他这才发现致命的一直就在他脚边，而他竟毫无察觉。然而林岩拿到积分拔腿就走，还不小心把几滴草汁甩到那队长身上。可他刚走没多远就察觉到身后有人，是王涛。他的目光定落在他的身上，薄唇轻启，你是故意的，你故意对那个人开枪。林岩瞬间提高警惕，这人竟然看穿他。王涛的分析直击要害，你的第一枪目标是他。眼镜蛇草是群居一指，打死一只眼镜蛇草后会被群草报复，第2枪才是为了掩饰。闻言林岩心一沉，警惕的后退一步，你什么意思？
谁知王涛竟垂下眼眸，平静的开口：“没什么，你比我快了一步，不然动手的是我。”林岩沉默2秒，他没在他脸上看出什么危险的气息。现在也不是晚上，但还是有点怕他。还没等他反应，王涛却猛然上前发出组队邀请。一起，他满脸错愕，他被看过，可他却看不透他的心思。下一秒，王涛已经走到他身侧，猛地俯下身，滚烫的呼吸喷在他脸上。他死死盯着他的眼睛：“你是在怕我吗？”突如其来的靠近让林岩心跳漏了一拍，紧接着心脏开始肋骨。现在的处境跟王涛组队确实更为安全，可他是亲眼见过王涛暴血狂揍 B 级异能者的场面。这个男人绝不止 F 级，实力越强，他才越怕。万一他发现自己是个拖油瓶，会不会把他扔进变异生物堆里？他越想越怕，脸上却越是镇定。抱歉，我不想组队。心想组队什么的，还是等叶景怀来找他吧。抱上男主大腿的感觉真好。可王涛却轻叹一口气：“你又拒绝我。”他紧接着一针见血：“叶景怀不在这里。”他立刻反驳：“和叶景怀没有关系。”谁知王涛直接打断他：“那你就是怕我。”他刚想否认，却猛然看见他浅色的瞳孔泛起淡淡金色，剩下的话瞬间卡在喉咙。王涛死死盯着他，突然问：“你见过他了，对吗？”话落，是程贝的寂静。林岩看到他瞳孔里的金芒一闪而逝，这才松了口气，立刻装傻：“见过谁？”可这一点细微的表情已经落到了王涛眼里。“别装了，你果然怕他。”王涛看着他眼里的恐惧，声音竟变得轻柔：“他不会伤害你，你不用怕。”说完，王涛留下一句“注意安全”，便转身就走。既然他不愿和他组队，那他也不能强求。林岩愣在原地，看着王涛的背影消失，竟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她打招呼：“你好呀。”林岩愣在原地，看着王涛的背影消失，竟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王涛为什么用他来指代自己？难道不是同一个人吗？他没时间多想，今天的目标是走到中维的安全点。他靠着对植物的了解，一路避开强力变异生物，就连遇到的2个 C 级也被他用星陨一枪暴击解决。不愧是468万的武器。就在这时，他看到前方一片密林，这里是外围和中维的交界，只要穿过去就能到达中维。上面寄生着无数嗜血藤条，血藤条以吸血为食，只要进入它的狩猎范围，藤条就会像一条条蟒蛇对猎物进行大肆绞杀。虽然嗜血藤条只有 C 级，可这些 C 级藤条数量太多，硬闯就是送死。于是他谨慎地采集变异树的枝叶涂在脸上，伪装成树的一部分。因为嗜血藤条不会攻击他寄生的变异树，就在他往脸上贴叶子时，几个人影突然从他身边路过。为首的人瞥他一眼，停下脚步：“你是中毒了吗？”没。他头也不抬，继续伪装。那几人哦了一声，竟直接朝着那片变异林走去。他这才注意到，为首那人的徽章竟然是一个1级异能者。A 级大佬出手秒杀藤条不是分分钟的事。他这么想着，继续往手上涂抹绿色的树脂，贴上叶子。这是第1届4校新生联考，4大异能学院都相当重视。为了展示一波实力，第一异能学院申请了直播，直播间的视角自然是围着 A 级异能者。然而林岩不知道的是，他刚刚擦肩而过的那个1级天才，正是本次考核的热门主角。他的考核正在全网直播，此刻直播间弹幕疯狂滚动。这1级大佬也太强了，可惜队友全是1级和 F 级的废物，纯纯给大佬拖后腿。就是要不是他们大佬早就到中维了，吓死我了。刚才那个脸涂绿的 F 级是谁啊？混得也太惨了。看他的徽章是 F 级吧，大佬还停下问他是不是中毒了，这也太善良了吧。我以为他又要带个窝囊废。就在弹幕议论时，那个 A 级天才已经带队走进了变异林。谁知他们刚走到林子腹里，异变突生，无数嗜血藤条从4面8方爆起。小心！话音未落，已经有人被瞬间撂倒。蟒蛇般粗壮的藤条迎面抽来，千钧一发之际，视野突然扭曲，时间暂停。等众人回神，面前的藤条已被砍断，流出一地蓝色液体。那个 A 级天才手持长刀，宛如神明。弹幕瞬间爆炸，是时间暂停。大佬发动异能了，他暂停了多久？砍了多少刀？7秒，仅仅7秒。他挥出了整整63刀。可这还没完，时间恢复流动的瞬间，更多的藤条从4面8方围剿而来。而他那些被救下的队友，脸上写满惊恐，没有闪避，也没有发动异能攻击，他们心安理得等着他再次出手。时间再次暂停7秒，这一次地上多了104条扭曲的藤条。可下一秒，更恐怖的画面出现，新涌来的藤条竟开始疯狂吸食地上同类的尸体，场面瞬间失控，整个变异林变成一片人间炼狱。有人开始动摇，要不我们先撤退。可他的队友话没说完，时间再次暂停。然而这一次只有6秒。只因时间暂停能力太过逆天，因此精神力消耗巨大，大佬暂停的时间只会越来越短，可林子里的藤条却越来越多，如蟒蛇般贴了涌来。短短6秒，他再次砍下172条，可是他那7个猪队友却在混乱中四散逃窜，根本没人跟上。众所周知，保护比进攻更难。大佬开始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在精神力耗尽前带他们离开。就在这分神的瞬间，一道藤条猛然从他后背刺来，他虽奋力闪躲，右肩却还是被擦伤。直播间瞬间炸锅，卧槽，大佬受伤了，别管那群拖油瓶了，快跑啊！这群废物在干嘛？一个个跟大爷似的等死吗？就在直播间一片骂声时，画面一角竟出现一个移动的绿色影子，那东西身披绿叶，像一棵会走路的变异树。难道是2次变异的怪物？观众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可当影子走近，他们才惊掉下巴，这竟然是刚才那个 F 级。他全身覆盖绿叶，像穿了一身吉利服。只见他路过这片混乱的战场，竟停下脚步，发自内心的疑惑：不是有1级异能者吗？怎么还没解决？弹幕疯了，卧槽，这 F 级口气也太狂了吧！看他过去肯定1秒被抽飞，结果下一秒所有人都傻眼了。
他就这么走过去，周围狂暴的藤条竟对他视而不见，没有一根藤条攻击他。他轻松路过的身影和那边浴血奋战的级大佬形成一道刺眼的对比，弹幕瞬间空白。你确定他是 S 级，不是什么人形变异兽？快看，他又回来了。没错，林岩这回来了。他本以为级大佬能轻松解决，但不要乱杀，嗜血藤条吸食同类汁液会2次变异，很快就会变成 B 级，攻击尖端1寸，那是弱点，死后就不会流出汁液。说完，他抬手就是一枪，藤条应声而倒，果然没有流出任何液体。听到这话，那级大佬下意识手腕一翻，刀口精准对准藤条尖端1寸，一刀下去果然没有汁液飙出，斩杀甚至轻松暴击。他猛地看向这个绿油油的女孩，像是一丛灌木，只看到一双漂亮的眼睛。林岩也看向他，眉头一皱，你受伤了。嗜血藤条有毒，解药是藤条根，搅碎敷在伤口。话音刚落，那级大佬刀光在闪，以接连斩杀一片藤条。他刚想道谢，却猛然发现那丛小灌木竟然凭空消失了。直播间的观众更是炸开了锅，眼睁睁看着那个 S 级再次轻松离去，所有藤条都对他视而不见。这个小绿人懂得好多啊，他说的真的假的？会不会是想借机淘汰大佬，谎称藤条根才是剧毒吧？别阴谋论了，我查了，他说的都是真的。所以他到底是谁？难道是隔离区的土著吗？而此时的林岩早已穿过变异林，抵达隔离区中围，而越往中心走，变异生物就越多。可他只是在找水源的路上，就顺手干掉了6只 C 级变异生物。他戳了戳肩上的小泡泡，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问他，小泡，你主人到底在哪？小泡泡却只会黏糊糊的抱着他的手指，咕噜咕噜叫着。林岩叹气，好吧，你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可爱宝宝。就在天黑前，他找到一条小溪，用检测器一测污染值在可饮用范围内。太好了，物资包里只有3袋营养液，根本不够3天，他必须自己找食物。幸运的是溪水里竟然有鱼，还是没变异的正常鱼。林岩立刻拖鞋下水，眼疾手快就抓住一条。旁边的小泡泡见了竟也伸出5条触手，捆住一条小鱼顶在头上，蹦蹦跳跳的过来邀功。林岩扑哧一笑，捏了捏它，宝宝真能干。得到夸奖的小泡泡瞬间来劲，于是等林岩再抓到一条鱼，一回头当场愣住，只见小泡泡的头上竟叠了10几条鱼，真是一座活生生的鱼山。林岩震惊到失语，小泡泡瞧见了他脸上呆滞的表情，不捏捏他吗？不夸夸他吗？他耐心的等着，可直到头顶上的鱼全部被取下来放到了一边，都没等到捏捏夸夸，小泡泡委屈巴巴的摊成一张面皮，呜咕噜咕噜。下一秒，林岩却揪起他的面皮，把他盘回球形吧唧亲了一口，你上辈子一定是捕鱼达人。小泡泡瞬间晕乎乎。然而林岩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一瞬间，另一边已经重返出发点28次的叶景怀脸黑得像锅底，怎么又回来了？可就在这时，他忽然感觉脸颊被什么东西轻轻抚过，柔软又温热，这个感觉他一下子就想到什么，瞬间耳尖泛起一层薄粉蔓延到脸颊，紧接着整张脸都浸在酡红里。可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她打招呼，你好呀。他一下子就想到什么，瞬间耳尖泛起一层薄粉蔓延到脸颊，紧接着整张脸都浸在酡红里。可他和小泡泡共舞，林岩就在附近。不对，他不是来找林岩的，他是来找分裂的小泡泡的。林岩应该没遇到危险吧？不对，林岩那么强，根本不需要他保护吧？叶景怀满脑子胡思乱想，他感应着小泡泡的方位大步走去。可几分钟后，他又回到熟悉的场景。该死，感应最终还是败给路痴了。叶景怀没有停歇，再次出发。半小时后，他终于看到活人，正是和他一组的那几个 F 级，他们正和一只丑陋的变异生物缠斗。正常来说，叶景怀绝不会多管闲事，但现在他被自己的路痴彻底打败，于是他身下的黑影瞬间扩散，泡泡在瞬息之间就吞噬了他。叶景怀面无表情，从兜里掏出水果糖塞进嘴里，又给泡泡扔了一颗。过旧的4人当场看傻，他们和叶景怀一同分在一组，只是下飞剑后叶景怀单走，面对恐怖的 C 级变异生物就要按下救援键了，没想到竟然被大佬救下。4人感激涕零，却又不敢开口。谁知叶景怀竟主动看向他们，你们要去哪里？去哪？4人一脸疑惑，大家不都是去终点吗？难道大佬没看考题？一个高个男生鼓起勇气，谢谢你，我们所有考生都要去中心光柱，限时3日内到达。说着他指向远方的光柱，叶景怀看向光柱瞬间想通，所有考生都去哪？林岩肯定也会去，他在出发点浪费了太多时间，林岩肯定在前面，限时3日，以他的实力肯定1天就能到，他要追上他。下一秒他做出决定，好，你们在前面带路，1天内到达光柱。4人看着少年认真笃定的神色，瞬间悟，大佬的世界1天到达才是正常。而此时的另一边，夜幕降临，篝火噼啪作响，林岩正将洗净的溪鱼串在树枝上悠闲的烤着。很快烤鱼泛起焦糖色的油光，鱼肉的鲜香弥漫开来。他取下一条递给小泡泡，给你的小鱼。小泡泡伸出触手接过，发出幸福的咕噜声。林岩宠溺地摸摸它，真乖。结果一眨眼，小泡泡竟将整个烤鱼连着树枝一起吞下。林岩当场石化，他差点忘了这小东西的妈可是能吞下比自己大数百倍的怪物。于是他又取下一条烤鱼，指着鱼说，这个可以吃，又指着树枝，这个不可以吃。说完他还亲身示范表演吃树枝再吐掉，学会了吗？小泡泡却只会一味的贴贴。林岩只好递给他一条烤鱼，自己也拿起一条幸福的吃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此情此景，这鱼也太美味了。可就在这时，一道危险的气息骤然降临，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那道影子瞬间将他笼罩。在吃什么呢？爱哭鬼！闻言，林岩吓得烤鱼差点掉在地上，他猛地抬头，就撞上了一双耀眼的金色眸子。少年同样拥有一头耀眼的红发，发梢在晚风中肆意吹扬。他直接在林岩旁边坐下，他说你怕我，警告我离你远点。接着他眼尾上挑，眼神不羁又慵懒，我不信，可是现在看来，你还真的怕我呢，爱哭鬼！林岩大脑瞬间宕机，不明白王涛为什么出现在这儿，他那么强，不应该甩他一大截早走远了吗？
我不是爱哭鬼。然而王涛却歪着头细数起来，怎么不是？我都瞧见你哭13次了，不过最近倒是没见你哭。林岩皱眉，你别乱说，我什么时候哭过？这人太奇怪了，突然出现不说，还说些稀奇古怪的话。谁知王涛竟耸了下肩，挑眉笑道，就跑步后的时候呀，像条毛毛虫一样蠕动，还躲起来偷偷哭，没想到被我发现了吧？他的表情实在太亲民。林岩很想揍人，但他打不过，只能忍着怒气。跑步有什么好看的？你为什么看我跑步？王涛语气突然认真，可你真的很好看呀！我第一次见有人跑那么慢，和蜗牛一样跑1-2圈就不行了，好有趣，更欠扁了。林岩磨了磨后槽牙，只能偷偷翻了个白眼。这其实是他第一次和红发金眸的王涛说话，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冷酷的狂战士，竟是这种自来熟的欠扁性格。不过还是闭嘴吧。学校风纪会在调查的红发男伤人事件的主角就是他，受害者从 F 级到 B 级，搞得人人自危。林岩就撞见过好几次他的伤人现场，每次都心脏狂跳的路过，连眼神交流都不敢有。他自认是个好学生，根本没惹过他。可就在这时，王涛突然侧过身子，一张俊脸怼到他面前，喂，怎么不说话？你为什么跑？我长得很吓人吗？他淡金色的眸子流转着笑意，就这么直勾勾看着他。可林岩却见过他眸子更金灿灿的时候，就是在他把人揍得面目全非的时候，那场面简直是凶案现场。林岩呼吸一滞，才缓缓开口，长得不吓人，但你打架很吓人。王涛却笑盈盈地看他，你看我打架该不会认为我是坏人吧？我要真的是坏人，你早就死13次了。林岩更害怕了，请你不要笑着说出这种话，这样更吓人了，很像个笑脸变态杀人狂。可偏偏他的直觉告诉他，他不会伤害自己。可为什么呢？直觉吧。但林岩早已做好准备，只要他敢动手，他就一枪毙了他。就在这时，王涛突然收起笑脸，瞬间变得冷酷。原来你喜欢冷酷一点的。此时他高挺的鼻梁与微抿的薄唇勾勒出冷峻的轮廓，眉眼冷冽，看起来和白天那个狂战士一模一样。结果没过2秒，他又破功笑起来，怎样？我这样帅吗？不怎样，很臭不要脸。林岩终于受不了，说出了心声。王涛愣住，显然没想到他会这么说。下一秒，他像是被戳中笑点，低低笑起来，肩膀一抖一抖。这笑声让林岩瞬间脑补出变态杀手狂笑的场景，他连忙找我开玩笑的，你别杀我。谁知王涛却强忍笑意，轻声说了一句，都说了我不是坏人，你不在名单上。名单？林岩心头一跳，什么名单？死亡名单吗？王涛却只是看了他一眼，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白天他是全校闻风丧胆的冷面揍人狂，晚上却成了冲林岩摇尾巴的小奶狗。就为了一口烤鱼，他眨巴着狭长的桃花眼，活脱脱一副无辜狗狗样，这反差也太大了。此时闻到了点焦味，林岩连忙拿起烤鱼，王涛眨巴眨巴眼睛看着，咽了下口水，好吃吗？我也想吃。林岩实在受不了他这副表情，只好递给他一条，随口吐槽，你跟白天完全是2个人。谁知王涛接过烤鱼，竟笑得露出一排白牙。是啊，我是神经病。林岩瞬间无语。王涛看他不说话，该不会又被吓到了吧？神经病很吓人吗？林岩摇摇头，不吓人，哪有你打架吓人？话音刚落，林岩猛然间反应过来，截然不同的同色和发色，截然不同的2种性格，还用他来指代另一个人格，这根本就是双重人格。白天和黑夜切换人格状态，2个人格都有完整的自我意识，在切换时会记忆中断。你可真是个胆小鬼，打架有什么好怕的？那些可都是欠扁的家伙。林岩愣住，下意识看向他，王涛竟有些不自在，怎么突然觉得我很帅了？林岩面无表情的低头吃鱼，没，我只是看一眼欠扁的家伙。王涛呆了2秒，扑哧一声笑出声出来，误会了，刚还以为你是胆小鬼，现在看你胆子挺大的嘛。林岩当然胆大，主要是因为他能感觉到王涛对自己无害。可就在这时，王涛却盯上了他身边的小泡泡，小东西已经炫完4条烤鱼，正从嘴里掏鱼骨头。王涛一脸震惊，这邪恶小玩意儿怎么这么能吃？邪恶！林岩立刻捂住小泡泡的耳朵，紧接着转头就怼向王涛，你就是什么好玩意儿吗？他竟然超自信的挺起胸膛，当然，我可是惩恶扬善的好人呀，我的名单上全是学院里的霸凌者，到晚上就以暴制暴，把他们揍得再也不敢欺负人。林岩看着他那一脸正义的模样，半天没说话。王涛疑惑的把脸凑过来，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她打招呼，你好呀。林岩看着他那一脸正义的模样，半天没说话。王涛疑惑地把脸凑过来，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林岩回过神来，冷静开口，你好闲。王涛抓了抓头发，承认了，没办法呀，不做点什么，晚上的精神暴动真的很难熬。况且我揍的都是欺负弱小的人，我可是站在正义的一方。林岩沉默了，没想到这红发揍人狂还挺中二。众所周知，所谓的异能学院，有异能评级就必然存在阶级差 ，A 级、B 级是金字塔顶端 ，C 级、D 级负责巴结，而他们这种 E 级、F 级就是最底层的楼，只能任人欺凌。可这学院的风纪会偏偏就是那群级 B 级异能者，他们对霸凌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是他为什么拼命想抱男主大腿的原因。见状，王涛突然小声嘀咕，怪不得他说你很冷漠，确实一点都没说错。林岩一时没反应过来，王涛解释，就是白天的那个，他还警告我离你远点。林岩瞬间明白，这货纯叛逆，不让他干什么他偏要干什么。谁知下一秒王涛竟语出惊人，你说他是不是暗恋你啊？怕你爱上我才不让我接近你。闻言，林岩差点被鱼刺卡住喉咙，赶紧把剩下的7串烤鱼全塞给他。话不要乱说，闭嘴吧你。王涛喜滋滋接过烤鱼，林岩则拿出地图规划路线，明晚必须到达中围和内围的交界处。正想着，王涛突然又喊道，喂，继续烤啊，我都吃完了。林岩看着他手里的空树枝，你还想吃烤鱼就自己去抓，自己去烤。王涛似乎想起什么，歪头一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小哭包，你叫什么？果然如林岩所料，王涛的2种人格记忆不互通，便反问道，他没告诉你吗？王涛磨了磨牙，他都暗恋你，
怎么可能告诉我名字？林岩彻底无语，你可真会诋毁人。林岩，森林的林，青年的岩。谁知王涛听完挑了下眉，拖着懒洋洋的腔调喊道：“妹妹。”林岩瞬间炸毛，王涛却看了眼林岩，笑着解释：“我有个9岁的妹妹，跟你一样高，你真的很像我妹妹。”可这在林岩眼里，他笑得可真切，懂，他可太懂了，这不就是变相嘲讽他矮吗？林岩学着他的样子看向他头顶，字字清晰地吐出3个字：傻大个。王涛。第二天醒来，林岩震惊地发现王涛竟然还在，他坐在熄灭的篝火旁，背对着渐亮的天色，黑发琥珀瞳似乎又变回了白天的模样，晨光洒在他侧脸，竟有几分温柔。林岩有点懵，你一直都在吗？他抓了抓头发，似乎也不太确定。人格切换时，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林岩的睡影。在夜晚的精神暴动下，他没有选择靠杀戮去缓解头痛欲裂，而是守了林岩一夜。似乎比起杀戮，林岩的存在更能抑制精神暴动。王涛明明知道答案，却还是开口问：“你昨晚见到他了，对吗？”林岩点点头，我会帮你们保密的，谢谢。王涛顿了顿，又问：“他没有伤害你吗？”没有，但是他伤害了10条烤鱼，胃口特别的好。他没有伤害他。王涛笑了，他的笑容很浅，完全不同于昨晚红发少年的那种中二的傻笑。就在林岩喝着营养液准备道别时，王涛突然开口：“谢谢你请他吃烤鱼，有什么需要我会帮你。”他琥珀色的眸子一眨不眨地看着林岩：“你害怕他吗？”林岩动作一顿，郑重思考：“不怕。”下一秒又赶紧补充：“他不做我的话，他不会伤害你。”王涛深吸一口气，眼神专注：“那你现在可以和我组队吗？”什么？他还在想组队的事情。说实话，王涛实力逆天，抱他大腿肯定能够考核，但是他不能和他有过多接触。双重人格，白天正常，晚上疯魔，这妥妥的反派设定。既然已经抱上男主大腿，就绝不能再和反派有瓜葛，不然洗不白就要勾搭。想到这，林岩果断拒绝：“不了，我还是喜欢一个人行动，拜拜。”说完拔腿就跑，生怕那颗想走捷径的心会动摇，在心里默念了数十遍夜景怀，坚守到心。王涛望着他渐远的背影，垂下眼眸，喉间溢出一声无声的叹息，又被拒绝了呀。然而现实狠狠打了林岩的脸，仅仅一上午他就干掉了6只 C 级和数十只 D 级变异生物，自己坚守的道心当场破碎，他后悔了，这太耗子弹，而1枚子弹就要20星币，都能买2颗巧克力，要是跟王涛组队能省下多少星币啊？他越想越后悔，到心碎了一地，幸好没遇到群居变异生物，不然子弹早就空了。临近中午，肚子饿，营养液耗尽，林岩只能去找大米，结果到了才发现季节不对，只有大米花。就在这时，一道黑影掠过，抬头一看，竟是一只在采大米花蜜的蜜蜂，它的绒毛沾满金黄色的花粉。隔离区指南记载，这种蜂蜜饱腹感极强。林岩耐心等着它采完蜜，看着它变成一个蓬松小球朝着西北方飞去。林岩灵机一动，把物资包捅了2个洞套在头上，戴好自制防风帽，悄悄跟了过去。与此同时，另一边对于好战的异能者来说，这不是生存考核，而是击杀变异生物的积分排名赛。此刻排名第一的是来自第一异能学院的1级异能者张云深，满地变异生物残骸全是他一人斩杀，他竟然也没有组队，他也不需要队伍，区 B 级隔离区他根本不放在眼里。新网直播间内，观众再次被他的强大所震撼，不愧是这届最强，牛逼！我的天，一个人就清空了一大群变异狂蜂，稳了，第一稳拿下。地上满是变异狂蜂的尸体，张云深没多想，肚子饿得难受，是时候去找蜂蜜了。然而就在他转身的瞬间，异变突生，数以百计的变异狂蜂竟从腐叶中爆起，它们悄无声息形成了一片密不透风的死亡之墙。卧槽，这蜜蜂会假死！眼睛变红了，这是2次变异。张云深快回头啊！直播间的观众急疯了，可张云深却浑然不觉，他的眼中只有不远处的蜂巢。然而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一个头戴物资包的奇异人士竟然抢先一步取下了蜂巢。据说大米蜜蜂的蜂巢有大米的味道，还相当饱腹。此时就算高冷如张云深也忍不住开口：“慢着。”而林岩正小心翼翼地包好蜂巢，幻想着大米味的蜂蜜。闻言，他连忙把蜂巢藏到背后，警惕地望去，只见一个浅金发色的少年，胸口佩戴着代表1级异能者的金色徽章，1级大佬。可林岩的视线在他身上停留不到1秒，瞳孔骤然收缩，快跑！变异狂蜂都快刮成龙卷风了，这哥们还搁这儿发呆呢。可张云深眼里只见那个物资包二话不说转身就跑，他冷笑一声，立刻追了上去。偷蜂蜜心虚了，林岩被吓得魂飞魄散，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潜力，但他的体能哪比得过1级的异能者？不一会儿就被追上，一只手掌重重按在他的肩头，把蜂蜜交出来。林岩双手死死护住蜂蜜，猛地回头，看的却不是他，而是他身后那片黑压压席卷而来的变异狂蜂。他气得当场掏出枪，抢什么蜂蜜？命都快没了！这强盗不仅抢东西，还不要命的招惹了这么多蜜蜂，真倒霉！直到子弹射出，张云深才终于察觉到了身后的杀机。此时数以百计的变异狂蜂已经形成了流动的黑色帷幕，朝他扑来。找死！少年瞳孔深处迸发银色电弧，一瞬间，电流在空中交织成银色的绞杀空间。林岩眼睛一亮，哦豁，群攻异能有救了！只听撕啦啦一阵巨响，所有狂蜂瞬间化为灰烬。然而下一秒，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灰烬竟然重新聚集，变异狂蜂又复活了。张云深当场怔住，直播间的观众更是满屏问号：什么情况？复活赛中赛吗？这蜜蜂怎么又复活了？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她打招呼：你好呀。张云深当场怔住，直播间的观众更是满屏问号：什么情况？复活赛中赛吗？这蜜蜂怎么又复活了？有人给他刷广告吗？这蜜蜂到底有几条命呢？死了又死，好折磨。然而直播间的观众很快发现一个诡异的事实，为什么这蜜蜂只盯着张云深，那个矮子呢？蜜蜂怎么无视他？没错，变异狂蜂精准地在男人身边盘旋，形成了一个直径4米的旋转牢笼，而林岩因为站得近也被无辜卷。可诡异的是，他站在电磁场中央竟然毫发无伤。张云深满脸黑线，一次次发动异能，蜜蜂却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复活。
他终于忍不住，死死盯着林岩。他不攻击你，你是御风人，你才是御风人。林岩当场反驳，冤有头债有主，你杀了他们，他们当然攻击你。你偷了他们的蜂蜜，我拿的是大米蜜蜂的蜂蜜，跟他们无关。林岩低头护好自己的战利品，确保树叶将蜂巢包得严严实实。张云深沉默了，只能继续发动异能，可他的脸色已经越来越差。而此时，全网的弹幕都在声讨林岩，这物资包也太恶心了吧！张云深再救他，他还幸灾乐祸，一个 F 级单走就很怪，这蜜蜂不会就是他搞的鬼吧？难道是召唤系异能？就在全网以为抓到幕后黑手时，林岩却突然开口，我知道了，这些蜜蜂是灵体，所以你的攻击无效。张云深一愣，灵体？林岩立刻解释，变异生物死时怨念太深就会变成灵体，概率不到1000万分之一，没有实体，你的攻击当然打不中。谁知张云深却冷笑一声，你的意思是上百只蜜蜂全都中了1000万分之一的概率？直播间更是一片嘲讽。编，接着编，一只1000万分之一，100只的概率是多少？数学大神来算算。林岩却摇了摇头，这么低的概率，变灵体的应该只有一只。蜂王，蜂王在操纵蜂群，他边说边像雷达一样扫视蜂群，余光忽然被不远处的反光刺中，5米外有一丛变异双头兰，花上悬停着一只小小红眼蜜蜂，就是他。林岩瞬间掏枪抬手，砰的一声，子弹一发入魂，正中蜂王的红眼。几乎是同时，周围的灵体瞬间烟消云散，解决了。林岩收回枪，心痛地看着自己的枪，又损失了1枚子弹。张云深彻底愣住，他竟然真的说对了。而更让他不解的是，对面一个 F 级为何能在他的电磁场中毫发无伤？难道现在的 F 级都这么强悍了吗？就在这时，他肚子不争气地叫，林岩转身要走，肩膀却被一只手死死按住。张云深抿了下唇，憋出2个字：蜂蜜。林岩当场就炸了。你招惹蜜蜂，害我浪费2颗子弹，现在还想要我的蜂蜜？他的声音不自觉地越来越大。张云深眸光微动，弱弱地放下手来。就在这时，林岩看到了他胸口的金色徽章，又是级，行吧。随即掰下一小块蜂巢塞给他，给你，毕竟他可真怕一级强盗当场抢劫。此时，新网上的观众瞬间脑补了一出大戏，他给了，他真的给了。我赌5毛，这物资包是在用蜂蜜贿赂张云深，下一步就是求大佬带飞。然而下一秒，全网打脸，林岩掰了一块小蜂巢给那个级强盗，转头就掰了一块更大的，直接喂给他肩头软趴趴的小泡泡，甚至看都没看张云深一眼，转身就走。观众哗然。与此同时，全网的直播间都在聚焦一件事，本次考核的冠军究竟是第一学院的张云深，还是第二学院的关行之？两人的积分死死咬住，粉丝们更是吵翻了天。张云深可是全方位第一，不是张云深第一个到终点，我就吃心好。就在所有人都为他俩疯狂时，一个谁也想不到的画面出现了。在终点的直播间里，竟然出现了一群人影，一个绝美的少年站在光束中心，是叶锦怀，但他对那个打卡仪器似乎毫无兴趣。他环顾四周，满心只有一个疑惑：林岩呢？他为什么还没到？难道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或许他走的其他的方向，因此并没有遇到。而他身后的4人小队更是瑟瑟发抖。这个男人一路上所有变异生物靠近就直接被污染融化，简直是行走的天灾。可他却好像只是在急着见什么人。为什么这里没有人？叶锦怀眉头紧锁，他以为林岩会在这里等他。身后的娄毅颤抖着提议，要看有没有人到，很简单，只要把手环放上去显示300积分，就说明你是第一个。叶锦怀听完点了下头。娄毅以为他要去打卡，谁知叶锦怀缓缓抬眸，唇角微勾，那笑容比冰霜更吓人。他盯着娄毅轻轻吐出2个字：你去。随着手环滴的一声，一道冰冷的机械音瞬间响彻整个隔离区。恭喜来自第3异能学院的娄毅第一个抵达终点。刹那间，所有考生都懵了，娄毅是谁？而那个叫娄毅的一级路人此刻汗流浃背，完蛋，这下全区出名了。然而叶锦怀听到播报却只是淡淡一句，还真是第一个。他缓缓走向打卡点，他要林岩听到他的名字，只要他听到就一定会来找他。手环到账200积分，可他等了1分钟，全区静悄悄，根本没有播报。叶锦怀的脸瞬间黑了，原来只有第1名才有全区播报的殊荣。与此同时，终点直播间瞬间涌入无数观众，谁到终点了这么快？是张云深吗？不是，他连内围都还没进。那是关行之还是沈一舟？都不是。终点是4个1级和 F 级。就在全网疑惑时，一道身影走进画面，那人身披黑色斗篷，正是叶锦怀。观众这才反应过来，卧槽，是叶锦怀带着4个拖油瓶到了终点。等等，他不是第一学院的天才吗？他早就转到第4学院了。为什么第一学院会放走这么强的异能人？突然，一条弹幕让直播间彻底死寂。难道是污染？就在这2个字出现的瞬间，叶锦怀瞳孔骤然收缩，他猛地抬头，墨色眼瞳精准锁定仪器上的摄像头，骨节分明的手指扣住仪器，金属外壳在他掌下发出刺耳的悲鸣。下一秒，他眯起眼贴近镜头，那张漂亮到极致的脸上勾起一抹无害的笑。看够了！话音刚落，阴影骤然吞噬一切，直播间瞬间黑屏。最后定格的是少年那令人脊背发凉的笑。紧接着，叶锦怀当着所有人的面解开了手上的手环，随手往后一抛，那代表考生身份的手环在空中划过一道银弧，彻底消失。他退赛了。娄毅看着他毁掉打卡点，心惊肉跳的跟上去。叶同学，接下来去哪？叶锦怀瞥了他一眼，轻描淡写的开口。杀了这里的全部变异生物，只要杀光了，林岩就能快点找到他。随后他静问：一起吗？而就在他话音落下的日暮时分，整个隔离区的大地开始剧烈震颤，数以百计的变异蜘蛛密密麻麻，食人花直立狂奔，沼泽开始沸腾，所有潜伏在阴影里的怪物都在这一刻睁开了眼。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
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他打招呼：“你好呀。”此刻食人花直立狂奔，沼泽开始沸腾，所有潜伏在阴影里的怪物都在这一刻睁开了眼。进隔离区才第2天，对一个无异能的林岩来说，竟然单枪匹马干掉了26只 C 级变异生物，还有48只 D 级。这战绩别说他一个普通人，就连 F 级异能者都办不到。林岩感觉自己已经飘了，正准备雄赳赳杀向内围，可他脚步一顿后退2步，决定还是先苟一苟。然而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个决定救了他的命。随着夕阳沉下，天际被染成诡异的深红色，林岩抬头望天，总感觉今晚不太平静，于是往嘴里塞了块蜂巢压压惊。可就在这时，手上传来黏糊糊的触感，是他的小宠物泡泡在讨要蜂巢。林岩掰了一小块递过去，结果这小东西竟然看不上，伸出触手就要抢他给主人留的大蜂。林岩大受震撼，你这是要造反？小泡泡的触手瞬间捂得更兴奋了，林岩一把将它按扁，这才把小蜂巢塞给他，心里却在嘀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他的主人，让自己抱上真正的大腿啊？可就在他念叨的瞬间，最后一缕天光引入黑暗，整个隔离区开始剧烈摇晃，巨大的裂缝从内围蛇形而来，瞬间撕裂地面，张开漆黑大口吞噬一切。紧接着是混杂着直插脑髓的怪叫声：卧槽！变异蜘蛛，快跑！一只你怕什么？卧槽！是一群 B 级千面魔蛛，哦好臭 ！B 级食人花也来了，张着大嘴要啃你脑袋。数以千计的变异生物从内围疯狂涌出，空气中弥漫着腐臭。这下所有人都崩溃了，搞什么？这他妈是新生考核的难度吗？这简直是要我们送死啊！我要退赛，老子不玩了。有人立刻按下手环上的救援键，却发现根本没有反应。他暴躁地狂按数十次，直接把手环砸在地上。操，老子的救援键失灵了，你们的呢？周围一片死寂。与此同时，新网的直播间里，弹幕还在疯狂讨论叶景怀逆天的气氛。他就是个怪物，对着镜头看我一眼，我魂都吓没了。可突然间有人发现不对劲，卧槽，隔离区是发生什么事了？什么动静？下一秒，直播画面开始剧烈抖动，紧接着瞬间变成一片雪花，直播间瞬间黑屏。就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时，一道诡异的红雾从地缝喷涌而出，直接笼罩了整个隔离区。与此同时，新生考核的总控室瞬间乱作一团，所有屏幕全部黑屏，信号被切断。什么情况？所有考生的坐标都消失了。救援队立刻根据记忆前往317隔离区，然而当他们赶到时，却只看到一片空旷的焦土荒地，整个317隔离区竟然凭空消失了。紧接着，通讯器里传来监考官绝望的声音：是一级变异生物在进化，他制造了迷雾，将整个隔离区拖入了另一个空间，而里面的所有人都将成为他进化的养料。而此时的林岩还不知道自己已成了怪物的盘中餐，他正在疯狂奔跑，但他根本跑不过身后发疯的变异生物群，眼看就要被踩成肉泥。林岩手脚并用爬上了一棵参天大古树，可他很快发现不对劲，这些怪物根本不是在攻击，而是在逃命。能让数千变异生物集体逃亡的到底是什么？林岩倒吸一口凉气，猛然望向内围，只见那里的红色迷雾正如同心脏一般剧烈跳动，仿佛在孕育着一个绝世凶物。可就在林岩看得出神时，一双手突然从背后捂住了他的眼睛，一个轻快爽朗的声音在耳畔响起：猜猜我是谁？林岩无语，就算不用听声音，这行为举止林岩也能猜出是谁。王涛，妹妹真是和我心有灵犀。红发王涛笑着坐到他身边，单手撑着脸颊，他望着末日般的猩红景象，悠悠开口：我站在你背后，你可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呢？是你像个鬼一样，所以才没有动静。王涛愣了下，在一片寂静中放肆笑了起来。是啊，我真的是鬼，见不得人的鬼。他虽是在笑，却像是藏着淡淡的忧伤。见不得人，是因为他是身在黑暗中的人格，不能被别人发现，所以永远见不到光吗？林岩抿了下唇，安慰道：没事的，你只要把白天的王涛干掉，你就能见人了。王涛瞬间愣住，随即笑得更开心了。我果然比他更受妹妹欢迎。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竟开始打起感情牌，说他像极了他意外死去的妹妹，还说如果妹妹活着，如果没有那一场意外，一定和他一样大。林岩瞬间明白为什么王涛对他如此自来熟，原来他只是在透过他看着另一个人的影子。他甚至有些心疼这个大男孩，可下一秒，林岩的眼神却猛然一冷，他清醒地告诉自己，王涛是反派。可谁知见林岩没反应，这个反派竟然当场撒起娇来，他红着眼眶一遍遍地恳求：你可以当我妹妹吗？当我妹妹吧，当我妹妹吧。林岩偏头看向他，少年蓬松的红发被晚风撩起，睫毛上下翻动，那双淡金色的眸子里一半是忧伤，一半是期待。不知道为什么，他在王涛身上看到了狗狗的影子，心瞬间软了。他鬼使神差地点点头，好吧，那我就当你妹妹了。话音刚落，王涛的眼睛瞬间亮起，一只大掌直接按在他脑袋上。妹妹，快叫一声哥哥！林岩被按得往下缩，他抓住他的手反抗，不要按我脑袋，要长不高了，不用长高，这么矮刚刚好。王涛笑着提醒，还没叫哥哥呢，这说的是人话吗？林岩气得别过脸去，却感觉马尾辫被他抓在手里玩，不准玩我头发。哥，最后2个字，他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了。然而，王涛听到这声哥哥，喉结猛地一鼓，突然霸道地宣布，你只能有我一个哥哥，不可以叫别人哥哥，知道了吗？林岩不以为意地点点头，心里却打起了小算盘，认了反派当哥哥怎么过？当然是带着反派弃暗投明。于是他立刻提出，哥哥，我想去找我的朋友叶景怀，你能陪我一起去吗？他预感叶景怀就在最危险的内围中心，那里可是连变异生物都在疯狂逃离的猎物，他一个人根本不敢去。谁知王涛一听叶景怀这个名字，瞬间眯起了眼，他亲身凑近盯着林岩的脸，就是那个经常跟你一起穿黑斗篷阴恻恻的，一看就不是好人的家伙吗？林岩咽了下口水，硬着头皮说，叶景怀是好人。王涛却轻哼一声，伸手就要去揪他肩膀上的小泡泡，这小玩意也是叶景怀给你的？林岩点了点头，真邪门，精神力都能具象化离体了。林岩一巴掌拍开他的手，气鼓鼓的吼道，你嘴巴能不能有好一点？不是邪门，是叶景怀厉害。
眼看妹妹真生气了，王涛立刻乖巧闭嘴。林岩深吸一口气，最后问他一遍：“你去不去那位？”王涛这才反应过来，恍然大悟：“哦，所以你是想让我当保镖，才那么乖叫我哥哥的吧？”他笑着站起身：“你真是个坏妹妹。”林岩无语凝噎，可下一秒，王涛却突然收起笑容，手臂猛地揽过他的腰：“但我是个好哥哥，走了，哥哥带你去。”紧接着，林岩感觉天旋地转，整个人被90度翻转。下一秒，他竟然被王涛像加工文包一样，直接夹在胳肢窝下，双脚瞬间悬空。王涛的嘴角疯狂上扬：“妹妹爱的真的好轻呀，别乱动，哥哥带你飞。”话音刚落，他纵身一跃，林岩只感觉身体急速下坠。然而就在他尖叫的瞬间，他们竟然脱离了地心引力，猛地向上飞了起来。呼啸的风声在耳边刮过，无数变异生物在脚下飞速倒退。林岩震惊了：“这是你的异能，是风系吗？”谁知王涛却笑了：“不止哦，是所有元素。”紧接着他们就来到内围的交界处，一团猩红的雾气悬浮半空，像一颗跳动的巨大心脏，粘稠的血管向外伸展，散发出腐败与混乱的气息。它就是隔离区最强的怪物。林岩立马让王涛放他下来，他有预感叶景怀肯定就在附近。果然，红雾前正有2拨人对峙，两人趴在巨石后，可林岩找了一圈都没有看到叶景怀的身影，他可能还没来吧。林岩猜测：“你看，那个变异的怪物没动，现在还不是主角出场的时机。”王涛却觉得无聊，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躲着多没意思，我一个人就能解决他。林岩顿时投去一个复杂的眼神：“你又不是男主，你怎么能行？”王涛瞬间不爽：“什么表情？觉得哥哥不行？”他伸手想捏他的脸，却被林岩灵巧躲开。他小声解释：“主角是要在关键时刻才登场的。”也是，王涛恍然大悟，接着突然揪了揪头上的叶子：“这个，你给我戴的这是什么玩意儿？”林岩一脸骄傲：“我亲手做的伪装帽，你红头发太显眼。”王涛满脸不解：“你这一头绿叶子难道就很低调吗？”林岩却突然星星眼捧着脸赞美：“可是哥哥，你这样真的超帅的。”王涛瞬间脸红，立刻别开脸轻咳2声：“好了好了，别说了。”果然哥的帅气藏不住。与此同时，总控室内巨大的屏幕一片漆黑，主考官脸色大变，迷雾隔绝，这是正在诞生级变异生物。成熟的 A 级变异生物会运用迷雾隔绝，但317隔离区有史以来都是 B 级隔离区，只能是 B 级进一步异化。在此时诞生 A 级，诞生期内他近乎无敌，所有攻击全部无效。指挥官立刻下令，所有救援队务必在10分钟内找到坐标，封锁一切消息。谁都没想到，一个 B 级安全区竟然突然进化成 A 级，就好像一座死火山，发生了不可能的爆发。血腥迷雾前2拨人马正在对峙，一边是第1学院的张云深，另一边是第2学院的关行之。然而，无论是张云深的电磁轨道炮，还是关行之的异火焚影，通通无效。所有人瞬间明白，这是胚胎保护机制下的无敌状态。关行之百无聊赖的耸耸肩，等着吧，最多半小时。可就在这时，张云深却突然扭头看向同班的沈一舟。现在可不是发善心的时候。原来沈一舟竟一路护着一群 CD 级的弱异能者。沈一舟抿紧嘴唇，再次劝说那些人：“A 级变异生物马上诞生，我保护不了你们，快去外围躲避。”谁知他们根本不听。没事，到时候你不必管我们，外围也不安全，这里有这么多 A 级大佬，这里才是最安全的。沈一舟说不过他们，只能无助的别过脸。张云深轻嗤一声：“烂好人。”10分钟转瞬即逝，红雾中央，那颗巨大的心脏开始剧烈起伏，粘稠的黑血滴答落下。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她打招呼：“你好呀。”10分钟转瞬即逝，红雾中央，那颗巨大的心脏开始剧烈起伏，粘稠的黑血滴答落下。石头后面，王涛突然开口，胚胎变大了。林岩却咽了下口水，好像一颗巨大的荔枝，好想吃。王涛瞬间笑了：“好的，哥哥给你包。”话音刚落，A 级变异生物诞生，它形态未变，但无数物丝却活了过来，顷刻间像蛛网一样缠住所有人，当然也包括趴在石头上的林岩和王涛。所有人被物丝牵引着飞向那颗巨大心脏，他们都将成为怪物的养料。就在这时，王涛转动了一下尾指上的金色指环，没有任何花纹，平平无奇的款式，金色看起来也不够纯粹，像是水货，但却是和灵魂绑定的，可以变化多种形态的半身武器。下一秒，他手里竟然变化出一把水果刀。既然是包荔枝，那就用水果刀吧。他轻松割开物丝，正要去救妹妹，谁知林岩却更简单粗暴，包荔枝明明用手就可以，他随手一扯，坚韧的物丝应声而断。与此同时，沈一舟拔出长刀，张云深周身电流涌动，关行之催动蓝色异火。然后他们3人就看见那2个头上顶着绿叶的 F 级竟然比他们更快挣脱。只听其中一人满脸困惑，随便一扯就断了，这物丝原来这么脆弱吗？总而言之有惊无险，所有人都从物丝里脱困。然而沈一舟救下的那些弱异能者却成了新的麻烦。沈一舟再次催促：“趁现在，你们快去安全的地方。”谁知他们竟一脸轻松：“我看这一级变异生物也不怎么样嘛，大家还是一起比较好，人多力量大。”沈一舟的话一个字都没劝动他们，却狠狠戳中了林岩的心。他内心狂喊：自己一个弱鸡普通人凑什么热闹，小命要紧，A级变异生物一口气就能把他喷死。于是他一把抓住王涛的衣袖，准备跑路：“我们走，找个地方苟着。”谁知王涛却一把按住他，转动着手里的水果刀，眯起眼睛：“走什么走？荔枝还没吃到呢。”林岩瞬间呆住，指着那一级变异生物：“你说的荔枝该不会是那个吧？”王涛竟然笑着点头：“是啊。”林岩彻底傻眼，下一秒他按住他的头：“呆着别乱跑，哥哥给你包最新鲜的荔枝。”话音刚落，他淡金色的眼瞳瞬间亮起，整个人灵动的跃入血腥迷雾。林岩很想大喊：“你的
F 级瞎凑什么热闹，但他清楚王涛绝不是 F 级，全元素异能者至少是 A 级，一个 A 级大佬伪装成 F 级，100分100是个反派。就在这时，沈一舟却看了过来，猝不及防撞进林岩的眼里。沈一舟愣住，你是那个小灌木？他认出了他头上的叶子，还有那双明亮的眼睛。林岩立刻打断他，我是路人。沈一舟，路人是你的名字吗？是。林岩飞快点头，语速极快。刚进化的变异生物伤害在60%到200%之间浮动，你快去帮忙。沈一舟应了一声好，变身轻如燕般跃起，但还是没忍住垂眸望了他一眼。他在逃跑，这里太危险了。快跑，小灌木！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战况也进入白热化。张云深的电磁炮，关行之的一伙，沈一舟的长刀，还有王涛那把诡异的水果刀，无数异能疯狂砸下，即便毫无配合，也仅在数分钟后，心脏表面就骤然绽开蛛网状裂纹。王涛拔出水果刀，刀身依旧光洁，还挺难杀。关行之却嫌弃地掏出消毒凝胶，一边洗手一边退后，剩下的交给你们了。可就在关行之退开的瞬间，地变陡升，心脏中央竟裂开一张脸，7对血红的眼睛，咧到耳根的嘴，密密麻麻的锥形牙齿。紧接着，他嘴里发出刺耳的人声：眼珠、鼻子、舌头，谁留下令我满意的器官，我就放谁离开。这毛骨悚然的声音让正在逃跑的林岩身体猛然一僵，他猛然感觉有东西在看他，隔着层层红雾就是那张脸。可他的话还没说完，一把水果刀就狠狠插上他的面目。王涛的声音冰冷：我妹妹不喜欢会说话的励志，她会害怕。紧接着，他伸手一招，水果刀瞬间飞回手心，那张被戳烂的脸，14只眼珠死死盯住王涛，激怒了我。王涛却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怎么还有第二阶段？下一秒，那颗巨大的心脏以光速自爆，里面竟是纯白色的，无数白色雾丝铺天盖地，瞬间将整个世界染成冷冽的双色。而此时，林岩早已跑出2000米远，他上气不接下气，可那些白色雾丝竟然隔着2000米直直追向他，无论他躲到哪里都要追上他。林岩避无可避。与此同时，2000米外惨叫声撕心裂肺，那些不愿离开的弱异能者，皮肤接触雾丝瞬间腐蚀融化，眨眼间白色雾丝就塑造出一座迷宫，将所有人困在其中。沈一舟赶到时，那些人已被包裹成一个个白色的茧，他一刀劈开，里面竟只剩一副挂着残肉的骨架。张云深冷冷瞥了一眼，他们这是活该。沈一舟没有说话，只是收刀入鞘。张云深又嘲讽道：烂好人，别跟这群弱鸡混在一起。沈一舟还是没有说话，转身就朝一个方向走去。张云深立刻拦住他，你干嘛去？当务之急是找核心。此时他们都已意识到，这座白色迷宫才是变异生物的真正主体，而只有找到核心一击击破，这才是最有效破局的办法。谁知沈一舟终于开口，你没看见有雾丝扩散到2000米了吗？张云深瞬间明白，笑道，所以你想去那2000米看看？沈一舟点头，那里很蹊跷，我要去看看。那个小灌木就是往那个方向跑的。张云深无法理解，可核心不会离开诞生地太远。我知道。沈一舟侧身与他擦肩而过，脚步没有丝毫停顿。张云深彻底愣住，喂，你不找核心了？你可以和关行之一起找。说罢，沈一舟头也不回首，已握住腰间的长刀。就在他动身的这一刻，2000米外，那致命的白色雾丝已经落在林岩身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林岩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然而他没有。他的小泡泡竟然伸出无数触手，一把揪住那些雾丝，所有致命的雾丝在他触手里瞬间蒸发。林岩劫后余生，一把捏住小海胆，狠狠亲了一口，小海胆的软刺竟然害羞的扭动成波浪。可是当林岩观察四周，脸色瞬间沉下，我们可能在变异生物的肚子。此时所有雾丝都已凝固，变成坚不可摧的白色物质。他抬手就是一枪，结果那白色物质仅凹陷一个浅坑，连弹头都被吞噬。林岩倒吸一口凉气，好强的防御！现在他面临一个绝境选择，是原地等死，还是主动寻找出路？林岩从不是一个把命运交到别人手里的人。他深吸一口气，握紧心念，朝着唯一清晰的方向走去。可是每走过一段路，身后的路就会被白色物质填满，来路正在消失，这座迷宫竟在自我重组。就在这时，他竟然遇到了人，吴子豪，那个想让他当炮灰，却让林岩开了一枪，还骂叶景怀是怪物的 B 级异能者。林岩的脸瞬间垮下，他以为吴子豪也会对他这个 F 级不屑一顾，可谁知吴子豪竟然主动搭话，一脸友善，同学，我们一起寻找出口吧。他看起来好像没认出林岩。林岩愣了一秒，随即抬眸，嘴角一勾，好呀。吴子豪紧接着又指着他肩膀，你肩膀上的是脏东西吗？拿掉吧。林岩立刻把小泡泡揣进口袋，冷冷瞥了他一眼，话不要说太多，容易暴露。吴子豪的表情瞬间僵住，林岩却笑了，我的意思是说话声会引来危险，我感觉前面有人，走吧。与此同时，隔离区内围所有的变异生物都已被清理，叶景怀正坐在岩石上，俊美的侧脸如同漫画主角。他抬起眼皮，却没有在新来的人里看到林岩，他眉头紧锁，林岩怎么还不来找他？终点就在这里，他不该来吗？难道是迷路了？一旁的娄毅却以为大佬杀累了不想说话，于是拿起扫把开始清理战场。他不仅把内围打扫得干干净净，还顺手捡起叶景怀的手环，一边扫尸体一边帮大佬刷积分，甚至他出去倒个垃圾都能捡回不少狼狈不堪的人。比起他们的狼狈，娄毅只是衣服有些脏了皱了。这些人还以为这里是安全区，一脸好奇，你们这里没地震吗？娄毅摇头，没有。那变异生物呢？不是说内围最多吗？娄毅云淡风轻，全被叶景怀同学解决了。众人瞬间倒吸一口凉气。就在这时，娄毅突然发问，对了，你们说的那个 A 级变异生物什么情况？张云深他们都在那，肯定能解决。然而有人话锋一转，不过那里还有个 F 级的，卧槽，那个 F 级可牛逼了，一下就跳到变异生物身上。他还说要把变异生物吃掉，这下所有人都炸了。他是哪个学院的？结果第一、第二、第三学院的人全都表示没见过。就在此时，一个幽灵般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叶景怀嘴角勾起一抹笑，你们说的那个 F 级在哪？与此同时，白色迷宫内，林岩说前面有人，没想到前面就真的有人。沈一舟见到是人，林岩松了口气，立刻扬起笑脸。
好巧，可以和你一起走吗？沈一舟点头，却突然说了一句：“我以为你会逃走。”林岩无奈耸肩，余光却无意识地扫过吴子豪，逃了呀，但被追上也没办法。三人继续前行，可奇怪的是，每到分岔路口，林岩和吴子豪竟然默契地选择同一条路，就好像在他们眼里路永远只有一条。4分钟后，他们又遇到了2个人，张云深和关行之。张云深见到林岩当场呆住：“你一个 F 级怎么还活着？”林岩无语：“你不会说话就闭嘴。”他冷冷报上假名：“我有名字，我叫路人。”可就在下一秒，毫无征兆的，关行之身侧的长柄伞猛然飞出，伞尖如利剑般直刺林岩。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她打招呼：“你好呀，我叫路人。”可就在下一秒，毫无征兆的，关行之身侧的长柄伞猛然飞出，伞尖如利剑般直刺林岩，一道银弧闪过，沈一舟的长刀已然出鞘又合上，替林岩挡下致命一击。他冷声质问：“你干什么？”关行之却不以为意地收回长伞，轻飘飘的来了一句：“没什么，就试探一下。”沈一舟冷冷瞪了关行之一眼，张云深却在一旁啧啧作响：“沈一舟，你又护着一个 F 级，迟早要栽。”沈一舟根本不理他，转头就问林岩：“你没事吧？”林岩强装镇定笑了笑：“没事，谢谢你。”可他心里早就把关行之骂翻天，神经病啊，干嘛盯着他一个柔弱的 F 级？一行人继续向前走，然而10分钟后，林岩却突然停下脚步，忍不住抱怨：“又回来了。”闻言，关行之和张云深猛地回头，目光如炬：“你怎么知道又回来了？”四周都是一模一样的白色墙壁，他怎么可能知道？林岩无语地指了指地上一个浅坑：“这个是你那把伞戳的，要不是沈一舟现在戳的就是他脑门。”关行之瞬间沉默，林岩更是大胆开麦指着头顶：“你们那么强就不能直接把这打穿吗？”张云深尴尬地解释：“他们试过，根本打不穿。”听到这话，林岩的眼神里明晃晃写着2个字：真才。他当即决定，跟着你们也没进展，还不如分开找核心。说完，他头也不回，生怕他们追上来，瞬间溜走。林岩边走边想，只要找到核心就能破局，他一个小小的 F 级不拖后腿就是最棒的。然而就在他这么小的时候，异变突生，他身侧那打不穿的白色墙壁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摩擦声，下一秒，那个在张云深和关行之口中防御极强、打不穿的白色物质就这么水灵灵的崩塌了。一个红发少年挥着水果刀从墙后走出，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金色的眼瞳里像是有火焰在燃烧。妹妹，林岩的嘴角疯狂抽搐，这人不是别人，正是王涛，但他身上却带着浓烈的杀气和压迫感。王涛一边走近一边幽怨的开口：“都说让你别乱跑，害我找那么久。”完了，这个王涛也是假的。林岩不自觉后退一步，转身就想跑，可手腕却被一把拽住。妹妹，跑有什么用呢？王涛轻轻一拉，将他扯到面前，意有所指的笑着，还不是会被抓住。这一刻，林岩藏在口袋里的手已经握紧了心里，他的眼神闪过一丝肃杀之气。然而王涛却在他耳边继续低语：“刚才那7双眼睛看了你。”林岩根本不知道什么7双眼睛，整个人都懵了。然而下一秒，妹妹好香！王涛猛地弯下腰，像狗一样在他脖颈间狂嗅，温热的气息让他头皮发麻。紧接着，他喉结滚动，竟然磨着牙想咬下去，怪不得会被怪物觊觎。就在这一刻，林岩眼神一凛，冰冷的枪口瞬间对准他的太阳穴，毫不犹豫扣下扳机。与此同时，巨大的白色茧外，无数变异生物正被血雾拖拽着送进茧上那张黑洞般的巨口。旁边地白骨堆积如山，他正在吞噬整个隔离区。不远处，叶锦怀眼眸微眯，盯着这个白色巨物，而他身边的情报员早已吓傻。卧槽！张云深、沈一舟、关行之3个 A 级大佬都被吃了吗？那不是人骨吗？卧槽！真被吃了！完了，这下全完了。叶锦怀的双眸却骤然一闪，死死盯住他。我最后问你一遍，你说的那个胃口很好的 F 级也被他吃了？阴冷的杀气瞬间笼罩，情报员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改口：不，那个 F 级很厉害，肯定就在这白色东西里面，只要杀了他就能出来。他敏锐地察觉到，那个 F 级对叶锦怀似乎很特殊。闻言，叶锦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好，他扫了一眼情报员，那你回去吧，这里我会解决。就在情报员以为自己逃过一劫时，一股恐怖的危险气息瞬间卷来，一把3米多长的血黑镰刀凭空出现。叶锦怀手持镰刀，冷冷地看着他：你还不走吗？另一边茧的内部，20星币1颗的廉价子弹并没有打穿王涛的太阳穴，子弹在出膛的瞬间竟然垂直掉落。我死了！王涛脑袋一垂，直接倒在他的颈窝，顿时热气扑面而来。林岩吓得肩膀一颤，但手却稳如磐石，将冰冷的枪口死死抵住他的太阳穴。妹妹，王涛却握住他的手，疯狂按动扳机，打太阳穴还是可以活的。紧接着他抬起头，竟带着他的手，将枪口对准自己的下巴。王涛直勾勾地望着他，眼里带着疯狂的笑意。要杀我，抵着上颚比较保险哦。砰砰砰砰，他竟然握着他的手对着自己的上颚连开数枪，世界瞬间寂静，只剩枪响。林岩的眼睛蒙上水汽，一枚子弹20星币啊，他快要哭了。可他发现王涛眼中那炽热疯狂的杀意顿时消失不见。林岩缓缓垂下手，放下了枪，反正也杀不死他，因为这个男人竟是全元素异能者，金木水火土，而子弹是金属，他能完全控制。可就在这时，一道银弧划过，长刀瞬间抵上王涛的后背。沈一舟冰冷的声音响起：你在做什么？然而王涛却举起双手，俨然一副投降的姿态。他回头看向沈一舟，笑得一脸无辜：没什么呀，和妹妹玩个小游戏。玩你妈的小游戏！林岩一把推开他，他现在无比想念叶锦怀，只有叶锦怀是小太阳。王涛简直是个疯子！悠悠，下一秒王涛竟顺势跳到林岩身后，双手搭在他肩上亲密贴贴。妹妹可真是要我的命，不过相爱相杀才是一家人呀。林岩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谁跟你是一家人？可偏偏就在这时，他感觉到王涛身上的杀气竟然消失了，整个人好像恢复了正常。
这到底怎么回事？沈一舟没有收刀，依旧警惕地盯着王涛。你精神暴动，离开远点。不行哦。王涛却悠悠摇头，精神暴动已经结束，我怎么可以离开妹妹呢？妹妹可是我的命。鸡皮疙瘩又起了一身。林岩忍无可忍，手肘顶开他，回头怒瞪，说人话。接着林岩直接质问，你刚才的杀气是精神暴动？是。王涛坦然点头，放心，不会伤害你，现在没事了。说完，他寸步不离地跟在林岩身边。沈一舟收起长刀，满眼诧异。暴动的精神力竟然在不到1分钟内就消散了，这根本不可能。于是他从兜里掏出一支抑制剂递过去。王涛本想拒绝，可见到林岩的眼神立马接过，谢谢谢谢。接下来的一幕更让沈一舟疑惑，王涛竟然在认真阅读抑制剂的说明书。沈一舟忍不住问，你没打过抑制剂吗？王涛一边拆开包装一边挽起袖子，打过，不过是在很久以前，针尖刺入皮肤。沈一舟再次追问，那你平时是怎么克制精神暴动的？透明的药液缓缓注入。王涛却弯起眼睛笑着吐出2个字，靠杀人呀。空气瞬间凝滞，林岩看着他笑嘻嘻的样子，猛然想起，这疯子每晚都要出去打架，难道说他每晚都会精神暴动？他倒吸口凉气，连忙对着沈一舟解释，我哥最爱开玩笑了，别信他。看着他真诚的模样，沈一舟暂时放下疑虑，转而问道，你哥叫什么名字？林岩不假思索，路人哥。沈一舟瞬间无语，而王涛听到这名字眼睛都瞪大，刚想揭穿这个小骗子，可林岩却看着他招了招手让他矮一点。王涛下意识弯下腰，下一秒温热的气息拂过他耳边，女孩的声音轻得像羽毛，我叫路人。王涛的呼吸猛然一滞，脸颊竟有些泛红，操，这难听的名字。他认了。就在这时，吴子豪、张云深和关行之3人突然出现。张云深一看到他，眼神就充满你一个 F 级就算找到核心也做不了什么。紧接着关行之主动提，这里活着的应该就我们几个，在一起行动比较安全。林岩瞬间沉默，开什么玩笑，就是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才不安全，他只是个普通人，求求放过他。可偏偏张云深再次将目光锁定他，语气充满挑衅，喂，发什么呆，你不是说跟着我们没进展吗？ F 级口气倒是不小，走吧，接下来跟着你，我倒要看看你能带来多大进展。结果进展来得飞快，没有一条弯路，全程畅通无阻。仅6分钟后，林岩就见到了王涛所说的那7双眼睛。7双眼睛如同流淌着泪的深渊，浓稠的白色液体不断溢出，漂浮着无数絮状物丝，而物丝之下竟是一个个垂吊在空中的白色巨茧。整座迷宫就是这个变异生物的本体。那张扭曲的脸甚至还露出了嗜血的笑容。张云深当场震惊，没想到你真能找到核心。林岩只是点了下头。下一秒，砰砰，他对着核心果断开了2枪。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她打招呼，你好呀。下一秒，砰砰，她对着核心果断开了2枪。此时已是新生考核的第2天，警报骤然拉响。半小时已过，A级变异生物必定已经诞生，根本不敢想象会有多少学生遭遇不幸、受伤或者乃至死亡。可偏偏联邦张主席的儿子和官家继承人全在里面，主考官脸色冰冷，总控是死寂一片。一旦发生意外，这个责任谁来担？这2个少爷没一个能得罪，更不能发生任何意外。就在这时，有人猛然提起一个名字，叶锦怀，绿洲的叶锦怀。据说他一人就能解决级变异生物，可谁知主考官一听，太阳穴却开始剧痛。他冷冷开口，你知道他为什么转学吗？知道早已准备好的考核为何延迟整整1周吗？那个污染值在异化边缘的少年，或许根本就不该存在在这世上。与此同时，穹顶之上7双眼睛流着血泪，死死注视着林岩和众人。战斗一触即发，可没想到林岩竟抢先打响第1枪，不，准确来说是连开2枪。瞬间所有人都转头看向他，以及像捂着眼睛惨叫的吴子豪。然而他林岩面色平静，那双大眼睛甚至看起来有些无辜。紧接着王涛按了下他的脑袋，轻笑着问，看他不顺眼，要不要哥哥帮你解决？要。林岩回答的干脆利落，顺手推了王涛一把，加油，哥哥。下一秒，王涛转动尾戒，手中的水果刀寒光一闪，直刺吴子豪面门。可就在这时，前一秒还在痛苦大叫的吴子豪，竟以肉眼看不见的速度猛然躲开攻击，这反应速度绝不是 B 级异能者能有的。张云深瞬间反应过来，厉声大喝，你不是吴子豪。关行之眼神一凝，吐出3个字，是寄体。当变异生物的主体过大无法行动自如时，便会分离出核心寄生到别的生物上，选择对象往往是弱小的人。他们汲取人脑信息伪装成人类，而一个拥有智慧的一级变异生物，寄生人类混迹于社会又被称为异种，是很难被发现的。话音刚落，那吴子豪咧开嘴露出一口密密麻麻的锥形獠牙，他怪笑着，血肉模糊的空洞眼眶死死盯住林岩。被发现了，早知道一开始就该吃了你。瞬间穹顶上那7双眼睛齐齐转动，流着血，目标一致，全看向林岩，一股恐怖的凝视将他定在原地。林岩清晰地感受到这怪物的目标就是他。千钧一发之际，林岩口袋里的小泡泡突然跳出，悬在空中，发出一声护食的咕噜声。看着这可爱的小东西，林岩莫名的不怕。而此时迷宫之外，一个少年悬空而立，面对巨大的肉茧，他猛然挥出镰刀，镰刀挥出寒光扫过，所有物丝和变异生物瞬间一分为2，简直像切豆腐一样丝滑。叶锦怀停下动作，看向那黑洞巨口。其实他对情报存疑，他不认为林岩会被这种低等生物困住，但不重要，杀了就好。他面无表情，
将最后一块糖含进嘴里。紧接着，少年扬起镰刀，手腕用力，漆黑的弧光瞬间划破巨口，所有一切都在融化。他就是污染，污染没有人性，杀戮和吞噬就是他的本能，他不该有任何感情。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怪物，他的目标原来一直都是林岩，他追踪他2000米，却被小泡泡一巴掌拍回，导致精神力虚弱，这才寄生到吴子豪身上。本想让林岩放松警惕，谁知他竟警惕了一路，还一枪打爆了他的眼睛。此刻回到了神明注视之地，他的精神力也要回归，身体瞬间撑破无数肢体疯长。真正的张高松是不会对 F 级废物异能者礼貌地喊出同学二字。林岩观察了一路都没看出吴子豪的弱点和目的是什么，直到看到那7双眼睛，他才明白弱点其实是眼睛，便果断开枪。至于目的，由于无数精神力涌入，吴子豪的身体剧烈抖动着，被膨胀的精神力撑破，便不再局限于人的形态，反而生出各种变异生物的肢体。他空洞的眼眶再次生出了眼睛，7对眼睛，灰白的眼珠上血丝狰狞。他死死盯住林岩张开大嘴，混乱刺耳的声音最后拼出一句话：饥饿，力量，我要吃了你。话音刚落，王涛却笑得肆意：是我要宰了你。他回头看向林岩，哥哥很快解决，不要跑太远。可林岩早已蒙头就跑。见状，张云深忍不住感叹：这 F 级跑得真快。下一秒，银子电弧炸裂，众人瞬间加入战斗。然而林岩却莫名感到一阵窥视，他猛然抬头，正上方的穹顶竟撕裂开一张巨口，里面碎肉翻涌。与此同时，7双眼皆被洞穿的吴子豪咧开刺目的笑：你们来不及了。下一秒，电光火石间，巨口猛然扑向林岩，小泡泡吓到炸毛，吸溜吸溜往林岩手心里钻，发出了一声认错的咕噜。可没想到，突然一把黑色巨镰竟强行破开穹顶，所过之处寸寸崩裂。原来吴子豪说的来不及是他自己来不及逃，空中巨口瞬间被撕裂，暗红血雾轰然炸开，白色巨茧寸寸碎裂，无数肉块内脏簌簌坠落。林岩仰着头，视线越过血雨看向远方，满天星辰下一道身影立于万千尸骸之上，是叶锦怀。星雨落尽，林岩不管不顾朝他跑去，他笑弯的眉眼缀满星辰，张开手臂猛地抱住他。叶锦怀，叶锦怀，叶锦怀！他连叫3声，扑进他怀里的力道让他踉跄半步。林岩额头抵着他蹭了蹭，带着鼻音雀跃：我好想你啊。瞬间，少年妖异的红瞳泛起涟漪，狂暴杀气如潮水退去。他听见自己心跳震得耳朵发疼，他从未抱过人，此时竟想学着林岩的样子一把抱住他。可下一秒，林岩却飞快退开，拥抱只有一瞬。林岩冷静下来，觉得自己的行为太过亲密，更何况他身上都是泥巴血迹，而叶锦怀却干干净净。林岩猛然想起什么，于是从口袋拿出蜂蜜：叶锦怀，这个给你，超好吃的。叶锦怀还在回味那个拥抱，指尖却被轻轻一碰，手心多了一块树叶包裹的东西。林岩催促：快拆开！叶锦怀压下想上前拥抱的冲动，听话的拆开树叶，里面竟是一块方方正正的蜂巢。快大吃一口！迎着林岩亮晶晶的眸子，叶锦怀咬了一口，清甜的蜜浆瞬间在唇齿化开。林岩一脸期待：好吃吧，好吃吧？叶锦怀垂眸看着他，好吃。林岩立刻晃起脑袋，夸张道：那当然，这可是我冒着生命危险采的。听到这话，叶锦怀眸光微动，这么珍贵。就在这时，小泡泡流着口水冒出来，死死盯着蜂巢。叶锦怀眉骨一压，揪住他就甩进影子里，只留下一串委屈的咕噜声，像是在求饶。林岩疑惑：怎么了？叶锦怀面不改色，他不听话。林岩反驳：有吗？小泡泡很乖的。叶锦怀继续道：他混乱了我和他的感知联系，他故意让我找不到你。闻言，林岩瞬间变脸：哇，他好可恶，必须给他点颜色瞧瞧。叶锦怀笑了，下压的眉眼像是被春风轻轻揉开，唇角勾起浅浅的弧。与此同时，巨茧崩塌，迷雾消散，王涛一走出来就看见妹妹和一个斗篷难聊的郑欢。我超厉害的，一眼就看穿了寄生，那个一种寄生的人也不是好东西，还说过你坏话，然后我就2枪崩了他的眼睛，一点都不怕。王涛瞬间低气压，那个惜字如金的妹妹原来这么活泼，还一点都不怕，骗鬼呢！谁跑得最快了？王涛忍不住多看2眼才走近妹妹。林岩吓了一跳，竟忘了今晚多了个便宜哥哥。叶锦怀目光扫来，带着审视：他是谁？林岩立刻介绍：他是我同学王涛，就坐我前面，白天头发是黑色的，晚上就会变成红头发。王涛却挺胸而出，掷地有声：我是他哥。林岩连忙解释：不是亲的，今晚刚认的。王涛挑了下眉，得意地看向叶锦怀，2道目光在空中碰撞。叶锦怀目光如刀，懒懒纤唇：那就是假的。王涛一愣：什么假的？林岩嗅到火药味，赶紧打圆场：王涛，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叶锦怀，以后也是你朋友。可王涛却一脸不满：为什么他是我朋友？这家伙看着就不像好人。妹妹快跑！林岩懒得解释：你废话真多，听我的。谁知一转头，叶锦怀冷冷开口：我不需要朋友。林岩心头一惊：那我呢？我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叶锦怀垂下眼，声音低沉：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他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他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他打招呼：你好呀。那我呢？我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叶锦怀垂下眼，声音低沉：朋友一个就够了。林岩瞬间明白，你的意思是我是你唯一的朋友，对不对？林岩顿时开心起来：叶锦怀，你对我最重要。瞧见他这双标的模样，王涛心里猛烈发酸，他甚至开始反思，难道是自己太热情了，就该像叶锦怀那样冷酷点才好。就在这时，林岩扭头问他：叶锦怀说要去内围，你要不要一起？王涛立刻抬了抬下巴：既然妹妹这么热情邀请我，那我就勉为其难。林岩可受不了他这副装样了，直接打断：不用勉强，拜拜。说完他扭头就走，声音轻快：叶锦怀，走吧走吧。王涛拔腿就追，发自内心：妹妹，我不能离开你的。
他按了按林岩的脑袋，但明天见了。林岩对上他淡金色的眸子，他明明在笑，却带着一丝伤感。林岩摇摇手，明天见了。他知道他不能暴露在人太多的地方。数十米外，3道身影出现，张云深死死盯着这边。那个穿斗篷的是叶景怀吗？沈一舟点头，是。张云深又皱眉，那个路人也是绿洲的人？沈一舟不知道。下一秒，沈一舟竟直接走了过去。张云深大惊，你干嘛去？去看看。张云深啧了一声，却不敢再提栽在 F 级上的话。关行之却瞥了他一眼，嘲讽道：怎么，你不敢过去？也对，那里可是有绿洲的怪物，谁说我不敢去？张云深立刻追上，嘴里嘟囔着：那个路人太奇怪了，他怎么找到出口的？他怎么看出气体的？一个只会逃跑的 F 级怎么活下来的？关行之冷笑：吴子豪还是你同学呢，你都没看出来？接着他又问：那个路人哥也很怪，你没注意到他眼睛是金色的吗？张云深却满脸无所谓，那又怎样？你还怀疑他是帝国的人不成？他头发又不是金色的。就在这时，隔离区中心不知谁喊了一声迷雾散了，所有人抬头望去，天穹星空璀璨清澈宁静，肯定是级变异生物解决了，我们终于能回去了，快按救援键。突然有人提了一嘴，新生考核还没结束，可下一秒他就遭到了所有人的围攻，命都快没了，还想着考核？举报，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再关3天。正当此时，一阵脚步声传来，斗篷下摆带起微风，强烈的压迫感瞬间降临。是叶景怀，全场瞬间安静。哇，好多人啊！林岩惊讶道。叶景怀轻轻嗯声，这里就是终点。林岩有点懊恼，原来这么多人都到终点了，我还以为考核3天，大多数人会在最后一天到终点呢，看来是我太慢了。叶景怀却说，我等了你很久。林岩立刻回答，我也一直在找你，我以为你在杀级变异生物，所以才去了那里，不过幸好你来了。原来他是为了他才去的那里。叶景怀知道，就算他不去，林岩也能轻松解决那变异生物，可林岩却说幸好你来了，这句话仿佛一道惊雷，这就好像他是被他需要的，他需要他。叶景怀的唇角竟不自觉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就在这时，娄毅深吸一口气，上前颤声发问，叶同学，那个变异生物？闻言，所有人瞬间屏住呼吸。叶景怀收起笑意，淡淡吐出2个字，解决了。也就是在这时，娄毅才注意到叶景怀身侧竟然多了个女生，她竟和叶景怀靠得那么近，那可是死亡距离啊，可她却毫无影响。娄毅愣了一下，连忙自我介绍，你好，我叫娄毅。林岩瞬间想起，你就是那个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好厉害。可娄毅却连忙摆手，不是我厉害，是叶同学带我过来的。林岩顿时一愣，原来是这样吗？接着他扭头看向叶景怀，眼神亮晶晶的。叶景怀，他是你新交的朋友吗？叶景怀想说不是，可林岩的眸子太漂亮了，澄澈无垢的像是宝石，想要挖出来收藏，他不由得看得失神。就这2秒，娄毅汗毛倒竖，后背发凉，他哪有资格做叶景怀的朋友？他慌忙解释，不是的，叶同学带了很多人一起来终点，不止我一个。这下林岩更震惊了，原来叶景怀交了这么多新朋友吗？林岩眼底瞬间浮现羡慕，满眼崇拜地看向叶景怀。叶景怀，你也太厉害了，好棒，这不愧是男主啊，带这么多人来终点，也太热心了吧，简直就是闪闪发光的小太阳。叶景怀刚回过神，想解释那些人不过是带路的工具，可来不及了，林岩已经和娄毅热烈交流起来，他只是拥有的异能让你们觉得不好相处，其实他热心友善，平易近人。娄毅连连点头，没错，是他救了我们，还保护我们到终点。林岩猛地一拍手，他用行动表达同学友爱，这可比些嘴上说着挚友呀，遇到危险比谁都跑得快的塑料情强太多。娄毅当场悟了，热泪盈眶，原来叶同学已经把我当朋友了。林岩肯定的点头，叶景怀最好了，他把大家都当朋友的。闻言，叶景怀嘴角径极轻的向上弯起，那冰冷的嘴角仿佛裂开一道温暖的细缝，只因为林岩说他最好。然而关注着这里的所有人全都看见了，看，叶景怀笑了，原来他这么友善，热心友善，平易近人。就在此时，天际传来轰鸣，一道光束落下，救援队到了。中控收到信号，救援队火速抵达，带队老师立刻清点人数，张云深、沈一舟、关之行都在，可结果却让人心惊，一个 B 级异能者被寄生死，8个弱异能者死于拒检离宫，剩下的学生全部登上飞舰接受检查治疗。紧接着，飞舰离开后，清扫队和调查队抵达现场，穿着防护服的清扫队手持喷枪，看着遍地是海，全都傻眼了，这要干到什么时候？保守估计今晚要干1个月的活，哪来这么多变异生物？整个隔离区的变异生物全被杀了。而另一边，调查队已经进入白检区域，他们背着污染值检测器，即将揭开一个惊人的秘密。通讯器里，调查队传来一个匪夷所思的消息：东区污染值0，南区污染值0，西区污染值0，北区竟然也是0，整个隔离区的污染值竟然全部为0，这怎么可能？校准仪器重新检测。与此同时，林岩还不知道，总控室里张云深和关行之正被监考官们盘问，他们出身世家，是这届最强的新生。监考官们已经有了猜测，这次的A级变异生物想必是你们共同解决的。可下一秒，张云深直接打断，不是，就这2个字。所有人瞬间傻眼，那是什么情况？张云深的脑海里此刻全是林岩那个 F 级的身影，明明那么弱，那么怂，为什么呢？就在这时，关行之却笑着说出真相，是一个叫做路人的 F 级同学。没错，他说的就是林岩，是他发现了核心，我们才有机会打败异种。紧接着他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哦对了，他还有个 F 级的哥哥和异种打得有来有回，实力可绝对不是 F 级。F 级，监考官们满脸震惊。关行之看了一眼张云深，继续补充，这个变异生物会寄生，凑巧寄生在张云深的同学身上，没想到却被一个 F 级看破了。而看破一切的 F 级正是林岩。监考官们脸色大变，他是哪个学院的？应该是E4的吧，我看他和叶景怀走在一起。关行之像是忽然想起，又补了一刀，忘了说，最后是叶景怀破开了异种的迷宫。话音落下，整个总控室鸦雀无声。然而他们更不知道的是，新网上早已炸开了锅，新生考核直播中断，外界疯传新生凶多吉少，可谁能想到，话题一转，矛头竟然全都指向叶景怀。
会不会和叶景怀有关？他的异能就是污染。我想起来了，他不是转校去E4了吗？我舅舅在E1工作，听说开学那天班新生全进了机9。卧槽，肯定是叶景怀干的，不然他怎么会转校？他在哪里都是定时炸弹，和一种有什么区别？一时间，叶景怀成了全网公敌。可诡异的是，所有关于他的帖子发出没几分钟，就显示已被删除。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她打招呼，你好呀。一时间，叶景怀成了全网公敌。可诡异的是，所有关于他的帖子发出没几分钟，就显示已被删除。联邦还有没有言论自由？拼命压下去的一定是真的。就在这时，刚从隔离区出来断网2天的考生们终于连上了网。他们看到这些帖子，直接甩出事实：A 级变异生物是真的。幸存者们纷纷发帖，要不是有张云生关行之审1周，我们就全没了。幸好有他们在。可就在这时，有人提了一句，后来叶景怀也过去了。就这一句，怨气冲天的黑子们又瞬间涌了上来。317区一直很安全，这次异种进化不就是因为它的污染吗？他的异能根本不是人类该有的，更像是一种一开学就污染全班。他有反社会人格，靠近他的人都会不幸，恐怖分子、怪物。与此同时，林岩刚回到宿舍，美美睡了一觉，睡到自然醒后，他悠哉打开光脑，准备刷刷热搜，结果怪物污染4个大字狠狠砸在他脸上。看着评论区里密密麻麻的恶意，林岩的心脏就像被针一下下扎着。明明是叶景怀保护了大家，怎么就变成是他污染进化了变异生物？颠倒黑白简直疯了，竟然敢网暴男主。林岩瞬间化悲愤为力量，手指在光脑上噼里啪啦就是一顿输出。作为亲历者，林岩直接发表小作文。第一段，迷雾隔绝，所有人束手无策。第二段，张云生3人被困迷宫，无能又无用。第3段，叶景怀犹如神明，一刀划破黑夜，拯救所有人。检查完毕，立即发送。他自认绝对公平公正。然而，路人是没有流量的。几分钟过去，浏览量竟然依旧是0。林岩此刻的心情就跟博主一样，宝子们快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小心心吧，臭宝，爱你猫。林岩想了想，决定直接去找叶景怀。可林岩万万想不到，此时的叶景怀正在地狱里挣扎。他从高热中醒来，房间一片黑暗，意识如同岩浆，眼眸覆满红光，心中只剩下难以遏制的杀意，精神力耗尽，他的精神暴动竟然提前了。昨晚明明是和林岩在一起后，混乱感才平息，可他回到宿舍还是注射了抑制剂。然而普通的抑制剂对他根本没用，他昨晚竟然用完了所有绿洲特制的加强型抑制剂，抽屉里只剩下空盒子，满地都是注射针管。这下完了，没有抑制剂，抵抗精神暴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杀戮。少年蜷缩在床角，像只被雨水打湿的猫，手臂死死环住自己，仿佛这样就能抑制住那翻涌的杀意。他感觉自己快要失控，周遭是无尽的黑暗，意识在混沌中起伏。既然他们都说他是怪物，既然他们需要他的力量却又排挤他，那不如就杀光所有人，世界不就和平了吗？他也很想看看那些人说的毁灭一切的力量。可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泡泡的触手瞬间伸出转动了门把手，门外的人竟然是林岩。另一边，林岩还不知道自己正走向深渊，他的小作文没人看，浏览量为0，于是他决定直接来找叶景怀。可他发去的消息却石沉大海，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林岩来到叶景怀偏僻的小别墅前，按下了门铃。下一秒，门竟然自己开了，屋里一片漆黑，空无一人。林岩正猛着，手腕突然被一个黏糊糊的东西缠住，是泡泡。泡泡兴奋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林岩刚掰开触手想牵着他走，紧接着脚腕传来黏滑的触感，泡泡的触手竟然溜进他的裤脚，死死缠住他的小腿。林岩愣住，泡泡你不用捆上我，我会走路。可泡泡根本不听，反而缠得更紧。就在这时，身后的门无声无息地关上，房间里黑得发黏，呼吸间全是暴力的杀气。林岩瞬间感到极度不安，我们先开灯吧，我看不清。林岩猛然意识到，你的主人还在睡觉吗？那我不能打扰。可他话还没说完，猛一抬头就遥遥对上了一双猩红的眼睛，是叶景怀。那双眼在黑暗中红得发亮，散发着令人心惊的杀意，一股股热浪扑面而来。是叶景怀在靠近，林岩感觉他状态很不对劲。叶景怀，你怎么了？可回答他的是少年滚烫的身躯，他猝不及防地倾覆而来。林岩下意识地往后缩，双腿却被泡泡的触手牢牢缠着，根本无法后退。下一秒，林岩瞬间被他死死圈住，力道大的几乎要嵌进骨里，滚烫的胸膛紧贴着他，侵略性的热意疯狂钻入，背后是泡泡的触手，身前是少年灼热的身躯。林岩被黑暗彻底包裹，挣不脱也躲不开。叶景怀的手臂收得极紧，仿佛要将他揉碎融进自己骨血里。就在这时，林岩清晰地感受到了一股杀意，他猛然想起红发王涛，精神暴动时就会溢出杀意，于是他艰难地喘着气问他，叶景怀，你这是精神暴动吗？叶景怀血统闪动，喉头滚动，沙哑地吐出一个字，是。一瞬间，林岩用力推他，那应该打抑制剂，你快松开我。可他不仅推不开，反而被抱得更紧，回答他的只有粗重的呼吸和一滴滚烫的水珠，滴答一声砸在他脸颊上。林岩抬起头，在黑暗中却看得分明，少年黑发被汗水浸湿，脸上全是细密的汗珠，他很热，而他被他抱着更热。林岩再次推他，叶景怀，我知道你不好受，但抱着别人只会越来越热，不要乱动。叶景怀垂下血瞳，像野兽般死死盯着他，那眼神就像在看一个心心念念的猎物。紧接着他说，我想杀了你。瞬间林岩感觉不热了，一点都不热了，他开始冒冷汗。他想起王涛说的靠杀人克制精神暴动，该不会是真的吧？林岩在心里疯狂默念，男主是不会杀人的。可滚烫的呼吸落在他耳侧，叶景怀阴哑的声音再次响起，你在发抖，是在害怕吗？林岩内心疯狂咆哮，能不怕吗？你想杀人啊？自己一个无异能的普通人，分分钟就能被你捏碎。然而叶景怀看着他委屈可怜的模样，竟然有几分失神，他声音低哑又困惑，为什么不反抗？林岩快疯了，他明明反抗啊！可还没等他开口，叶景怀又问，我是怪物，你不杀我吗？他觉得他能杀他。
他的精神力那么强，能抵抗他的污染，能使用特殊能源装备。谢灵垂眸，浑噩摇晃的视野里只有他。被他圈住的少女没有说话，眼眶红红的，琥珀色的眼睛很漂亮，像是宝石，盈满了朦胧水汽，咬着唇，嘴唇红红的。叶景怀有几秒的失神，声音低哑却疑惑，为什么不反抗？他那么危险，为什么不杀他？没想到林岩却认真的看着他，你不是怪物，谁说你是怪物？我们杀了他。叶景怀瞬间怔住，他呆呆的看着落入少女沉静的眼底，而此时林岩呆若木鸡的冷静，开始思考谢灵其实是反派的可能。下一秒，叶景怀竟然甜甜的笑起来，好呀，他笑得开始发抖，眼瞳越发的红。紧接着，他抱着林岩愉悦的开口：“那我们一起去杀人吧，把世界上所有人都杀干净，杀到剩下你和我，最后我们杀了彼此，世界就和平了。”说完，他抱得他更紧，可他这笑容甜到发血，诡谲又绮丽。就在这时，林岩竟然也跟着甜甜笑起来：“好呀，我们把所有人都杀干净。”这话一出，连叶景怀都微微一怔，他感受到他不再乱动，反而伸出手掌完整贴了上来，轻轻抱住他。紧接着，林岩贴着他滚烫的胸膛继续开口：“这个世界人太多了，靠我们两个很难杀光，所以要借助变异生物的力量，让一种占领人类社会、秩序崩坏，或者制造一场大感染，还可以散布谣言，让人类自相残杀。”林岩滔滔不绝地说着，没想到这招竟然真的有用。林岩感受到他胸腔里的心跳慢慢平缓，身上骇人的温度也在褪去，那股噬人的残暴气息竟然被安抚下来。于是林岩在他怀里抬起头，叶景怀，他看着少年眼底猩红渐退，试探着开口：“我有点饿了，在毁灭世界前，我们先去填饱肚子。”叶景怀静静看着他，看着他柔软的眼神，没有半分恐惧。林岩又问：“你不饿吗？”沉默之中，叶景怀垂下眼眸，死死盯着他白皙的脖颈，喉结滚动。林岩刚想说那我们，话音却戛然而止，少年猛地弓下腰，将半张脸都埋进他白皙的脖颈上。饿了。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她打招呼：“你好呀，那我们。”话音却戛然而止，少年猛地弓下腰，将半张脸都埋进她白皙的脖颈。饿了。叶景怀声音闷哑，灼热的呼吸混杂着湿气，喷在他的颈窝。林岩呼吸瞬间停滞，他感觉到他的鼻尖在他脖颈嗅来嗅去，尖尖的犬牙来回抹撒。下一秒，叶景怀闷闷的声音传来：“你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林岩瞬间呆住，瑟瑟发抖。男主不会要吃人吧？可叶景怀却箍住他的后颈，眼底是少女微痒的脖颈，白皙又香甜，指腹碾过他跳动的动脉。他想吃掉他，是他不想杀了他，只是想吃掉他。不要动，我就咬一口，好香，好软。饥饿，索取。少年睫毛颤了颤，犬牙瞬间刺破皮肉，血珠沁出的刹那，他喉间滚过一声清喘，再也克制不住的吞咽。舔舐，细微的刺痛混着奇怪的酥麻感传来，林岩指尖攥紧了他的衣角，咬着唇极轻的呜咽一声，细弱的脖颈落在他手掌中，唇下，他完全躲不过。他闭上眼，绝望地问：“叶景怀，你是属吸血鬼的吗？精神暴动要吸人血吗？原来这么可怕。”可叶景怀没有说话，林岩颤抖着：“你说就只咬一口吧。”叶景怀还是没有说话，回应他的却是近乎贪婪的舔舐。他说是只咬一口，结果又吸又舔了无数口，于是林岩只能抓他的头发。我也饿了，好饿。叶景怀这才放过他，可他刚一松手，林岩就立马逃离他的怀抱。此时林岩的脖颈上一道渗血的牙印触目惊心，大片肌肤更是泛着水渍，被舔咬的薄红一片。然而就在这时，一片安静中突然响起一声满足的饱嗝，林岩瞬间听出，下意识问泡泡：“你吃饱了？”谁知回答他的竟然是叶景怀，他低哑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还想要？”林岩大惊失色，微光中胡乱伸手捂住他的唇：“不可以。”可他温热的呼吸却顺着他的指缝漫了出来。林岩颤抖着问：“你克制精神暴动的方法是吸血吗？”“不是。”但叶景怀道：“是。”柔软的唇瓣在他掌心下轻轻吸动，声音含糊又低哑。林岩倒吸一口凉气，这简直就是个反派。但他转念一想，精神暴动时期任何行为都合理，谁说男主不可以是吸血鬼？于是林岩很快调整好心态：“叶景怀，你精神暴动好了吗？”叶景怀喉结滚动，低声回答：“不难受了。”他没有明确说好没好。房间黑暗，他看不太清他，但他眼里的他柔软香甜。林岩便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感觉没那么疼，但还是要打抑制剂吧。叶景怀没有说话，林岩刚收回手，手腕却被滑溜溜的触手拽住。下一秒，叶景怀竟埋下头在他手心蹭了蹭，林岩瞬间僵住，他真的好害怕被咬，不可以咬我手。叶景怀含糊不清的嗯了一声，然后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温热的呼吸和湿润的触感，手心都变得黏腻起来。林岩吓得蜷起手指，猛地拍了下他的脸颊，停下，该去打抑制剂了。叶景怀这才听话的抬头，可泡泡的触手却滑进他的手心，像是在吮吸。林岩一把捏住触手，乖，我们去开灯。开关咔嗒一声，暖黄的灯光洒下，可地上依旧漆黑一片，叶景怀的影子竟覆盖了所有空间。林岩适应光亮后去看他眼里的杀意已经褪去，但他还是觉得怪怪的，于是他开口问：“抑制剂在哪？”叶景怀却看得有些出神，不知不觉中又有点饿了。林岩觉得他好呆，只好去问泡泡：“你知道你主人的抑制剂在哪吗？”没想到泡泡竟然真的缠着他的手往卧室的方向走去，可当卧室门打开的瞬间，满地的针管触目惊心，床头柜的抽屉敞开着，包装盒里空空如也。就在这时，一个沙哑的声音缓缓传来：“抑制剂用完了。”黑白灰色调的房间没有任何多余的色彩，一共30支的抑制剂包装盒里空空如也。泡泡在满地空针管里翻来翻去，终于找到一支还有点残留。他伸出触手递到林岩面前，针管里浑浊的黑色液体轻轻摇晃着。市面上的抑制剂都是无色透明，这哪里是解药，分明是夺命的毒药。可就在这时，叶景怀跟了过来，声音沙哑：“抑制剂用完了。”林岩转头对上他纯黑的眼，
像是被墨汁浸透的深渊。他立马将手里仅剩的一只藏到身后。没事，你刚才说不难受了，就不用打了。谁知男人纯黑的眼瞳死死锁住他。你手上拿着什么？林岩迟疑一瞬，还是摊开手，可没想到他看了一眼，竟然直接挽起袖子，那截苍白的小臂上密密麻麻全是猩红的针管。他忽然笑了，你给我打抑制剂吧。林岩头皮一麻，反手就把针管扔进垃圾桶。他指着满地狼藉，厉声质问：这些都是你昨晚用的？叶锦怀点头。林岩心头一颤，A级异能者最多用4支，你用了几支？然而男人却伸出手指，笑得天真又诡异。30支哦，他竟然还在笑，这很得意吗？叶锦怀嘴角弯起好看的弧度，尾音上扬，我不是正常人呀。可他的眼底却是一片结了冰的湖面，毫无笑意。他想起他说自己是怪物，怪物怎么可能是正常人呢？林岩深吸一口气，决定换种方式。这3无产品对你没用，以后别打。他刚把空盒子也扔进垃圾桶，谁知下一秒，一个滚烫的胸膛猛然贴上他的后背。叶锦怀的下巴轻轻搭在他头顶，呼吸加重。我们是朋友对吗？是啊。林岩毫不犹豫。叶锦怀嗅到他身上香甜的味道，呼吸重了些。他觉得自己可以再贪婪点。紧接着，男人就在他耳边用最蛊惑的声音提出最恐怖的请求：既然不打抑制剂，那我以后精神暴动。他停顿了1秒，可以咬你吗？我不会咬死你的。他竟然提出一个诡异的交换条件：我允许你杀死我，我不杀你了。可下一秒，他温热的手竟摸上林岩后颈，林岩猛地转身，一把拍开他的手：正常点，我永远不会杀你。这人精神暴动还没完呢，怎么满脑子都是杀杀杀？林岩懒得再理他，直接宣布我饿了。谁知叶锦怀的视线又死死盯上他香软脖子上的牙龈，林岩吓得连忙捂住脖子，赶紧找他的宠物泡泡要营养液，毕竟他吸了他的血。他喝他一袋营养液不过分吧？结果泡泡拿来的竟然是荧光蓝的液体。叶锦怀的营养液是绿洲专供的，又是一个3无产品，这颜色看着就有剧毒啊！但林岩还是咬牙一口喝完。紧接着，他终于问出此行的目的：叶锦怀，你看热搜吗？可看他这样子，显然什么都不知道。林岩脑筋一转，立马改口：热搜上有部剧超好看，我们一起看。说着，他就把叶锦怀拉到沙发前。可别墅里只有一个单人懒人沙发。就在这时，泡泡瞬间吸气鼓成一个果冻沙发。见状，叶锦怀面无表情，一脚就把他踹回原形。下一秒，1米9的男人缩在沙发角落，他拍了拍身边仅有的一点空位：林岩，你坐这。林岩还在犹豫，这怎么坐得下2个人？谁知叶锦怀竟伸出手勾住他的小拇指，用那双纯黑的眼眸望着他。我们是朋友。林岩触电般抽回手，可最终他还是坐了过去，两人肩膀挨着肩膀，呼吸可闻。瞬间叶锦怀呼吸一滞，只感觉一阵莫名的燥热，不急就好。林岩低头搜索高分剧，结果爆头、血腥，一种对决，全是打打杀杀。这个世界的人这么好战吗？林岩只想放松一下，果断点开儿童频道。下一秒，4个小精灵踩着彩虹草坪蹦蹦跳跳，叶锦怀瞬间怔住，眼神里满是质疑。林岩立马解释，这是热播第1的动画片。谁知叶锦怀却平静戳穿，早教启蒙适宜1至4岁幼儿观看。林岩瞬间愣住，连忙就要换台，可叶锦怀却看着他，认真的说：没关系，你喜欢我可以陪你。闻言，林岩一抬头就撞进他深邃的目光里，心跳漏了一拍。他慌乱移开视线，手肘却不小心撞到他的胳膊，温热的触感传来，林岩猛地往旁边缩，却发现沙发早就没有一丝空隙，他们挨得太近了。他明明可以躺地板，为什么要和他挤一个单人沙发？是因为地板不干净吗？林岩强迫自己看动画，可叶锦怀的视线却粘在他身上，他脑子里全是疯狂的念头。他刚才手肘撞了他一下，什么感觉都没有，力气真小。他勾了他的手指，好软，如果能绕来绕去缠来缠去就好了。他今天圈住了他，能够全部严严实实的包裹住他，但精神暴动时意识是混乱的，忘了是什么感觉。他还咬了他一口，真的好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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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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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泡泡突然钻出来挡住投影，林岩顺手把他捞进怀里，脸颊贴着他，温热的呼吸喷洒，泡泡舒服的往他怀里钻去。可他忘了，他紧贴着叶锦怀的身体，瞬间叶锦怀全身僵住，呼吸都停滞，而林岩却毫无察觉，还在揉捏着泡泡。叶锦怀瞳孔涣散，脸颊泛起红晕，耳朵更是红的滴血。他猛地仰头发出一声压抑的轻喘。怎么了？林岩疑惑的看他。闻言，叶锦怀吓得立马低下头，藏起发红的耳尖。没什么，这动画片真好看。林岩更疑惑了，可现在是广告啊！叶锦怀慌的一批，立马拿起光脑胡乱划拉，假装在玩。可林岩一看他拿起光脑，瞬间慌了。他要是刷到热搜怎么办？他要是看到热搜怎么办？精神暴动复发了怎么办？林岩心头一紧，猛地伸手去抢他的光脑，身体瞬间贴近，温热的呼吸拂过他手背。叶锦怀呼吸一滞，喉结滚动，下一秒，光脑脱手滑落。我帮你捡。林岩想也不想就要去捡，可他一低头，傻眼了。光脑不偏不倚正落在叶锦怀双腿之间，林岩的手指僵在半空，脸颊瞬间爆红。他猛地坐好，我不合适帮你捡。叶锦怀看着他泛红的耳根，浅浅一笑，自己捡起光脑。林岩深吸一口气，还是不放心，你别。可叶锦怀却直接打断他，别看热搜吗？屏幕亮起，他抬眼看他，热搜上有什么不能看的吗？话音刚落，叶锦怀已经点开热搜，林岩的心瞬间沉入谷底。只见他嘴角抿紧，眼里的光瞬间熄灭，完蛋，他一定是看到恶评了。林岩慌忙解释，叶锦怀你别信，他们都是诋毁。然而叶锦怀却猛地抬头，目光死死锁住他，你和张云深是什么关系？林岩当场懵住，什么？张云深？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他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他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
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他打招呼：“你好呀。”然而叶景怀却猛地抬头，目光死死锁住他：“你和张云深是什么关系？”林岩当场懵住：“什么？张云深？”原来网上早已腥风血雨，一边是铺天盖地的恶评，骂叶景怀是怪物，是反社会人格，可另一边却出现一个逆天神贴，标题是张云深竟对关行之做了这种事。吃瓜群众满怀期待点进去，结果帖子通篇都在无脑吹叶景怀，说他像光一样出现拯救了所有人，这下全网炸了，网友怒骂这是诈骗，是荒漠的无脑洗白，甚至扬言要人肉铁主。帖子刚发3分钟，铁主就被光速开合 ，ID 阴暗爬行外星人，正是林岩。一瞬间，网友们炸了，这不是那个开出星女的 F 级吗？他能靠近叶景怀，绝对是一伙的。原来是荒漠派来的卧底，真是好大一盘棋。紧接着，张云深和关行之的粉丝大军杀到，蹭我们哥哥热度，要不要脸？恶评如潮水般涌来，从退学到驱逐联邦，甚至让他去死，戾气冲天。然而就在这时，一个金光闪闪的 ID 上线，是张云深本人。下一秒，评论区彻底瘫痪，因为张云深竟然点赞了林岩的帖子。粉丝们磕疯了，是真的，他们是真的，只要是2个男的就能磕，够无语的。可还没等 CP 粉狂欢，张云深亲自下场评论沈一周关行之抓到一个小骗子，评论区瞬间反转，哈哈哈！正主亲自锤 F 级等着退学吧，驱逐联邦，驱逐联邦。然而谁都没想到，张云深的下一条评论画风突变，怎么那么多嘴臭的？疯了吧？有本事别删评，我一个一个举报。新网不是法外之地，全给我严惩！还没等网友反应过来，张云深竟然直接关注了林岩，甚至公开发言：快加我好友阴暗爬行外星人。发完帖子就跑了，不愧是你，微笑，全网石化。结果呢？几秒后，刚刚叫嚣的键盘侠们账号瞬间被封断网，还要被罚去做100小时志愿活动。而这一切正被叶景怀尽收眼底，他修长的手指悬在屏幕上，缓缓抬头，对上林岩茫然的眼：“你和张云深上热搜了。”他顿了顿，语气却异常平缓：“这就是你不想让我看见的吗？”叶景怀的声音带着他自己都没察觉的危险。林岩一脸懵逼：“什么？”他光速掏出光脑，下一秒，一条热搜直接炸上榜首，井号张云深林岩做了这样的事，井号什么鬼？做了哪样的事？瞬间，林岩懂了，完了，我的小作文被正主看见了，张云深肯定是要抓我下文字狱。他猛地从沙发弹起，像只炸毛的小猫，可叶景怀却听不懂小作文、文字狱。于是林岩拿出光脑准备分享，结果他一看，当场呆住，他的帖子浏览量破亿。叶景怀凑近，怎么了？林岩强压嘴角，没什么，一篇报文而已。紧接着，叶景怀强忍着眩晕凑过去，奇怪，怎么只有6条评论，头像是一样的，应该是同一个人发的。林岩也发现了，张云深要加我好友，可我跟他一点都不熟。叶景怀想都不想，不用搞懂，直接拒绝就行。林岩小鸡啄米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这种抢他蜂蜜，瞧不起 F 级的天龙人太子哥，滚滚滚。然而就在他拒绝好友申请后，他发现更诡异的是，这6条评论竟然排在了4000楼之后，前面的4000条评论全被删了。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时，林岩退出帖子，指尖一滑，一个名字让他瞬间愣住，叶景怀，他竟然也在热搜上，但热搜词条却颠覆3观，不是井号怪物污染井号，而是井号叶景怀保护了我们所有人井号。叶景怀皱眉，点进去，林岩点了进去，第一个帖子还是他的小作文，但往下一滑，无数幸存者都在为叶景怀发声，他们证实是叶景怀救了所有人，尤其是娄毅，洋洋洒洒一篇小作文，把叶景怀吹得天花乱坠。叶景怀看着满屏的字，头晕了，他命令道：“你读给我听。”话一出口，他又软下声音：“好不好？”“好。”林岩清了清嗓子，开始朗读。就在我们心如死灰时，叶景怀出现了，他像一道光，抬手间秒杀 C 级变异生物。读到人人都说他是污染时，林岩猛地停下，他抬眼看他，一字一句无比坚定：“他们在污蔑你，你不是污染。”瞬间，叶景怀的心像是被重重撞了一下，“你不是污染。”这句话让叶景怀喉结滚动，他垂下眼，轻轻嗯了一声。紧接着，林岩继续抑扬顿挫地念着网上的彩虹屁：“叶景怀太牛了，秒秒钟斩杀变异生物，在他手里，变异生物就跟切菜一样。叶景怀是全世界最好的。”他甚至还偷偷夹带私货，可他声情并茂地读完，叶景怀却紧紧皱起了眉：“怎么了？”林岩不解：“网上都在夸你呢。”叶景怀却定定看着他，无比认真：“说实话，我没有想过保护别人，只有你。”林岩瞬间愣住。而此时，第一异能学院会议室，悬浮屏幕上一份报告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317隔离区最新评定 ，F 级低危，污染值为0。怎么回事？污染怎么可能没了？院长季国兴声音沉重，调查了3遍都是这个结果。也就是说，新生把整个隔离区的变异生物全都杀光了，那肯定是张云深和关行之的功劳。不愧是这辈最出色的异能者。话音刚落，屏幕页面猛然一闪，新生考核积分排名赫然出现，季国兴一字一句，排名第一，叶景怀远超第2名3000多积分。瞬间会议室死寂一片。要知道，一只 B 级变异生物才10积分，他到底杀了多少？然而，这还不是最惊悚的。季国兴放出第2份报告，内容颠覆所有人的认知：317隔离区诞生的 A 级异种。或许是人为，有人携带一种瞒天过海混入了隔离区，一句话石破天惊，所有新生的档案都有记录，但唯有一人信息不明。屏幕上一个名字被单独放大，姓名林岩，除了姓名，其余信息全是空白。RO 的人潜入了隔离区，而这个叫 RO 的恐怖组织，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杀死所有异能者，重组世界秩序，能对变异生物进行基因缝合的。这世上只有一人，而现在 RO 组织的人已经混入学院。院长季国兴一字一句说出那个名字。目前最大的嫌疑人是14新生林岩，证据呢？屏幕上林岩的资料只有孤零零一个姓名，底下有人质疑
连信息都不伪造，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可纪国兴却冷哼一声，这正是他们的计谋。事出反常必有妖，这次 RO 如此张狂，一定在憋什么大招。更有人猛然想起，能免疫叶景怀污染的是不是就是他？没错，他还在热搜上说，这次异种是叶景怀解决的。纪国兴面色凝重，抛出更可怕的猜测，比起 RO， 绿洲要更加疯狂。半小时后会议结束，院长办公室里，纪国兴看着眼前的天才学生沈一舟，我叫你来，是为了明天的交换生活动。沈一舟一愣，交换生不都是 F 级吊车尾去的吗？纪国兴却直接摊牌，317隔离区的异种是人为，我们怀疑有 RO 的人混入学院，嫌疑人林岩就在第4异能学院 F 班，我需要你以交换生的身份进入调查他的底细。而另一边，更加疯狂的绿洲首席刘健也在调查同一个人，可秘书却颤抖着报告首席，毫无来历，情报部入侵 EVO 也查不到任何信息。刘健眼神一凛，瞬间想到一个可能，科技局只有他们能对 EVO 动手脚，他们处心积虑派人接近叶景怀，目的究竟是什么？秘书的声音带着恐惧，首席，或许是要杀了他呢。与此同时，沈一舟刚离开院长办公室，一头浅金发的张云深就堵住他，老头找你什么事？要我去E4交换？张云深当场炸了，去E4交换生不都是 F 级的废物吗？你去干嘛？沈一舟却淡淡点头不语。明天就去。张云深脑中猛然闪过什么，双眼眯起，那老头该不会让你去 F 班？沈一舟再次点头。张云深瞬间咬牙切齿，那个路人就是E4 F 班的，他还在网上发帖暗戳戳嘲讽我们3人。想到那个少女目中无人的模样，张云深气得营养液都喝不下去。凭什么叶景怀最后露个脸功劳就全给他？可他又不得不承认，找到核心还真是多亏了他。然而就在这时，他发现一个更气人的事。张云深咬牙切齿地对沈一舟吼道，你肯定想不到，路人还是他的假名，他根本就没告诉我们真名。这个该死的 F 级，帮了他还不知感恩。算了，一个废物 F 级而已，以后绝不可能再有交集。可就在这时，沈一舟却淡淡开口，把帖子转我。张云深一愣，随即大义凛然地转身，和一群蠢货待久了只会更蠢，我一会就去跟老头说，还是让我去E4吧。沈一舟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他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他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他打招呼，你好呀。张云深一愣，随即大义凛然地转身，和一群蠢货待久了只会更蠢，我一会就去跟老头说，还是让我去E4吧。沈一舟。而另一边，刚回宿舍的林岩猛地打了个大喷嚏，他瞬间警铃大作，该不会觉醒异能了吧？要是2天前，他铁定高兴地蹦起来，但现在他却怕得要死，因为他怀疑自己觉醒了唐僧肉异能，比如吃了能功力大增延年益寿的那种，不然怎么解释隔离区的一种放着鸡不吃，偏偏追着他这个 F 级跑？更别提今天叶景怀还咬了他一口。林岩冲进卫生间，镜子里锁骨上的牙印清晰分明，那暗红的印记像一个带着温度的专属印章。林岩哇的一声扑到床上假哭，千万不要觉醒什么诡异的异能呀！他只想要输出，想要攻击力拉满的异能，他只想要活下去。与此同时，叶景怀的客厅里，泡泡正跟着动画片里的小精灵手舞足蹈，叶景怀正在光脑上逐字看林岩发的小作文，绝对是泡泡吵得他看不进去，才不是他看字头晕。他烦躁的一脚踹过去，安静点！泡泡委屈的咕噜一声，打结的触手被踹开，不要关动画片。那你看动画片安静点。叶景怀这才重新将目光投向光脑。天哪，这谁来了呀？和天上的太阳一样闪耀。叶景怀一招秒杀异种，伟大无需多言，他就是强者中的强者，异能者史上永垂不朽的巅峰。1小时后，叶景怀翻了个身，把头深深埋进沙发，那里还残留着林岩的味道，嘴角疯狂翘起，他笑得浑身发抖。泡泡伸出触手拍拍他，满脸迷糊，滴哩滴哩。然而另一边，林岩猛然坠入噩梦，心气蚀骨，一种的咸水滴落嘶吼着朝他扑来，抓住，吃掉。浓稠的黑暗像进了血的墨，将梦境里的天空染成粘稠的紫黑。他被逼到世界边缘，耳边刮过一种的嘶吼，脚下是万丈深渊，下一秒无数异种将他包围，无数张嘴里腐蚀的咸液淌下，声音刺进他的脑仁，成为王，吞噬世界的权柄，万物臣服，异种将占领世界，人类不复存在。被逼到绝路，他就像一个祭品等待被吞噬。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3米血帘划破黑暗，一个滚烫的怀抱将他拽入，是叶景怀。他一手圈住他的腰，一手挥动血帘，一种如麦浪般被瞬间收割，他得救了。然而就在他感激涕零之时，少年却缓缓低下头，眼底翻涌着他看不懂的疯狂。他愉悦地笑了，声音贴着他的耳廓响起，我要饱餐一顿了。林岩猛然惊醒，冷汗瞬间浸湿后背，又是这个该死的唐僧肉异能。他捶了捶脑袋，抓起一本逃亡指南。1小时后，校门口，绿荫下的少年倚着树干，美好的像一幅画。可林岩一看到叶景怀，就想起梦里那张脸，他下意识摸了摸脖子，那里的牙印上已经贴了2块创口贴。就在这时，叶景怀走了过来，怎么了？昨晚做噩梦了。林岩含糊回答，谁知叶景怀却突然跟在他身侧，不是说翘课吗？林岩脚步一顿，坦白道，墙太高，翻不过去，只好请假。叶景怀眉梢一挑，我看到你的请假理由了，上次说我身体不舒服，这次说我。林岩瞬间炸毛，脸涨得通红，我那是怕老师不批，才说你心情不好需要散心。看着他瞪圆的眼睛，叶景怀唇角勾起一抹坏笑，其实我什么也没看到，但你说的对，我身体是有点不舒服，咬你一口好不好？林岩瞳孔地震，男主开什么玩笑不好啊？这台词简直和梦里一模一样。他撒开腿就跑，可没跑几步他又回过头，冲叶景怀挥手大喊，快点快点，我在这儿等你。阳光下少女的笑靥比蜜还甜。叶景怀抬手摸了摸耳垂，竟然有点发烫。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校门口另一边，一辆奢华的豪车缓缓停下，车门打开，张云深摘下墨镜，目光精准地落在远去两人身上。叶锦怀、林岩，他们怎么在一起？而且那个女的怎么像个弹簧一样？该死的，还有点可爱。等等，这两人要去干嘛？张云深瞬间警觉，太可疑了。他毫不犹豫地立刻从车里拿出假发、鸭舌帽、口罩，不行，太欲盖弥彰。他果断换上黑框眼镜，照了照镜子，黑色假发遮住眉眼，再戴上黑框眼镜，脖子上挂个耳机，最后微微驼点背。OK， 完美死宅形象。出门跟踪，下一秒，他尾随着林岩和叶锦怀潜入新轨站，可他从没做过这玩意儿，一番手忙脚乱，总算刷码进站，差点没赶上同一班车。车厢里空荡荡的，张云深挑了个不远不近的位置，自认为距离完美，可那两人压根没看他一眼。他戴上耳机，假装看书，余光却疯狂打量。林岩在看逃跑指南，一个 F 级废物，遇到变异生物除了跑还能干嘛？他又扫向叶锦怀，这家伙开学第一天就乱用异能，害他被关了1星期，活该转学。就在这时，他瞳孔一缩，叶锦怀竟然闭上眼睡着了。操，他怎么靠在林岩身上？是故意的吧？绝对是装睡。他们是什么关系？难道是情侣？不可能，这家伙才转学几天，怎么可能就谈上了？凭什么？一个成天披着黑斗篷的阴暗怪物，有哪点好？等等，张云深猛然想起，老头说林岩可能是 RO 的人，所以是 RO 的间谍用美色钓上了绿洲的怪物。一个怂包，也就脸蛋能谈，可他为什么要钓叶锦怀？不钓他，是瞧不起他张家吗？还拒绝他的好友申请。他发誓绝不再加他好友。可就在他脑内风暴时，他猛然发现新轨竟然快到下城区了。靠，这两人去下城区干嘛？那里破破烂烂，难道不是约会？等等，他又想起老头也说林岩可能是绿洲的人，那他们就不是情侣，是同事。去下城区肯定是有秘密任务。张云深瞬间觉得自己摸到了真相，绿洲的狼子野心又要在下城区搞事了。然而他刚抬头却发现座位空了，车门外只剩少女的裙摆一闪而过。靠，执行任务穿什么小裙子？眼看车门就要关闭，张云深一个瞬移闪出车厢，差点没跟上。人群中，他看着并肩行走的两人，觉得他们靠得太近，肯定是在商量机密。他立刻施展专业跟踪技巧，悄悄跟上。今天他倒要看看这两人究竟有什么秘密。而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正是海岸时代广场。张云深当场傻眼，这是什么破烂地方？一股廉价老土的气息扑面而来，空气中混杂着酸臭、甜腻、咸腥的古怪味道。他立刻捂住鼻子，眉头紧锁。靠，这些店家怎么敢卖吃的？有经营许可证吗？这不都是带污染的垃圾食品吗？他可是上城区的太子哥，从小只喝纯净无污染的营养液。然而下一秒，他却看见林岩买了一根金黄色的长条，他还笑盈盈地往嘴里塞。张云深当场震惊，这玩意儿能吃吗？他瞟了一眼价目表，全摊最贵的才4新币，这能保证无污染？叶锦怀自身就是污染源，他吃无所谓，可林岩怎么敢乱吃？等等，虽然林岩不受叶锦怀的污染，但这不代表他能抵抗食品污染啊。难道说这小摊就是秘密据点，用食物来交换情报？越想越觉得就是这样。等他们走远，张云深立刻走到摊前，指着油条，要个这个，要这个，这个也要。摊主热情递过刚炸好的油条，他面无表情地付了钱，赶紧跟上。结果他又看见林岩吃的两腮鼓鼓，像只偷吃的小松鼠，有那么好吃吗？他低头看着手里的油条，焦香麦香直往鼻子里钻，要不就吃一口，反正也吃不死人。经过激烈思想斗争，他小心翼翼咬了一口，咔嚓，外壳酥脆，内心暄软。等他回过神，手里的油条竟然没了，是他吃完的吗？就在这时，他又看见林岩买了汉堡、薯条和饮料。没办法，为了搞清楚秘密行动，他只能跟着来。可当他咬下汉堡的瞬间，一道金光从汉堡里炸开，麦浪翻滚，牛肉火山喷发，芝士河流淌。几秒后，他缓缓睁眼，嘴角不受控制的上扬，傻笑着，嘿嘿，还挺好吃的。可就在他迫不及待想吃第二口时，背后突然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喂，你是谁？为什么一路跟着我们？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她打招呼：你好呀。背后突然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喂，你是谁？为什么一路跟着我们？男人呼吸一滞，身体猛地僵住，林岩步步紧逼，声音透着凉意：从新轨站你就一直跟着，还买了和我们一样的油条汉堡，你到底有什么目的？话音刚落，身后的叶锦怀一道阴影镜猛然漫过男人肩头，那根本不是影子，而是能随意控制方向和面积的致命污染。男人瞬间被前后包夹，彻底无路可逃。然而林岩却看都没看那恐怖的污染，他的视线越过男人，只对叶锦怀淡淡一句：附近没有大垃圾桶，弄倒了不好收拾。叶锦怀浅浅应声，阴影瞬间如潮水般退去。看到这一幕，张云深吓得腿软，却还在嘴硬：你们误会了，我只是恰好同路。林岩冷冷看着他，根本不信他的鬼话。就在男人以为自己能蒙混过关时，林岩却突然指着他的头顶：你假发要掉了。张云深下意识一摸，结果根本没掉，他瞬间感觉不妙。可下一秒，林岩就发出了灵魂拷问：你是光头吗？不等男人反应，他又盯上他的眼睛，是平光镜，用刘海和眼镜遮住眼睛，是因为眼睛很丑吗？闻言，张云深冷静的表情彻底裂开：我丑？你说我丑？谁知林岩的暴击还在继续，有些难的吧，就身高高点，头发搞好看点，再戴个眼镜口罩，就成了氛围感帅哥。林岩顿了顿，眼神像刀子一样：你没戴口罩，想必是对自己的下半张脸很自信吧？张云深被对到当场破防。可就在这时，林岩的声音陡然拔高，杀气毕露，摘下假发和眼镜，不想被切碎丢进垃圾桶就给我识相点。男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凶狠吓傻，怎么突然这么凶狠？善变的女人，
人。话音刚落，身后的叶景怀突然上前一步，声音低沉：“我来解决。”接着他嘴角勾起一抹笑，扭头温柔地问林岩：“等下想去吃什么？”前一秒叶景怀还在温柔问他想吃什么，下一秒张云深后颈就猛地漫上一股凉意，几乎是同时，他身影瞬间掠开，而就在他离开的瞬间，原地竟凭空旋起一道通往地狱的黑色漩涡，恐怖、邪恶、污浊不堪。张云深堪堪躲过，可后背却已经抵住冰冷的墙面。靠，太险了！要是慢上半秒，此刻怕是已经卷入叶景怀的异能里。他可不想和叶景怀在这里打起来。他可是个正常人。他惊魂未定地撩了下刘海，结果一个没注意，假发竟然被他自己掀飞，一头扎眼的浅金发彻底暴露。小丑，竟是我自己！见状，林岩当场愣住，眼底闪过一丝诧异。张云深。然而林岩马上反应过来，这人只是染了和张云深一样的发丝，他就是个狡辩的跟踪变态。想到这，他立刻对着叶景怀露出甜甜的笑。叶景怀，收拾干净点，我们去逛超市吧。闻言，张云深的脸瞬间黑如锅底，他一把将眼镜推到头顶，露出一双明亮的眼。喂，林岩，我不是变态。他咬牙切齿，谁知林岩却一脸严肃，眼神冰冷的要把他切碎。你知道我的名字，还整容成张云深的样子，你到底是谁？闻言，张云深当场就要吐血。刚才说他光头，还说他眼丑，现在竟然说他整容，终于忍不住他怒吼出声：“我就是张云深！”可林岩却歪了歪头，一脸看穿一切的表情。别装了，看来是个整容成张云深的狂热粉丝。叶景怀，我们帮张云深把这家伙清理掉吧，就当是日行一善了。张云深彻底炸了，他指尖蹦出细微电光，杀气腾腾。真要打一架吗？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眼看大战一触即发，林岩却突然拉住叶景怀，一脸正义：“这里人多，打架会造成恶劣影响。”张云深满头问号，把他切碎清理掉，就不会造成恶劣影响吗？就在他懵逼的时候，林岩却眸光一闪，突然看向他：“给你个机会，你能证明你是张云深吗？”林岩嘴角一撇，直接开出条件：“这样吧，你转我1000看看才对。”张云深满头问号，林岩却不屑地撇了撇嘴：“不是吧，你连1000新币都没有？”张云深当场炸毛：“喂，你这是在抢钱吗？”谁知叶景怀竟然懂了，原来他是打算杀人前先抢笔钱啊！他立刻开口：“我有钱，不需要他的。”可林岩却飞速踮脚，凑到他耳边轻声说：“但张云深跟踪我们一路，总要付出点什么吧？”他的尾音轻轻蹭过他的耳畔，叶景怀怔了半秒，抬手摸了下温热的耳垂，看看这两人，张云深看得火大，说什么悄悄话呢？直到这时，他才猛然反应过来，林岩早就认出他了，他就是纯粹在耍他。靠，好气！就在他怒火中烧时，林岩却突然认真地喊出他的名字：张云深。其实，在男人假发没戴好，被他瞧见点浅金发的时候，他就猜出是张云深了。这目中无人、高高在上的气质，可不是靠外表伪装就会消失的。张云深低头，恰好撞进他的眼睛里。林岩声音清亮，他的眼睛也像是成了半盏春日的溪水，清亮亮的，像是胜了春日的溪水。张云深心里被戏耍的怒气竟然瞬间消失，可下一秒，林岩的眼神就从春日溪水变成冬日寒风。你总不能是担心我们遇到危险，才护送了一路吧？林岩冷声：“坦白说，你为什么跟踪我和叶景怀？”哇，这变脸速度简直绝了！张云深彻底没辙，只能坦白：“我看到你和叶景怀逃课觉得很蹊跷，就跟了过来。”结果林岩听完略感失望：“就这样，原来是闲得慌。”紧接着林岩冷冷纠正他：“还有，我们没逃课，我们走流程请过假了。”话音刚落，他转身就走了：“你别再跟着。”林岩和叶景怀并排离开，叶景怀却突然低声问：“不杀他吗？”林岩脚步一顿，猛地踮脚抬手碰了碰他的额头，温度正常，没有精神暴动吧？叶景怀的呼吸瞬间制住，脑子里竟闪过想要精神暴动的疯狂想法。然而林岩却轻扯他的袖子，甜甜一笑：“走啦，去逛超市。”可他才走2步，一回头就发现张云深竟然还跟在后面。林岩当场皱眉：“张云深，你怎么还跟着？”张云深竟然理直气壮地走上前：“你和叶景怀为什么来下城区？”林岩觉得他简直笨得可以，跟那么久都没看出来，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张云深立刻反驳：“你一路都笑嘻嘻的，哪里心情不好了？”没想到林岩直接反将一军：“就因为散了心，心情才变好的呀！我一路笑嘻嘻，你难道观察了我一路吗？”张云深瞬间语塞，他死死盯着他，一字一句：“这么敷衍的理由，别以为我会信。”林岩冷笑一声：“那你就不信吧。”说完，他拉着叶景怀继续往前走。可谁知这张云深竟然还跟着，甚至破罐子破摔就跟在他身侧。林岩快走，他就跟着快走；林岩停下，他就跟着停下。就在这时，叶景怀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那家伙好烦，还是杀了吧。”林岩听得一愣，这家伙自从精神暴动后，怎么张口闭口就是杀人？这可是反派语录啊！但转念一想，叶景怀可能是在开玩笑，于是林岩竟然点头赞同：“是很烦，等到人少的地方再杀吧，这里人太多，影响不好。”这话一出，张云深当场石化，这俩竟然直接当着他的面说要杀他，就这么无视他。他终于忍不住叫出林岩的名字。林岩懒懒抬眼，终于张云深憋不住了，直接问：“你怎么发现我跟踪你的？”他可是学过专业侦查。林岩眉毛一扬，想知道1000新币。没想到张云深脑筋一转，竟拿出光芒：“行，加好友，我转你。”林岩傻眼，他只是想拒绝他，谁知这家伙还真要给钱。不过他确实很穷。可就在此时，叶景怀却猛地扯了下他的袖子。林岩瞬间清醒，立刻开口：“不加好友，我能发现你跟踪？没办法呀，长得太漂亮总会引来变态，当然要学会反侦查了。”张云深瞬间黑脸：“行，明白了。”
这是在骂他变态。骂他变态他也要跟着。接下来林岩去超市，他也跟着。林岩买了一袋零食，叶锦怀也提了一袋，就连他往影子里丢了罐巧克力都被张云生看在眼里。结果下一秒他自己手里也提了一袋零食。出了超市，林岩看见广场上有鸽子，拉着叶锦怀就跑去喂。张云生就站在不远处像个监工。紧接着林岩又拉着叶锦怀去湖边踩天鹅船。天鹅船是2人坐，可万万没想到张云生竟然自己租了一个，就跟在后头看着前面那艘慢悠悠的天鹅船。张云生脑海中闪过一个大胆的猜测，这2人来下城区该不会真的只为了吃喝玩乐吧。就这样林岩心满意足玩了一天，如果不是身后有个跟屁虫，今天简直完美。回学校的新轨上座位已经满了，林岩眼疾手快，拉着叶锦怀就抢占了车门旁的黄金站位。结果一回头张云生又跟了过来，林岩彻底无语。他抬眼一看，这个硬要挤过来的古怪天龙人，张云生在他眼里明晃晃看到了嫌弃，真的是演都不演了。亏他昨天还帮他新网兑现，制止了一场网暴。不过他上线的时候评论区应该都已经删干净了，那就这样吧，只要他没看见那些恶评就好。张云生微微垂着眼，唇角向下又微微上扬，若有所思地瞄了瞄林岩。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她打招呼，你好呀。张云生微微垂着眼，唇角向下又微微上扬，若有所思地瞄了瞄林岩。新轨穿过下城区往中城区驶去，少女的侧脸浸在忽明忽暗的光里，眉骨到下颌的线条柔和，睫毛很长，她该不会是在看车窗外的风景吧？这破烂下城区，破烂中城区有什么好看的？张云生正偷瞄着，却见林岩忽然侧过脸，来不及收回的视线被抓个正着。林岩与他对视，眨了下眼，张云生立刻移开视线假装看风景，可林岩却懒得猜他想什么，直接开口质问，我们要回学校了，这你也要跟着吗？张云生瞬间慌乱，脱口而出，我没看你。话一出口他才反应过来，立刻找路，我是这学期E1和E4的交换生，我不是跟着你们，是我也要去E4。林岩听完只是淡淡哦了一声，什么交换生，跟他无关。接着林岩偏头看向叶锦怀，少年竟然靠着墙睡着了。他猛然想起书上说的，精神暴动过后是异能者最弱的时候，他今天陪自己玩了一天，肯定是累坏了。于是林岩心头一软，悄悄靠近他一些，稳稳站在他身前。如果车厢晃动，那就砸在他身上吧。新轨飞速行驶，车厢内一片安静。可就在这时，报站的电子音突然响起，本次列车开往天都区方向，下一站紫金新天地。新轨隆隆减速，车门缓缓划开，一股冷风猛地卷了进来。然而车门口的人刚要抬脚，却全都猛地顿住。站台上竟然一个人都没有，灯光昏黄发暗，像濒死的烛火照着冰冷的地面。就在这片诡异的死寂中，一个阴森的童声哼唱突然飘了过来，一个、两个、三个小朋友，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小朋友。那调子歪歪扭扭，瞬间让所有人头皮发麻。紧接着沉重的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一步两步，林岩就在右侧车门。车窗外巨大的广告屏格外刺眼，美丽紫金区是一个连续8年未出现过任何变异生物的地方，幸福指数遥遥领先。可林岩收回目光，却发现车到站半分钟竟然没人敢下车。就在这时，门口的人却突然像逃命一样低着头冲下车。与此同时，一个2米多高的壮汉走了进来，宽阔的肩膀几乎堵住整个车门，他的脸藏在阴影里，推着一辆粉白婴儿车，蕾丝纱幔遮住里面的一切。然而林岩却感觉有东西在死死盯着他，第六感让他猛地看向那辆婴儿车，明明什么都看不见，可林岩却能清楚感觉到那里面的东西在笑。就在他毛骨悚然之际，肩背猛地一沉，叶锦怀竟往前倾倒，用手臂圈住他，下颌抵在他肩上。林岩瞬间僵住，但很快又放松下来。男主太累了，借他靠一下也没关系。可下一秒，叶锦怀懒洋洋睁开眼，瞥向婴儿车，冷冷骂道：“流口水的丑玩意儿！”婴儿车金属轮划过地面，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那壮汉推着车径直走来。初次见面，你好，林。话音刚落，车门关闭，新轨猛然启动。透过车窗，林岩看到站台上密密麻麻的变异生物正从楼道里疯狂涌出。此时，那壮汉再次开口：“你好，林。”叶锦怀却突然笑起来，笑得发抖，却更用力地抱着林岩。他缓缓抬眼，视线森寒刺骨。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但我不认识你，你好丑。然而壮汉面无表情，只是冷漠的回应：“那请你无视我，不要打扰我今天的工作。”工作？送快递吗？他戴着帽子，穿着一身红灰配色的工作服，像极了快递员，但他的身材健硕，更像是一名健身教练。林岩正想着，却被叶锦怀勒得喘不过气。这哪里是靠一下，你勒到我了，松手！林岩拍了拍叶锦怀的手臂，谁知叶锦怀竟不情愿地松开他，转头就对着婴儿车抬脚一踹：“吵到我了，闭嘴！”可那壮汉只是稳稳扶住婴儿车，纹丝不动。车里诡异的童谣卡壳了一下，竟然又继续哼唱。壮汉面无表情地推着车掉了个头。我换一节车厢。那沉重的脚步声让另一节车厢的人瞬间吓白了脸。诡异的童谣还在飘荡，可就在这时，张云生突然开口：“慢着！”林岩见张云生微抬眉，死死盯着壮汉的背影，摘下帽子。他第一眼就觉得这个壮汉有几分眼熟，似乎是在哪里见过。林岩也觉得这壮汉透着古怪。紫金星天地人流最密集，可偏偏只上来的只有他一个。然而那壮汉就像没听见，脚步根本没停。见状，张云生身形一闪，
快到林岩都看不清动作。下一秒，他一把扯下了壮汉的黑色帽子，帽子里竟然绣着3个银白色字母。壮汉猛然回头，青白色的头皮下是一张毫无表情的脸，他空洞的视线盯着张云深，一字一句挤出喉咙：“还给我！”看到这张脸，张云深的瞳孔猛地一缩，他想起来了，他是恶魔岛监狱的在逃名单中联邦唯一成功越狱的罪犯。下一秒，张云深指尖窜出银紫色电弧，声音冰冷刺骨：“死刑犯！”3个字砸在死寂的车厢里。RO 组织第7系，代号死刑犯，他曾是 A 级异能的天才。第一异能学院的高材生，却在毕业那年一人摧毁整个银河娱乐场，结果死伤无数，最终被判死刑。可他竟然成功越狱，从此便下落不明。然而就在车厢内剑拔弩张之时，另一边的紫金星天地站台却早已沦为人间地狱。那些刚刚下车的乘客还以为自己躲过了一劫，甚至有人互相安慰，说那壮汉只是看起来凶，感觉有点自己吓自己。可就在此时，电梯上方一个庞然黑影猛然出现，尖锐的叫声瞬间刺破空气，无数蠕动的黑影像被捅破的蚁穴疯狂涌出，那些扭曲的变异生物瞬间铺满整个电梯。快跑！一声嘶哑的尖叫在人群中炸开，嘶吼声、惨叫声、绝望声像一张大网瞬间笼罩了所有人。灯光忽明忽灭，照映着飞溅的血污和惨白的人。与此同时，天都区执行中心巨大的屏幕上正显示着紫金区的新轨交通图，而执行中心也早已乱作一团。巨大的屏幕上，一个站点猛然由绿变红，紫金星天地站污染值已达80，变异生物已入侵，等级至少为 B 级。B4执行队5分钟前已经抵达，目前还未收到信息。然而更诡异的是，7分钟前南关站污染值也曾飙升到90，可执行队还没到，污染值竟又骤降，现场只剩一些低级的 CD 级变异生物，是一种。有人猛然惊呼，推测如果不是污染检测器出现故障，那必然存在级变异生物一种搭乘新轨2号线，从南关站出发，现已抵达紫金星天地。话音未落，屏幕上血红的亮点骤然变色，一种离开了，他又换成了1号线或4号线，立刻封锁所有站点，通知所有 B 级执行队到1号线和4号线的各站点待命。一种并未在南关站和紫金星天地站大肆行动，是还没到达目的地吗？科技局那帮废物，中城区新轨站的监控塔案还没恢复吗？而此时，就在新轨1号线上，林岩看到张云深指尖的电弧，他死死盯着壮汉额头的旧刀疤，和卷宗照片分毫不差，就是他，死刑犯。可那壮汉却只是轻点下头，算是应下了这个称呼。他双手扶着婴儿车，竟对上张云深凌冽的视线，他面无表情的开口：“请你也不要打扰我今天的工作。”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她打招呼：“你好呀。”楠楠提醒您，小暖能力第22级开始了，本集对应原文第48章。接上集，死刑犯的瞳孔骤然一缩，他死死盯着对方，一字一顿地念出一个名字：张云深。那一直面无表情的死刑犯脸上竟第一次有了表情，那是看死人的表情。工作暂停，他要先杀个人。死刑犯嘴角咧开一个诡异的笑，他语气嘲讽：“张云深，是你自己来送死的。”话音刚落，一圈圈恐怖的异能涟漪瞬间荡开，整个空间都在剧烈扭曲摇晃，目标直指张云深。见状少年瞬间扔掉伪装，周身爆开刺眼的电磁场，电流在空中交织成一张银白色的巨网，可他不敢贸然攻击。然而死刑犯视线悠悠扫过电网，竟冷笑起来：“这车里可大多都是普通人，你就这么释放攻击性异能？”他一字一句直戳心脏：“你们这种人根本不在乎普通人的死。”张云深当场愣住。就在此时，一双无形的手猛然攥住他的双脚，脚下的空间骤然溃散，仿佛踩进无底深渊，挣不脱，逃不掉。瞬间，死刑犯的眸色变得无比深沉。那为了这些普通人，就由我来了结你的性命吧。下一秒，扭曲的空间碎成亿万光斑，张云深的世界彻底错位。林岩从叶锦怀身后探出脑袋，却只看到空间像镜片一样裂开。紧接着，张云深和死刑犯竟一起消失在原地。他们去哪了？林岩下意识问。叶锦怀却摇头。不仅如此，他还笑了，笑得一脸愉悦。真好呀，那条狗终于被带走了。林岩懵了，你在骂张云深是狗？叶锦怀点头。谁知林岩沉默1秒，竟脱口而出：骂得好，谁叫张云深跟了他们1天？可就在这时，林岩的目光却被一样东西死死锁住，那个死刑犯留下的婴儿车。隔着纱幔，林岩感觉里面的东西在盯着他，他心里瞬间发毛。叶锦怀顺着他的视线看去，眉头紧皱。下一秒，他猛地掀开纱幔，对着里面的一种凶道：你还流口水？不仅盯着林岩看，还敢流口水？瞬间诡异的童谣停了，婴儿车里的一种竟像真的婴儿一样哇地哭了起来，哭得撕心裂肺。猛然间，叶锦怀大脑像被针扎般刺痛，脑海中竟是漫天的火光和爆炸。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怎么可能和一种有血缘关系？这哭声真的好吵。林岩看出叶锦怀似乎不想杀了这一种，立刻提议，要不我们把他投放到没人的车厢，中城区可是有1级执行队坐镇，5分钟内必达。可是光脑信号已经断了5分钟，竟然没有任何人赶来。新轨还在行驶，离下一站还有整整5分钟。而此时，车厢里的乘客终于松了口气，死刑犯消失，诡异的童谣也停了。可就在这时，叶锦怀把一种吓哭了，那婴儿车里竟传出刺耳的哭声，瞬间刺痛所有人的神经。乘客们捂着耳朵惊恐看去，只见有个漂亮的女孩竟平静开口：我们是张云深的同学，这个婴儿车里装着的是一种，他随时可能攻击，给大家带来生命危险。他声音不大，却像炸雷一样，为了安全，请大家快速撤离。什么一种？乘客们瞬间魂飞魄散。可就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时，一个12、13岁的小女孩竟兴奋发问：刚才那个帅哥真是张云深吗？林岩点头，是。小女孩瞬间捧脸尖叫，她竟然是张云深的铁粉。紧接着她一连3问：张云深去哪了？
他还会回来吗？林岩微笑着纠正他，下一秒却瞬间冷脸，是那个坏人抓走了张云深，毕种离你不到6米，你不走是要等他回来救你吗？话音刚落，鸦雀无声。下一秒，所有乘客疯了一样冲向前面的车厢，不过3秒，整个车厢就只剩下林岩和叶景怀。林岩立刻卸掉婴儿车的轮子，把他死死卡在角落。做完这一切，他才回头，走吧，我们也去前面。然而少年没有动，他竟蹲在地上，头埋得很低，薄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线。林岩心头一紧，立马蹲下拉了拉他的袖子，走啦，不要想太多。他知道他有心事，而叶景怀像是刚醒一样，慢慢眨了眨眼，可看向林岩的目光却空洞的吓人。林岩向他伸出手，腿麻了吧，我扶你。叶景怀没有动，于是林岩主动去牵他，指尖轻轻碰到他的手背，他没有抗拒，林岩便鼓起勇气勾住他的小指，将整个手掌贴上去。他的手像进了凉水的玉，你的手有点凉哦。林岩将他的手拢进自己温热的掌心，那一刻，少年的肩膀极轻的颤抖一下，指尖被那温度烫的蜷缩却没抽回，软软的，暖融融的，仿佛要把他心里的寒意和噩梦都一点点击服。叶景怀这才猛然回过神来，他睫毛轻颤，空洞的双眼终于聚焦，他喉结滚动，声音沙哑的厉害，我只是有点头痛。林岩一愣，不知道怎么安慰，可下一秒，叶景怀看着他睫毛上沾着细碎的光，竟带着一丝祈求，带我走。他竟像一只被雨水打湿惨遭遗弃的小猫。林岩的心瞬间软了，对他笑了笑，我们一起走。他此刻无比后悔当初跳着看小说，要是了解叶景怀的过去，就能走进男主心里抱上最粗的大腿。他牵着他的手站了起来，感觉到他的手终于被捂热，可就在他想松手时，叶景怀竟猛然反手握住他，力道之大让他无法挣脱。他再次重复，带走我。林岩彻底懵了，这什么情况？可叶景怀却以为他不反感，胆子瞬间大了起来。他竟然将另一只手也伸了过去，这只手也要牵。林岩满头问号，两只手都牵着，那还怎么走路？感觉到被拒绝，叶景怀的声音瞬间低落，不可以吗？他弱弱收回手，完，降智了。林岩肯定要嫌弃他了。可就在这时，他感觉左手被轻轻晃了晃，那股温暖竟然又覆盖上来。好啦，我换这只手牵了。林岩牵上他另一只微凉的手，走啦。叶景怀心里瞬间开花，可下一秒他又难过起来，因为右手没得牵了。于是他心生一计，你看左边。林岩扭头一看，泡泡不知何时钻了出来，一个半人高的黑色史莱姆正扭动着数十根触手。林岩立马选了一条触手牵着，我们一起走。叶景怀瞬间吃醋了，凭什么泡泡什么都不用说，林岩就会主动牵他？他低头看着自己空落落的右手，握拳，松开，再握拳。难道他的手比泡泡又黑又滑的触手还丑？他曾无比厌恶和泡泡的共感，因为泡泡吞噬一种，他就会尝到呕吐物的味道。可是现在，他却觉得共感好像也没什么不好。林岩摸泡泡就是摸他，林岩抱泡泡就是抱他，甚至林岩亲亲泡泡就是亲亲他。可恶，为什么亲泡泡都不亲他？他有那么丑吗？与此同时，新轨第一节车厢，所有乘客都挤在这里，但他们竟对一种毫无惧色反而无比激动。我的天，竟然能亲眼见到 A 级异能者！要不是张云深，我们早就完蛋了。他解决了那个肌肉男，肯定马上就来解决一种，而他们口中的救世主张云深，此刻却在另一个空间被人暴打。而林岩和叶景怀刚刚踏入这节车厢，一个张云深的小迷妹就热情地凑上来，漂亮姐姐，你和张云深是同学，肯定知道他很多事吧？林岩面无表情，不知道。小迷妹不死心，竟然又问，那姐姐你知道林岩吗？林岩心里咯噔一下，为什么突然提到他？下一秒，小迷妹的话让他如遭雷击，昨天新网都闹翻了，那个贱女人在网上抹黑我哥哥，我骂她几句还被我哥哥举报，她就是太善良。林岩的脸瞬间黑如锅底，贱女人，骂的竟是他自己。他当场冷喝一声，闭嘴。小迷妹正说的兴起，却见林岩面无表情，透着一股恐怖的低气压。而更可怕的是，他身边那个帅哥竟自带制冷功能，车厢温度骤然下降。一直冷着脸的叶景怀此刻忽然笑了，他看向林岩，声音温柔又残忍，要我帮你杀了他吗？在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异能学院，同学好奇女孩的异能是啥，而她只是神秘的笑笑，大家都翻着白眼喊她拽姐。直到那天女孩一脚踩上了转校生的影子，全学院都知道新来的转校生影子是禁区，碰到轻则疯癫，重则当场身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却淡定地跟她打招呼，你好呀，楠楠提醒你，小暖能力第23集开始了。本集对应原文第50章，接上集。车厢温度骤然下降，一直冷着脸的叶景怀此刻忽然笑了，他看向林岩，声音温柔又残忍，要我帮你杀了他吗？闻言正想着措辞想反击回去的林岩懵，他连忙劝道，别随便开玩笑说杀人，会吓到别人的。你瞧，那小迷妹的脸都吓白了，可叶景怀却无比认真地看着他，我没开玩笑。什么？林岩大脑一片空白，不是吧男主，你今天这一天都是真的想杀人吗？这力气都能当反派了。看到林岩呆住的模样，叶景怀玩味一笑，难道说他喜欢幽默会开玩笑的人吗？想到这里，叶景怀瞬间改口，我是开玩笑的。林岩这才松了口气，好险，差点就把男主当成黑化大反派，误会解除。可那个小迷妹还呆愣在原地。就在这时，林岩突然对他露出一个甜甜的笑，他轻声问，刚刚我突然想起一些关于张云深的事，你想听吗？想。小迷妹眼睛瞬间亮了。林岩神秘一笑，张云深上课总去厕所，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有人在厕所发现了营养液包装袋。小迷妹的笑容僵在脸上。林岩继续加码，还有人在他衣柜里发现了一排排公主裙，原来张云深是女装大佬呢。上个月圆之夜，还有人在学校树林里发现有人抱一裸人，你猜是谁？小迷妹的脸已经彻底绿了。林岩不会骂人，但他会诛心。你骂我，我就开你家哥哥的玩笑，反正你家哥哥那么善良，应该不会介意的。与此同时，另一个空间里，张云深接连打了3个喷嚏，他正被死刑犯按在地上摩擦。同样是 A 级异能者，可死刑犯的经验和掌控力却远在他之上。空间穿梭，空间折叠，张云深的所有攻击竟全部反弹到自己身上。死刑犯是绝对的主宰，所有的一切都能被他清晰的感知。也就是说，只有杀死死刑犯，张云深才能离开这里。
死刑犯居高临下，满眼嘲讽，联邦最强，不过如此。张云深称帝欲起，却又被重重砸回地面。他咬牙问道：“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死刑犯冷笑一声，眼中是彻骨的寒意。我不只恨你，我恨所有高高在上的人。这片废墟空间就是他曾经的杰作——银河娱乐场。当年他独闯此地，重伤大半联邦权贵。如果今天他在这里杀了联邦主席的儿子，那该多么值得庆祝！此时，车厢里的乘客还在无脑吹捧：“张云深一定能带我们出去。”林岩听着这些话，心中不祥的预感却越来越强烈。别利阻碍到位。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突然响起，隐匿在乘客们的交谈声中。林岩猛地扭头，只见空旷的星轨过道尽头，有什么东西正悄然逼近。怎么了？叶景怀敏锐察觉到他的异样。林岩摇摇头，收回视线，没什么，就是有点不好的感觉。希望是错觉，毕竟他已经把那婴儿车卡死在最后一节车厢，只要里面的东西不乱动。然而就在此时，车厢广播突然滋了一下，一道温柔空灵的男声瞬间传遍整个星里：“我的乖孩子们，不要背叛我，好吗？”那声音温柔的令人毛骨悚然，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非人感。车厢内瞬间死寂。乖孩子，谁是他的乖孩子？林岩心中不祥的预感愈发强烈，他猛地看向叶景怀，只见他面色瞬间惨白，褪尽血色，瞳孔里只剩下蒙着薄冰的深白。这个声音的目标难道不是那婴儿车里的一种？是叶景怀吗？林岩下意识地握住了他的手。叶景怀喉咙滚动了2下，声音破碎又空洞：“我杀了他们。”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让林岩瞬间懵逼。与此同时，一个、两个、3个小朋友，诡异的童谣再次响起。那辆被他卡死的婴儿车竟然动了，4节钢管摩擦着地面发出刺耳尖笑。没有人推，他却自己从最后一节车厢缓缓平立而来。一阵阴风吹过，纱幔被猛然掀开，一团粉色的肉块彻底暴露在众人面前，表面布满褶皱，挂着内脏碎片，无数细小血管疯狂摇摆，就像一具被捣碎的鲜活人类尸体。瞬间尖叫声和呕吐声爆开，林岩紧紧握住叶景怀的手，心脏狂跳。可男主看起来却很不对劲，像被抽走了灵魂，一动不动。叶景怀，林岩急切的呼唤，叶景怀却只是平静的重复：“没事，我已经杀了他们。”林岩满头问号，他们是谁？杀了谁？完了，男主中邪了。泡泡似有察觉，从零食袋里钻了出来，脑袋上一片五彩斑斓的糖纸。林岩连忙朝他招手，深情呼唤：“泡泡！”有些时候，他真觉得泡泡比男主靠谱多了。泡泡过来的时候，还没忘将糖纸捡到零食袋里，10几根触手捡咻咻咻1秒捡完糖纸，这是他从4个小精灵动画片里学的，不能乱丢垃圾。泡泡提着一袋零食，一袋垃圾，孤勇着过来。而那辆婴儿车已经逼近第2节车厢，童谣停止，转而是无数小孩撕心裂肺的哭声，委屈、害怕、恐惧，哭声灌满每个角落。林岩左手牵着叶景怀，右手抱着泡泡，退无可退，他成了枪打出头鸟的那只鸟。林岩疯狂摇晃叶景怀的手：“救救救救！男主，快醒醒啊！”叶景怀却只是哑声回应：“是我杀了他们。”什么？到底杀了谁啊？林岩简直要急疯了。可看着叶景怀失魂落魄的样子，他又问不出口，因为这或许是他的伤疤。就在这时，广播电流声再次响起，那温柔的男声虽然消失，林岩却感到一双眼睛正透过监控死死盯着这里。绝望的气氛瞬间蔓延。张云深怎么还没来？执行队呢？不是说5分钟就到吗？该死！还是没有信号。乘客们面色惨白，瘫软在地，像一群缺水的沙丁鱼。然而就在这时，那团恶心的肉块竟飘出诡异的粉色雾气，雾气没有气味，却以肉眼难辨的速度瞬间弥漫整个车厢。但就只有林岩看见了。林岩瞳孔骤缩，他立刻屏住呼吸，猛地将头埋进泡泡里。可他知道这根本没用，雾气无孔不入，这雾气有毒吗？我们都要死了吗？就在他绝望之际，逼脚突然被人拉住。林岩回头，竟是那个小迷妹哭红的双眼。漂亮姐姐，你会救我们的对吗？林岩看着他说不出话，因为在小迷妹的额头中央竟然凸起一个狭长的小包。下一秒，一只乌溜溜的眼睛从小包里猛然睁开，那不是怪物的眼睛，分明是人类小孩的眼睛。林岩瞬间头皮发麻，惊恐地扫视整个车厢。果然，有的人头上长出婴儿手臂，有的人手上多出小孩的脚，甚至有的人腿上伸出一条小舌头。原来吸入粉雾就会变异，这一种要把所有人都变成他的同类。你头上长屁股了，救命！我的手，我多了一只手！乘客们终于反应过来，惊恐的尖叫响彻车厢。林岩不敢想自己会变成什么鬼样，他猛地看向叶景怀。少年竟然是他眼里唯一外表正常的人，可他的灵魂或许早就不正常了。林岩彻底绝望，紧接着粉雾越来越浓，视野渐渐被吞噬，哭泣的一种，变异的乘客全都消失不见，左手一空叶景怀不见，右手一空泡泡也不在，他这是死了吗？就在这时，无数小孩的声音从迷雾中传来：痛痛，不想打针，许愿我们的病快快好起来。林岩漫不经心地听着，直到他听见一个熟悉到骨子里的声音，那声音稚嫩还带着暖气。为什么他们说我们不是人？我们真的不是人吗？是叶景怀，是小时候的叶景怀。虽然林岩没有听过叶景怀小时候的声音，但直觉就是他，所以这里是在哪里？他为什么听到了叶景怀小朋友的声音？总不可能男主和他一起死翘翘了吧？这绝不可能。林岩循着声音走去，那些童声也越发清晰。好痛好痛，我是不是没有春天了？突然，一道尖锐的声音划破一切，够了，不要再哭了，春天就是个谎言，他们根本不会带我们出去。可四七哥哥昨天不是就出去了吗？然而下一秒，一个颤抖的童声却揭开了一个血淋淋的真相：四七哥哥死了，我亲眼看到他被切成一块一块。闻言，林岩的脚步瞬间被定在原地。四七应该也是个小孩，切成一块，他脑海里瞬间闪过那滩粉色肉泥，闪过那些乘客身上长出的孩童肢体。难道那一种就是这些小孩？不是，有人把他们变成了一种。林岩深吸一口气，强忍着恐惧朝着声音的方向继续走去。他要找到叶景怀小朋友，可是地上却出现了一只脚、一截手臂、一张嘴，乌泱泱一片全是小孩的残肢断裂，却唯独没有叶景怀。就在这时，无数声音将他包围。你是谁？12哥哥，你见过他吗？